童贝贝上班的时候接到了闵恒的电话，他站在打印机前，一手手机，一手往纸盒里放纸。闵恒，下午3点半，别忘了呀。童贝贝放好纸，纸盒推进去，熟练利落的按了几个按键，打印机开始滴滴滴的运作。3点半，童贝贝看了看手表，在办公室不方便多说什么，便简单的嗯了一声，以作回应。闵恒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这个时候你应该方便的吧，溜出来一小会儿，问题不大吧？闵恒，约工作日也是没办法，谁让楚华岩那逼的朋友都是高规格的大老板呢？大老板忙啊。闵恒，我当初到底是得什么失心疯了？跟楚华岩那逼前任变炮友就算了，还要给他朋友介绍相亲对象，妈的！闵恒，不管了，贝贝你就当做慈善吧，看不上你就当跑出去喝了顿下午茶，回头我请你吃饭，给你赔罪。童贝贝，好。闵恒，你在办公室啊？童贝贝，闵恒，那行吧，有什么微信联系吧，挂了，不妨碍你上班了，免得你们办公室同事又避避你。闵恒，挂了。童贝贝，好。电话结束，2份6页纸的合同也打完了。童贝贝把合同整理好，分别用回形针别好，走到李姐的工位旁，合同递给她。李姐接过，谢谢。童贝贝点点头，正要走回工位，不远处仲总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个样貌俊俏的年轻男人神采飞扬的走了出来，经过童贝贝，翻了一眼，什么招呼都没打，高傲的擦肩而过。一办公室人都看到了，没人吭声，全在拿眼珠子悄悄的看，眼里的八卦欲都要溢出来了。只有李姐对童贝贝低声说了句，焦荣那人就那样，小家子气，别跟他见识。童贝贝没有任何表露，神情自然的回到了工位，面朝电脑，手握鼠标，继续看那份他看了8万遍都不止的公司章程。这是家国企下的全资子公司。童贝贝考进来的事业编，日常没活儿，除非李姐喊他去打合同、复印东西。其实不止他，这个办公室的大部分员工都没活可干，大部分人连编制都没有，每天闲着过来做满8小时，一个月几千工资，下班走人。或许正因为太闲了，又是人人都有些大小背景的国企，办公室氛围极其不好，同事都特爱嚼舌根。这不，童贝贝正是最近这场热门八卦的重要角色之一，可惜不是男一，是个炮灰。他们部门仲总30出头，背景够硬，轮岗到他们部门就是等着混够履历和时间再被调走高升的。这位仲总自从来了他们部门，便对童贝贝欣赏有加，有什么都爱把童贝贝叫去办公室聊一聊。聊多了几次，部门的人便都说仲总对童贝贝有意思。直到几个月前考进来一个叫焦荣的大学生，自此之后，仲总办公室的常客就变成了焦荣。前些时候，有同事撞见仲总和焦荣手挽手亲昵的一起逛街，大家这才知道，原来焦荣已经攀上了仲总的高枝。办公室内为此好一通热闹，有空没空的，个个都在吃瓜。而童贝贝自认和2位当事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却莫名成了这只瓜里的可怜炮灰，全办公室都说仲总为了焦荣抛弃了他。童贝贝心里叹气，和他有什么关系？他连瓜都不吃，茶都不是。至于好友闵恒的那通电话，闵恒有个前男友，很有钱，是个富商，叫楚怀岩。可惜2人除了床上特别合之外，其他哪都不合。3个月前，2人和平分手。3周前，2人在同一家酒吧遇到，一起喝了几杯，喝完滚了下床单，直接滚成了炮友。5天前，楚怀岩提及自己有个朋友，年纪不小了，想找个性格温和居家的男生，问闵恒有没有人可以介绍。闵恒拿楚怀岩当炮友，也深知2人性格不合，一点也不想和楚怀岩产生床榻之外的交集，直接说没有。楚怀岩却道，你那个朋友叫童贝贝对吧？不是一直单着的吗？我看他性格挺好的，温温和和的，特别有礼貌。哦，还是事业单位的是吧？工作挺稳定的，名校毕业对吧？
闵恒让楚怀言闭嘴，打谁的主意也别打童贝贝的。结果楚怀言靠着彪悍的技术在床上把闵恒说服了，闵恒脑子一热，见色忘义，也同意了。这才有了今天3点半的这场相亲。而今天之前，闵恒给童贝贝发了不知道多少条消息做深刻检讨，指天发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绝对不会精虫上脑再干这种脑热的事。闵恒，信我。童贝贝是信的，不过他本身并不反感相亲，因为他年纪不小了，也一直想找个人安定下来。相亲的话正合他意。童贝贝把那份公司章程来来回回又看了几遍，好不容易又消磨掉一点时间，闵恒的消息发了过来，是份聊天记录的截图，顶端备注的傻逼炮友2字可以看出，给闵恒发消息的就是楚怀言。我朋友姓秦，具体先不说了，圈子里挺有名的，开公司的，身家很高，今年30出头，单身多年，身高189，体重不清楚，反正不胖也不秃，长得还成，不是找男朋友谈着玩，是找伴侣，定下来就结婚的那种。他对伴侣的要求30以内，180以上，不胖，性格温和，居家，合眼缘，本科，有没有工作无所谓，性格要好，性格要好，性格要好。童贝贝看完心里有了点数，再看看时间，3点10分了，差不多了。他起身离开工位，走到约见的那家咖啡店的时候，刚过3点20。他稍微提前了一些，觉得这是礼貌，不好让对方久等自己，但也希望对方最好准点，毕竟谁的时间都是时间，何况这会儿还在上班，他偷偷溜出来的，离开太久不怎么好。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临窗的位子单独坐了个男人，男人穿着深深灰色的西装，魏铁的西裤包裹着长腿，坐姿挺直，侧颜硬朗帅气，面前摆了杯咖啡，没动，反而在看时间，似乎是在等人。童贝贝其实不太确定，这个男人或许并不是他今天要见的人，但男人的样貌和气质吸引了他，他还是迈不过去，走进到桌旁，低声礼貌地问了句：“秦先生。”男人抬起目光，看到童贝贝，他点点头，站了起来：“我是。”童贝贝礼貌地笑了下，主动伸手：“你好，我是童贝贝。”男人也很客气，伸手和他握了下：“你好。”然后呢？晚上，童贝贝回到家，一边煮饭一边和闵恒语音电话。闵恒在八卦他们下午的见面，刚听到童贝贝说他们见面后先握了个手。童贝贝炒着西兰花，边颠勺边道：“然后我们就坐下了，他把桌上那杯咖啡推给了我，说是帮我点的。然后闵恒什么什么，童贝贝，然后他跟我道歉，虽然约了3点半，但他临时有个特别重要的会，推不掉的那种，所以不能久留，马上就要走。”闵恒不敢相信：“什么？他走了？”童贝贝关火，把西兰花盛进盘子里。然后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闵恒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给童贝贝连到5天欠的乡情，最后会是这样的。没时间，要开会不会早说吗？早说就换个时间了啊。不对，早说就直接 pass， 不像了呀。闵恒冷冷道：“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楚怀言那个狗逼，这什么狗屎朋友，还指望相亲结婚？单身一辈子吧他。”说完就挂了电话。童贝贝没在意，闵恒向来风风火火，随他去好了。刚好煮完饭，可以安安静静的吃一会儿。正吃着，备注相亲秦先生的消息跳了出来。相亲秦先生，你好。童贝贝坐到餐桌边，边吃边捧着手机。你好，相亲秦先生，今天下午很抱歉。童贝贝，没关系。相亲秦先生，在做什么？童贝贝觉得这位秦先生还挺主动的，他原本以为下午交换了联系方式之后，如果他不主动，对方也不主动联系，那两人彻底断联，就没有后续了。现在看看，这位秦先生还是挺积极的，也挺有相亲的诚意的。童贝贝也有诚意，主要对方的长相太合他眼缘了。他打起精神和对方聊天：“我在吃饭。”相亲秦先生，自己煮的。童贝贝，
是啊，相亲秦先生，我可以看看吗？童贝贝一顿，觉得这个要求有些奇怪，不过他也是第一次相亲，不知道正常相亲的流程该是怎样的，但既然对方提及这个话题不涉及隐私，没什么可回避的，童贝贝便拍了一张照片发过去。2菜1汤，1份饭。饭是新煮的，米粒纯白，软糯饱满。汤是简单的紫菜鸡蛋汤，装在带手柄的白色小汤锅里，汤面撒了鲜嫩的葱花。菜是一荤一素，小肉圆加娃娃菜，每道都摆在纯白的骨瓷盘中，看起来十分可口。简单的一顿饭，营养均衡，毫不糊弄。关键，这还只是一个人的晚餐。相亲秦先生，你很会做饭。童贝贝当这话是夸自己的，回了句谢谢。相亲秦先生，那请问你能接受婚后全职在家吗？童贝贝吃了几口菜才看到。看完一顿，眨眨眼，没觉得上来被问这种问题很冒犯，反而暗道能接受吗？当然能。他近期的人生目标就是辞职结婚，过上老公赚钱主外，自己花钱主内的闲鱼生活。童闲鱼能接受啊，我可以。对面又发来消息，说也能接受丈夫频繁出差不在家。童贝贝想了想，觉得一个家里如果注定需要有一个人在外打拼的话，在家的那个自然要全力支持，无论这种打拼到底是出差多日无法归家，还是应酬频繁早出晚归。童贝贝接受的。相亲秦先生，我希望伴侣性格要好。童贝贝不是第一次看到性格要好这个要求，有点纳闷，这个好到底是哪种好？他怕对方的描述太笼统，自己无法理解，索性简单介绍了下自己。我今年27，身高181，事业单位工作，没什么脾气，不太爱和人争，工作一般。童贝贝日常比较宅，一般在家练练瑜伽，打扫卫生，煮饭，看看书。童贝贝，我对伴侣的要求是尽量不要管我太多，不要求我赚钱养家，不强求我应酬亲友，能尊重我的喜好。童贝贝最好也别和我吵架，我比较懒，不爱吵，也吵不动。童贝贝发完这些之后，放下手机，专心吃饭。没一会儿，对面回过来一个好的，我明白了，没有下文。童贝贝把手机拿起来看了下，又等了等，见对面迟迟没再发消息过来，叹了口气，放下手机。好吧，大概是他的自我介绍太中规中矩，描述的脾气性格太没有吸引力了吧。童贝贝想到焦荣，焦荣性格傲，外向奔放，什么都敢说，在单位得罪了一些人，但也很快拥有了跟自己合得来的小圈子。不像他，进单位好多年了，和大部分人还只是见了面点个头的交情，没得罪什么人，但也没和谁关系特别的好。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大家私下形容他，说他像里面的树懒，倒不是说他动作慢，而是说他这人没脾气，没性格，毫无存在感，除了长相还行之外。童贝贝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过当这样的自己面对一个长得挺合他眼缘的相亲对象，童贝贝再次拿起手机，看着没有动静的聊天页面。好吧，没成，算了。吃完晚饭，收拾好，靠着琉璃台，童贝贝给闵恒发消息。那位秦仙，一条新消息突然跳了出来。相亲秦先生，我刚刚仔细想了想，你非常符合我对伴侣的期待。相亲秦先生，我今年32岁，身高189，自主创业，有家公司。相亲秦先生，平时很忙，出差很多，事业心很重，回家就是休息睡觉。相亲秦先生，本人性格比较无趣，对生活粗枝大叶，除了钱多一些，没什么其他优点。相亲秦先生，我对伴侣的要求是希望他能够主内，脾气好。我出差多，他可以不抱怨，我回家的时候家里可以井井有条。相亲秦先生，我会负责房车物业等一切开支，每月给伴侣固定零花，但零花有限。童贝贝看前半段，觉得这位秦先生的情况和自己确实挺搭的。他不爱被人管，秦先生频繁出差，他不想和伴侣争吵。秦先生要么不回家，回家就是睡觉。他喜欢煮饭，宅家。秦先生希望家里有人管。他没事业心，
赚不了什么钱，秦先生可以负责房车物业。只是这零花有限，到底是哪种程度的有限？童贝贝捧着手机靠在灶台边嘀咕，不会一个月只给3000吧？那是有点少啊。童贝贝，请问有限是多少？等了会儿，对面没回。童贝贝，我希望伴侣每个月可以给到1万。刚发出去，秦先生的消息同步跳了出来，5万。童贝贝，5万。他现在工资到手7点多，也就年终奖金的时候可以多拿一些。5万一个月，1年就是60万。童贝贝倒抽泣，这位秦先生好大方啊，一个月5万怎么能说有限？并不知道他口中很大方的秦先生，刚在2周前结束了一段说好了叫恋情，说难听了叫杀熟的男关系。对方起先很能装，符合秦岭对伴侣的所有要求，也格外会做小伏低，用 PUA 话术就是很会提供情绪价值。秦岭和对方一度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直到2人聊起生活费这个话题，秦岭提出日常所有花销他全包，额外再给对方1个月2万，对方不干，闹起来，秦岭退步，答应给3万，对方就翻了脸，嘲讽他堂堂总裁抠门抠到家，给老婆的家用1个月只有3万，传出去简直笑掉大牙。所以到了童贝贝这儿，某总裁不敢回2万3万，直接加到了5万。其实回5万的时候，秦岭在手机这头还挺犹豫的，主要之前掰掉的那位实在太能闹了，给他闹出了心理阴影，他怕一个5万回过去，童贝贝再丢过来一句抠，童贝贝，那个不好意思啊，秦先生，童贝贝5万的话有点多呢。汽车后排赶赴一场饭局的路上，秦岭看着手机，心底咯噔一下，愣住了。多？秦岭下意识想到了给他牵桥搭线的楚怀言对这位相亲对象的评价，我就没见过比他还没脾气的人，就我前任那暴脾气都被他哄得妥妥的。人真心不错，踏实，适合过日子。我见过他好几次，穿着装扮都挺朴素的。踏实朴素。秦岭拖着手机，手指在手机背面点了点，是他思考问题时会有的小动作。不久后，童贝贝收到那位秦先生的回复：相亲秦先生，今天下午实属抱歉，如果有时间，想邀你这周再见一面，可以吗？4日，童贝贝心情不错，到了单位，看公司章程都看得更有耐心了。虽然昨天是第一次相亲，晚上和那位秦先生也聊得有点磕磕巴巴，不过在约第2次见面的时候，他有种直觉，那位秦先生对他应该挺满意的，他也满意那位秦先生，双方相互都有继续发展下去的意思，挺好的。童贝贝的心情一直好到下午，仲总喊他进办公室，童贝贝进了，虚掩了门，没真正关上。仲耀辉却示意他将门关上，童贝贝没动，公事公办的态度，问他有什么事。仲耀辉坐在办公桌后，手肘支在桌上，食指交叉，啧了一声，低声道：小童，你也不用这么不识好歹吧。看看焦荣，童贝贝没让他说完，道了句好的，仲总，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拉开门就走，这次将门合上了。一合上，身后的门板咚一声，像是有什么砸在上面。童贝贝没理，径直回工位，四周鸦雀无声，同事全在看他，看仲总办公室的那道门。下午，焦荣噔噔噔的过来，路过童贝贝，狠狠弯了一眼，再噔噔噔的冲进仲总的办公间。童贝贝专心看他的公司章程，一概没理。好一会儿，焦荣出来了，面带笑容的那种，和仲总一起。仲总的手还搭在焦荣后背，两人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各怀神色的先后往童贝贝这儿扫了眼，一起走了。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全在拿眼睛吃瓜。童贝贝暗暗心道：破单位，他早晚辞职。2天后的周六，童贝贝早起，洗了个澡，吹干头发，特意挑了身衣服，穿戴整齐后，提早1个小时出门，赶赴和那位秦先生的见面。见面地点是一家酒店的行政餐厅。童贝贝上楼找到餐厅后，门口除了一位穿着酒店制服的餐厅经理，
还有一个身着西装的年轻男人。年轻男人一见童贝贝，眼底一亮，快步迎上来，说：“请问是童先生吗？”童贝贝点头。年轻男人立刻笑道：“童先生您好，我们秦总已经在等您了，请随我来。”旁边的餐厅经理也是一脸殷切。童贝贝觉得这招待的规格有点高，想到秦先生是闵恒前男友的朋友，生意场上的人，有钱人，这种做派也实属寻常，又很快淡定了。进餐厅，落地窗边，男人靠坐在椅子里，看着窗外，听到脚步声，回头见童贝贝来了，男人起身。童贝贝注意到那位秦先生起身之后，便同时系上了西服的扣子，很礼貌，很绅士，印象着实很好。童贝贝走近，冲他点点头，男人也对他点了点头，又伸手示意他坐。带童贝贝进餐厅的年轻男人为童贝贝拉椅子，童贝贝大方坐下，道了声谢。秦先生介绍道：“这是我助理。”助理拉完椅子，站到桌边，和童贝贝打招呼：“我姓李，您叫我小李就行。”童贝贝礼貌的冲他点了点头。李助理问秦岭：“秦总，现在上餐吗？”秦岭问童贝贝：“有什么忌口的？”童贝贝落落大方道：“我不吃辣。”秦岭叮嘱李助理不要辣。李助理点头离开了。偌大的餐厅只有他们。秦岭今天穿了身黑色西服，十分正式，童贝贝是身简单的白衬衫，浅棕卡其裤，略显休闲。两人气质气场截然不同，但坐在一起并不显得违和。秦岭很善于观察人，很快发现这种不违和并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童贝贝。她容貌清俊，眉眼俊秀，眸色清澈，像这冬日里冰棱上反射的一道光，温温和和的，又像是轻轻卷过湖面的一道风，柔煦平雅。秦岭承认，他再不为色相所迷，也着实为眼前心动了几秒。于是秦岭开口道：“很好看。”童贝贝愣了下，反应过来，知道这是在说自己，笑笑道：“谢谢。”餐点陆续开始上的时候，秦岭聊到了自己，半个月多前，我曾有一个即将谈婚论嫁的男朋友。童贝贝知道这件事，昨晚刚知道的，从闵恒口中。闵恒则是从楚怀言嘴里挖出来的，说他的相亲对象半个月前刚掰了一个男友，本来都准备结婚了，而走到谈婚论嫁这步还能掰掉的，从古至今一般只有一个原因，与婚事有关的金钱相关，没有谈拢。眼前的秦先生似乎并不介意聊到此事，边吃边和童贝贝分享了这件事。我在市中心有2套房子，一套120平，一套380平。我提议把那套120平的装修一下，用来结婚，对方不同意，想要那套380平的，亦被我否决。童贝贝点点头，耐心的听着。秦先生，我实在不能明白2个人住为什么要那么大，请对方给我合理的解释。如果能说服我，住那套大的也不是不行。说到这儿，秦先生面露难色，但对方没给我任何理由，只问我是不是不爱他。童贝贝差点笑出来，幸亏忍住了，只在心里笑了下。然后呢？他问。秦先生神色浅淡道：“我让他不要无理取闹。”秦先生继续：“还有一件事，是对方向我开口索要3000万彩礼。秦先生，如果我喜欢的是位女士，将要娶的也是位女士，她会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承担养育教导孩子这样的重任，我愿意，也会主动拿出这3000万。但显然，我未来的婚姻生活并不是如此。”童贝贝适时提问，温温和和的开口：“秦先生设想中的未来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秦岭坦诚道：“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我主外，对方主内，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生活节奏互打。”顿了顿，在生活中慢慢培养出感情。童贝贝吃着饭，心说太好了，他也是这么想的。他点点头。秦岭继续道：“我拒绝了3000万的彩礼要求，对方提出了分手，我同意了。”童贝贝想了想，站在自己的角度道：“秦先生放心，我没有彩礼要求，1分不要。”
童贝贝接着道：“380平的房子太大了，如果只是2个人住，其实120平的也有些大。”有句话他没说，那就是他在市区也有套房，96平2室，这套2个人住倒是刚刚好。不过他料想喜欢主外的男人不会住伴侣的房子，便没有多嘴提，反正双方的房子都是各自的婚前财产，相互都没什么可觊觎的。秦岭则在童贝贝说120平也有些大的时候，抬眸静静的看过去一眼，心想楚怀言说的没错，确实朴素踏实。秦岭想到之前微信上联系的时候，童贝贝提到5万的生活费太多了。秦岭道：“之前那位，我起先提出给他1个月2万，他觉得太少了。”童贝贝没有贬低前人的意思，想了想说：“每个人对消费的态度不同吧。童贝贝，我自己的话，如果生活方面的大项开支都不用我负担，那1个月1万肯定足够了。”秦岭纠正道：“我会负责的不是大项开支，是所有，包括不限于水电煤网、人情往来、吃穿消费等等。”童贝贝心道：“那给的钱岂不是纯粹零用？”哦对，秦先生之前提到的就是零用，只是他们对零用的概念不同罢了。童贝贝，那1万更足够了。他又适时的聊起自己：“我朋友有限，大家聚会都是轮流请客，我比较宅，不太喜欢逛街，东西买的少，平常花钱的地方也有限。”秦岭发现楚怀言给他介绍的这个相亲对象确实非常合适居家过日子。秦岭点头，看着童贝贝的神色带着认可。等童贝贝说完，秦岭道：“如果我们可以发展到结婚，日常就给5万，花不掉你就存着吧。”童贝贝不爱和人争，何况这位秦先生说的也是如果。好吧，5万就5万。童贝贝点头。接着2人聊起了各自的工作。秦岭表示他靠设计发家，如今公司涉足行业众多，主营是地产和装修。童贝贝不太懂生意场上的事，他自己的工作的话，我在绿源工作。秦岭点头，他知道绿源，国企控股的一家地产单位。童贝贝，我考的事业编制，岗位是业务岗，不过我平时基本没什么活儿，比较闲。提到工作，想起什么，顿了顿，有些犹豫道：“有件事。”秦岭示意他说：“童贝贝，我不太喜欢我现在的单位，如果结婚的话，我会辞职。”秦岭点头，笑了笑：“刚好，不是吗？我正需要人主内。”童贝贝也笑了，确实刚好。这顿饭吃的不紧不慢，聊天的内容一直紧扣双方生活和各自对未来婚姻的期待。聊完发现，他们2人就像磁极的正负，榫卯的凹凸，刚好契合。聊天的节奏和气场也合。秦岭非常满意，童贝贝也是。于是2人吃完后，又索性坐在一起喝了会儿消食茶，谈谈最近的见闻，进一步了解相互的脾气性格。一直到下午3点多，李助理过来提醒秦岭，说等会儿还有会。秦岭这才对童贝贝道：“今天聊得很愉快。”说着起身。童贝贝知道今天的见面要结束了，跟着起身。秦岭见童贝贝大冬天没穿外套，猜到他开车过来的，提议道：“一起下楼。”童贝贝点头，跟着秦岭往外走。我的车在负1。秦岭，我到1楼。进电梯，秦岭替童贝贝挡电梯门，很绅士的让童贝贝先进。童贝贝客气递到了声谢。1层到的时候，秦岭没下，一直送童贝贝到负1。童贝贝走出电梯，再见。秦岭目送他，点点头。梯门缓缓合拢，一合上，李萌立刻道：“秦总，你和这位童先生聊得很顺利啊。”秦岭心情不错，前任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几乎仅靠这半天就通通一扫而空。他对李萌道：“以后每周帮我空出2个半天。”他要和这位相亲对象一起吃饭，继续接触。李萌开心道：“好的，我来安排。”回去的路上，童贝贝随着车载音响哼着歌，特意给闵恒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和那位秦先生聊得不错。闵恒大惊：“你知道他是谁吗？”
童贝贝不知道，闵恒，他是你们绿园的甲方爸爸，陆山集团的大老板。陆山？童贝贝啧舌，但也很快淡定了。童贝贝对闵恒道：如果我真的能和他发展到结婚的话，我和他也只是伴侣关系，陆山是他的个人资产，和我没什么关系。闵恒平时有多习惯童贝贝的咸鱼，这会儿就有多唾弃他的是金钱如粪土。多少亿的身家好吗？比楚怀言那逼还有钱。童贝贝想了想，有钱很好啊，这说明1个月5万的零花不是吹牛的，也不会给几个月就断了。童贝贝改口道：真好。闵恒从他这句真好里听出了一条咸鱼的灵魂本质。还真好，是太好了。 Perfect， 完美。 Wonderful， 天上掉馅饼 OK， 铜咸鱼 OK。 闵恒一改之前相个亲是对不起童贝贝的态度，跟着改口：这金龟你给老子务必抓住。童贝贝开着车，语气寻常说：不要这么说别人，秦先生是我的相亲对象，我们只是相互觉得对方还不错，都有意继续往下接触而已。闵恒，行，接触多接触，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结果工作日的周一，童贝贝拿到了别人的喜糖，交融的。办公室内炸了锅，平时好歹还能按捺着，私下嚼舌根八卦，今天一早所有人都在七嘴八舌的议论，原来焦荣和仲总订婚了。焦荣家关系挺硬的，总公司集团的高管是他家亲戚，仲总又年轻有为，两人不指名的在公司互抛媚眼，私下也频频接触，如今直接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订婚酒就在下个月。童贝贝拿到喜糖的时候松了口气，觉得这样真是太好了。但愿仲总有了老婆之后可以收敛一些，别有事没事再喊他单独进办公室。焦荣显然也是这么想的。第一次发喜糖的时候，见童贝贝还没到单位，特意又来发了第二次，还亲手把2盒糖递给童贝贝，言笑晏晏的说：小童，有谈朋友吗？没有的话我帮你介绍啊。童贝贝接了糖，笑笑，并不接这个话茬。他从不在办公室聊自己的私生活，不想私生活成为办公室众人嚼在嘴里的八卦。焦荣见他不吭声，翻了一眼，走之前意有所指的当众说道：没有的话还是谈一个吧，可别再盯着别人的难。童贝贝看向焦荣身后，突然出声道：祝总。焦荣吓了一跳，赶紧闭嘴转身，可身后哪里有什么祝总，童贝贝是故意打断他的。焦荣转身气道：你。童贝贝已经坐下，沉着淡定的继续看他的公司章程去了。他在单位人员一般，各种一般没错，但强就强在他有编制。胡说八道，打断焦荣说话又怎么了？就算今天打断的是祝总，祝总都没全开了他。切周一晚，秦先生发来消息，邀周3一起吃晚饭，地点就在童贝贝单位附近，可见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尽量方便他。可惜工作日的市区实在太堵了，秦先生百密一疏，不知道他约的餐厅不靠地铁口，开车堵，坐地铁也不方便。童贝贝估算了下时间，知道到时候来不及回家换衣服了，打算下班就直接过去，到时候路边借个公共自行车，环保又方便，还不堵。于是等到了周3，童贝贝讲究了下，挑了身衣服，穿得正式了些，头发也精心打理，吹了下。一到单位，惊呆了一办公室人，从来没见童贝贝打扮过，平时除了白衬衫就是白衬衫，模样再出挑也有些泯然众人的意思，今天这么一打扮也太俊了吧。俊德和童贝贝关系不错的理解都跟童贝贝开玩笑，我之前还说把侄女介绍给你，可惜你不要，现在看看真是亏大了。童贝贝笑笑回道：相亲就不用了，女孩子不行的，要打的合同给我多安排几份吧。他也能借口起来多走动走动。李姐笑：行。重要会议来，习惯性的在外面办公区扫视了一圈，看到电脑后静坐的童贝贝，目光一顿，深深的多看了几眼。就这几眼，害童贝贝
又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要我说，小童也真是早点开窍，早点打扮起来，怎么也轮不到他娇荣啊。看娇荣最近傲的鼻孔都快上天了，知道的他这是要嫁仲总了，不知道的还当他嫁的是祝总。哎，你们说，小童现在开窍了，都知道打扮打扮自己了，会不会还有希望？订婚宴要下个月呢，看小童有多少手段了。我看学娇荣多骚啊！童贝贝知道自己在仲同娇的三角关系里是个炮火，但万万想不到自己今天为相亲做的准备会被人这么误解。他不知道，反而因为今天的盛装被拉去当了回壮丁，单位正选人做精神文明蓝的代言人。负责这项工作的找了2个长得好看的女孩，打算再找一个男生。原本选了娇荣，但娇荣今天请假了，说是要去挑订婚宴的礼服加结婚照试妆，童贝贝刚好顶上。童贝贝挺乐意做这个代言人的，这样就不用闷办公室了，可以走动走动，还能跟其他部门的同事说说话，蛮好的。如果中途仲总没有两手插兜的从旁边晃过去，用那过分露骨的眼神打量他，那就更好了。下班，童贝贝在单位楼下拿手机扫码借车，一辆大切诺基在路边停下，车窗缓缓落下，露出方向盘后的仲耀辉。仲耀辉在车里喊：小童，今天没开车吗？上我车吧，我送你。童贝贝把车从固定卡扣里倒出来，神色淡淡拒绝了，不用，我离得不远，谢谢。说完就骑上了公共自行车。仲耀辉沿着马路牙子跟在旁边，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童贝贝骑车不理。仲耀辉，停下吧，我载你。童贝贝继续往前骑。仲耀辉，是因为我订婚了吗？你……童贝贝在一个机动车只能直行的路口右转，甩掉了那辆跟着他的白色大切。冬日冷风夜幕霓虹，童贝贝自在的骑着，把那惯会自说自话的自大领导和单位那些烦人的碎嘴同事通通抛在了脑后，迎向他只是想想就令他身心舒畅的见面。结果刚骑到餐厅附近的公共自行车还车点，一辆迈巴赫缓缓停下。童贝贝疑惑的抬眼看去，迈巴赫的后门打开，秦先生从车里走了下来。晚上好。童贝贝冲对方笑了笑。秦岭走上马路牙子，看看童贝贝手里的车，我以为你会坐地铁或者开车过来。童贝贝还好车，没说附近没有地铁站，也没说开车过来会堵，反而说骑车方便，刚好坐了一天办公室，活动一下。秦岭的目光在四周一扫，已经发现这边没有地铁站，周围的马路上又都是一辆接着一辆堵在路口的汽车了。原来如此，秦岭心道。秦岭开口道：抱歉，我以为约在这边你会比较方便。童贝贝顿了下，意识到秦岭发现约这边其实并不方便了，笑笑道：我单位离得近，骑车过来刚好，很方便。秦岭注意到童贝贝没有戴手套，冬天凛冽的寒风一吹，全红了。秦岭带着童贝贝往餐厅走，边走边把脖子上一条深灰色的围巾解了下来，递给童贝贝。童贝贝接过，起先以为秦岭只是让他帮忙拿着，手指触到羊毛围巾里的温热，才反应过来是怕他手冷。相亲对象这么绅士，童贝贝的心情可真是太好了。他笑笑，低声道：谢谢。这一顿吃的法餐，单独的包厢，菜品十分精致，还有严格的上菜流程，连吃带聊，全套下来至少3个小时。秦岭和童贝贝聊起两人对生活的态度，这一点上两人几乎截然不同，又或者说是完全互补。秦岭，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工作，毫无享受可言，所以我希望自己未来的婚后生活可以尽量轻松有趣一些。童贝贝，我不太喜欢上班，可能也和我现在单位的气氛不太好有关。童贝贝问秦岭：有趣？怎样算有趣？秦岭想了想，能让人笑的就算有趣。他自己也不太确定，因为这只是他的设想，而他现在的生活一点也算不上有趣。
童贝贝想了想，用自己现在的生活举例，我养了一窝豚鼠，没有绝育，也没有宠物医院会给豚鼠绝育，一公一母，它们就一直生一直生，生的小豚鼠养大一些之后，我会一只6块的卖给专门卖豚鼠的宠物店，你觉得有趣吗？秦岭挑挑眉，一只6块？妈！童贝贝，是啊，它们生太多了，有时候一窝会有6、7只。我已经养了好多它们的孩子了，实在养不下了，只能托给宠物店帮忙找新主人。童贝贝，宠物店也不白收，一只算我6块。秦岭勾唇，那你现在赚了多少了？童贝贝想了想，150应该有了吧。秦岭便笑，他做着1分钟多少万的生意，从来不知道养了豚鼠还可以返给宠物店，宠物店一只返6块。秦岭点点头，是挺有趣的。童贝贝见秦岭笑，自己也笑了。秦岭，还是给他们绝育吧，生太多了。又道，没把他们分开。童贝贝摇头，我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一个笼子里。我分开过，不想他们再生了。但一分开他们就一直叫，疯狂咬笼子。我又把一个笼子用铁丝网分成2个窝，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贴着铁丝网，跟被迫分开的牛郎织女一样。牛郎织女？秦岭又笑。童贝贝耸肩，没办法，不忍心，只能把他们继续关在一起。然而关在一起，他们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秦岭笑道，这说明他们感情很好。童贝贝耸肩，或许吧。秦岭，他们叫什么？童贝贝，公的叫牛郎，母的叫织女。秦岭一顿，彻底笑开，笑得双肩直颤。童贝贝觉得这没什么可笑的，叫什么还不是他看着办，他看着办，当然是他们看起来像什么就叫什么。童贝贝看过去，赏心悦目的看着，觉得秦先生笑得可真好看。这顿饭结束，双方对对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聊得十分愉快。秦岭提出送童贝贝回家，童贝贝没有拒绝，坐上了秦岭的迈巴赫，给司机报了地址，金衡府。秦岭听到小区名的时候有些意外，道，我那套380平的就在金衡府，而金衡府均价高达12万，380平逼近半个亿。童贝贝在心底哇了声，除了哇，没别的感想。童贝贝，我的只有96平，是金衡府里最小的户型，买得早。童贝贝，我妈妈留给我的。留？秦岭一顿，抱歉。接着道，我母亲也去世了。童贝贝点点头。两人就这样聊起各自的家庭背景。秦岭，我父亲没有跟过来，还留在老家务农，我有个弟弟跟在我身边。童贝贝想了想，觉得自己家的情况有些不太好说，尽量如实道，我母亲去世后，我一直就是一个人，我父亲再婚了，有自己的家庭，我们几乎没有联系，我和外祖家还有些联络，但也仅限逢年过节。秦岭，看来以后如果结婚了，双方都没什么亲戚需要走动的。这方面他们倒也非常和。回到家，童贝贝坐到笼子前，手指伸进去撸了撸2个小崽子。今天有和你们秦叔叔聊到你们哦。想起什么，童贝贝拿起手机，对着2只小软毛拍了张照。童贝贝，他们就是感情很好，后代多多的牛郎和织女。汽车后排，身家亿万的陆山大老板举着手机，对着一对成本价6块的豚鼠露出了笑容。周3见面之后，童贝贝每天都会和秦岭在微信上聊一会儿，继续接触，加深相互的了解。秦岭本来想周6再约一个午饭和下午茶，童贝贝却要加班，只能换时间再约。而童贝贝家的这个班，就是之前被拉去做的壮丁，给精神文明栏做代言人。内容其实很简单，拍几张穿着工作服的照片挂上精神文明栏，再写一些工作中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悟，到时候写的这份领悟也会一起挂上文明栏。这么简单，如果是私下里弄，一会儿就弄完了，根本不需要花一个周6来特意加班。但国企嘛，
私下弄好，领导又看不到，领导看不到的等于没弄，影响不好，索性来加班。一起加班的还有一起上精神文明栏的2个女生，以及之前因为请假被童贝贝顶掉的娇蓉。娇蓉到了哪儿都是别人瞩目的焦点，之前去挑订婚礼服没来，今天来了，手上一个 bling bling 的大钻戒，手里还拿着一辆保时捷的车钥匙。2个女生满脸鲜艳，光顾着摸那枚大钻戒，欣赏保时捷的车钥匙了。娇蓉见童贝贝神色平淡，既不围过来，也不说什么，白了童贝贝一眼，扬着音调哼了声。童贝贝觉得娇蓉对他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你和仲耀辉订婚结婚，钻戒也不是买给我看的，你跟我哼什么？童贝贝也跟着平淡的哼了一声。娇蓉立马瞪眼看过来，童贝贝轻咳2声，清了清嗓子，这天好干啊。一个女生，是呢。另一个女生，多喝点水。娇蓉有种无论怎么对童贝贝都好像一拳头砸在棉花上的感觉，气得又开始翻白眼。更气的是，拍出来的要挂上精神文明栏的照片，童贝贝的比娇蓉的好看很多。娇蓉无法接受，一定要重拍，自己的重拍，童贝贝的也要重拍。负责精神文明栏这块的同事不能理解，回娇蓉，都挺好看的呀，我还特意给你们修了图。哦，小童的没修，他不用修，其他人的都修了。娇蓉气的脸都歪了。童贝贝抱着笔记本在旁边写精神文明感悟，手指不紧不慢的敲击着键盘，哒哒哒，稿子写了个开头，哒哒哒，稿纸写了一半，哒哒哒，写完了。刚好祝总过来。祝总，祝总，祝总见大家正在弄精神文明栏，随口关心了几句，又见童贝贝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特意凑近扫了一眼，嗯了声，夸道：写得不错。娇蓉悄悄翻白眼，童贝贝怀疑他那双眼睛是不是没瞳人也能看清楚路，天天都是大眼白。刚巧祝总转头看到娇蓉，问：眼睛怎么了？娇蓉忙不迭的把眼珠子翻回来，尴尬道：隐形眼镜歪了。当天下午3点，精神文明栏弄完，差不多可以下班了。娇蓉竖着食指，转着指头上挂的车钥匙，主动说送大家回家。2人女生都住得远，巴不得有车送。文明栏的负责人自己开车的，童贝贝没开车，车送去修了，早上骑自行车过来的。娇蓉又翻眼，坐我的车吧，家离得再近，有车代步总好过蹬轮子吧。童贝贝，不用了，我骑一会儿就到。娇蓉哼了声，随便他。哪知道载着2个女生的保时捷刚从单位地库出来，就见童贝贝在路边还了自行车，抬不进了辆迈巴赫。一个女生：哎，那不是小童吗？另一个女生：还真是。那是迈巴赫吗？哇！2个女生聊起来，迈巴赫多少钱？好几百万要有吧？那比保时捷贵多了。小童家这么有钱吗？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他家住哪儿。哪儿？金恒府。哇，那不就在我们单位旁边？听说现在已经到10万一平了。哪儿啊？10几万。娇蓉绷着唇角，这次没翻白眼，而是悄悄把目光挪向了那辆迈巴赫，眼珠子差点瞪出来。童贝贝不知道这些，只意外从单位出来的时候接到秦先生的电话，说看到他了，问他是不是下班了，刚好都有空，可以一起吃饭。童贝贝身上因为加班的懒散一扫而空，连忙道好。上了那辆之前坐过的迈巴赫，车上除了司机和秦先生，还有之前在餐厅见过的李助理。李萌主动打招呼：童先生你好，又见面了。童贝贝你好。李萌忽然想起什么，对秦岭也对童贝贝说，和孙医生那边说过了，孙医生说随时过去他随时做。童贝贝。秦岭看向童贝贝，解释：你不是愁牛郎河之女没办法绝育吗？帮他们找了个可以做绝育的医生。童贝贝惊喜。秦岭看看时间，还早，孙医生的医院就在附近，征询童贝贝的意见，现在过去方便吗？
方便，当然方便。迈巴赫便朝金恒府驶去。焦荣的保时捷过了2个路口，又看到了之前那辆迈巴赫。车上一个女生眼尖，伸手指过去，看，小童。当然没有小童，只有迈巴赫，正车速缓慢地驶入金恒府的大门。2个女生仰慕不已，焦荣憋着气，差点把方向盘捏碎。宠物医院离得不远，开了20分钟就到了。孙医生是兽医，也是这家医院的老板，知道秦岭要来，亲自候在门口，还亲自指挥着司机把车倒好。秦岭下车，孙医生分外热情，对李助理也格外的客气。一见抱着宠物外带包的童贝贝，愣了愣，问：“这位是？”秦岭：“我朋友，就是他的豚鼠，要做绝育。”孙医生心道，能让秦总亲自带过来的朋友，这得是什么样的朋友啊？赶紧迎过去，亲手接过外带包，更是热情的不行。简单的检查过后，2只小豚鼠进了2楼手术室。童贝贝在看1楼寄养笼里的狗。秦岭：“想养。”又说：“孙医生有渠道，可以帮你挑指好的。”童贝贝赶忙道：“不想，他就是随便看看。”心意领了。童贝贝，狗要溜达，还需要很多的运动量，我懒。秦岭闻言笑了。孙医生这里还有正在住院或者托管的猫。秦岭：“养猫？”童贝贝：“掉毛。”秦岭道：“难怪你养豚鼠。”被发现真相了。童贝贝弯着腰，在一扇笼门前逗里面的一只布偶。是呀，我懒吗？秦岭看着童贝贝，从前觉得懒是个贬义词，此刻忽然觉得懒是个形容词，还是可爱那一挂的。秦岭：“家里还有豚鼠？”童贝贝：“有啊，都是牛郎和织女的儿子女儿，养大了就没拿去宠物店了。”秦岭立马转头对孙萌道：“跟孙医生说下，再安排。”回头问童贝贝：“多少只？”童贝贝：“13只。”秦岭再安排13场绝育手术。李萌差点在心里笑死。好。童贝贝自己先笑了。童贝贝一笑，秦岭也跟着笑了。不久后结束手术，开开心心出来的孙医生：“啊，还有13只。”孙医生：“哦，好。”秦岭和童贝贝对视一眼，2人都笑在心里，也都从对方的眼底看到了笑意。从这一刻开始，2人不再是相互生疏的相亲对象了。童贝贝把对秦岭的备注从相亲秦先生改成了秦岭，要加油啊！童贝贝叹了口气，有些无语。才2天而已，新的工作周，办公室不知怎么的开始盛传他被人包养。他本来不知道，来上班还奇怪，怎么突然有人拐弯抹角的关心起了他的家庭情况。还是李姐在午休的时候悄悄告诉他，是焦荣。跟他处的好的那圈人比我们办公室的还能嚼人舌根。他说，你上周6来加班的时候，表面说骑车回家，其实偷偷背着大家上了辆豪车，还说那豪车在上你之后，直接带你进了公司旁边哪个高档豪宅。反正说的可难听了。童贝贝叹了口气，这不是逼着咸鱼翻身吗？咸鱼一般都是不动的。当天下午，焦荣又噔噔噔的来这边办公室找重耀辉。一进门，童贝贝起身，端着水杯晃到了他们办公区仅有的那道大门门口。焦荣出来了，办公间门口遇到了童贝贝。同事们不知道焦荣和童贝贝面对面的说了什么，只看见他们说了没2句，童贝贝突然把手里的水杯泼了过去，泼了焦荣一脸的水。泼完，童贝贝用办公室里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我住在金恒府，那是我家，我的房子，车是朋友的，刚好路过，载我一程。你不知道，好奇，可以来问我，但请你下次务必不要再胡编乱造。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因为没有造成任何影响，除了焦荣被泼了一脸水之外。焦荣倒是想闹，但顾虑总公司亲戚的面子，根本不敢闹大，外加这些舌根确实是从他嘴里传出来的，真追究起来，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再委屈也只能全部咽下。至于童贝贝，仲耀辉这个直属上司倒是喝了声，让他进他办公室。但童贝贝回了工位之后，就当没听到，不为所动。仲耀辉拿他根本没办法。童贝贝当天下班的时候发了个条朋友圈，屏蔽了同事，只有朋友可以看到的朋友圈，好想辞职啊，不少人点赞，其中就有秦岭。秦岭在晚上给童贝贝发消息，怎么了？工作不顺利？童贝贝，环境不好。秦岭，出来散心。童贝贝，现在吗？看看时间，已经晚上8点了。秦岭给童贝贝发了一个定位，在距离金衡府不远的某高尔夫场。换平时这个点，哪怕是闵衡叫他出来玩，童贝贝都会拒绝。咸鱼嘛，10小时的睡眠总要保障。但秦岭叫他，等于未来的婚姻生活在向他招手。童贝贝咸鱼起身，好，到了高尔夫场，接待员刚带着童贝贝走近，立着球杆称帝的秦岭以及秦岭身旁说话的男人齐齐转头看了过来。秦岭冲童贝贝招了招手，童贝贝走过去。秦岭身旁的男人惊讶，这不是小童吗？童贝贝也有些意外，点点头，喊祝总。祝总惊讶的看看童贝贝和秦岭，这要巧，小童和秦总也认识。童贝贝看看秦岭，没说话。秦岭两腿分开，手握球杆，很快的挥了一杆，挥完眺望了一眼球，回眸道：小童是我的朋友。顿了顿，明知故问道：祝总也认识小童？祝总脸上立马堆起笑脸，这可不就巧了吗？小童就在绿园工作呀。秦岭知道，故作一副才想起来的神色，差点忘了。祝总的目光来回在秦岭和童贝贝之间扫视。本来就是偶遇，招呼也打过了，聊也聊过了，见秦岭有私人安排，祝总不便多打扰，又带笑的说了2句，走了。临走前，祝总和蔼可亲的拍了拍童贝贝的肩膀。童贝贝没多想，只是庆幸祝总走了，毕竟他放着觉不睡，特意过来是来见秦岭的。秦岭等祝总走远了，问童贝贝会打吗？童贝贝摇头。秦岭挥2杆。童贝贝再摇头，说我就是出来散心的，你打吧。秦岭把球杆往旁边的架子上一靠，脱掉手套。童贝贝疑惑，怎么不打了？秦岭，走吧，散散步。场馆旁边就是临河的步行道。童贝贝心底有些高兴，好啊，散步就能聊天，聊天的话就是相互了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尽头是结婚。童贝贝期待结婚，他知道秦岭也是。虽然是冬天，今年却是个暖冬，不怎么冷。8点的步行道上还都是健身走路的人。童贝贝和秦岭肩并肩的走着，话题从刚刚遇到的祝总聊到了秦岭公司和绿园的业务往来，接着聊到童贝贝今天发的那条朋友圈动态。童贝贝只是为白天的事吐槽，其实早不在意了，既然不在意，当然可以说。童贝贝3言2语的简单描述了一遍。秦岭没想到周6的巧遇会引发这样的后续，也意外童贝贝大刀阔斧般的后续处理。秦岭笑了笑，你倒也敢。主要是意外童贝贝处理的方式感觉不像他，毕竟接触下来，秦岭一直觉得童贝贝是个温温和和，不会和人起冲突的性子。童贝贝2手抄兜，耸肩，没办法，如果是小事就算了，这脏水泼我身上，我要没办法在单位里混的，所以必须泼回去，必须闹得动静大一些，让大家都知道。童贝贝只是懒，咸鱼惯了，但不是缩头乌龟。秦岭转头看了童贝贝一眼，忽然从他温和俊秀的外貌性格里又看到了坚毅的一面。秦岭很欣赏，而童贝贝直到回家，直到快睡了，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今晚约在高尔夫球场见面，又刚好见到祝总，恐怕不是巧合。秦岭他好像是在帮自己。童贝贝躺在床上，默默注视着天花板，心底细细的品了品，忽然就有种自己的事不是自己在扛，而是多了个人在替自己分担，不只是分担，而是撑腰。这种感觉
童贝贝觉得分外陌生，毕竟从小到大他都习惯了一个人扛事。母亲去世之后，他更是事事都靠自己。此刻的感受让他心底觉得陌生奇妙的同时，也窜起从未有过的异样，那是暖，心底暖暖的。童贝贝翻身闭上眼睛，他原本只是想要婚姻，想要一个有人相伴相互扶持的家，如今不只是想要，而是开始期待了。次日，鲜少在公共办公区露面的祝总忽然驾临，仲耀辉都吓了一跳，忙不迭的从办公室出来，小心翼翼的跟在旁边。祝总看似闲晃，实则目标明确，走着走着来到童贝贝身旁。童贝贝不好当着领导的面继续看公司章程，提早拉了一个 Excel 表格出来。明明表格上什么都没有，祝总却能笑呵呵的说忙着呢。童贝贝起身，祝总按他的肩，哎，不用起来，坐吧。又格外和蔼的和童贝贝聊了几句，甚至当着众人的面有空去他办公室坐坐。一整个办公区鸦雀无声，但大领导的风向大家感受得一清二楚。于是等祝总一走，办公室短暂的静谧之后，大家对童贝贝一下热络了起来。周围说话的、分享零食的、随便聊几句的数不胜数，好像突然之间就跟童贝贝很熟了似的。童贝贝心底有数，别人招呼他，他也招呼别人，不殷切，寻常的态度，谁都挑不出错。于是有关童贝贝的八卦再不是什么三角关系里的炮灰了，而是住豪宅背后有人。就算有谁私下里再提到童骄重，也演变成了重配不上童，只能退而求其次选交的版本。连仲耀辉都不再单独喊童贝贝进办公室，焦荣都不怎么来这边了。童贝贝一下轻松很多，咸鱼吗？管他是不是塑料童事情，再塑料，能说话能走动比什么都强。鉴于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因为秦岭，童贝贝一直在想怎么感谢。他问闵恒，闵恒没料到短短几天，两人都已经发展到撑腰这步了。电话那头啧啧直叹，又赶忙想了想，出谋划策道，请他吃饭拜。童贝贝觉得吃饭挺没新意的，他和秦岭认识这么久，两人相处的时候没别的，几乎全是吃饭。闵恒，你个呆头鱼，你傻呀？谁让你外面餐厅请他吃饭？他一个大老板，吃过的餐厅酒店比你多不知道多少，你请饭能请出什么花？闵恒，让他来你家吃。解释，这样既能让他了解你，又能拉近你们的关系，还显得你特别有诚意。好主意。于是挂了电话，童贝贝斟酌了一番用词，发消息给秦岭。本来是措辞，让秦岭来家里看看绝育后恢复的不错的牛郎河之女。后来想想，这能算什么理由，便索性直说，感谢之前在祝总面前的帮忙，最近在单位的日子好过了许多，为表感谢，请他来家里吃饭。秦岭，你做饭？童贝贝，当然了。秦岭，好。周六，童贝贝起早去附近菜市场买了新鲜的菜肉鱼虾回家。闵恒特意打了个电话过来关照，你那儿有酒吗？算了。问了个废话，童贝贝根本不喝酒。等着，我给你送来。童贝贝纳闷，吃午饭为什么要酒？闵恒，你们约午饭，是不是还想着吃完了聊聊天？酒是个烘托气氛的好东西。我刚好要去见楚华岩那逼，路过你那儿，顺便给你送一瓶吧。说完就要挂。童贝贝赶忙道，度数别太高。闵恒，放心，红酒。叮咚，闵恒来了。卷发妖冶的小美人也不进来，把酒递进去，靠着门框，懒懒的挑挑下巴，对童贝贝道，怎么样，和那金龟相处的如何？童贝贝拿着手里的酒，挺好的。顿了顿，别这么喊。闵恒就笑，你这还没嫁呢，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闵恒抬手看看时间，行了，不跟你说了，改天来找你。难得见面，童贝贝关心了句，你和楚华岩怎么样了？闵恒已经转身走向了电梯间，
头也不回，潇潇洒洒，还能怎么样？睡着呗。又说，我这不正赶着去睡他吗？走了。10点半，门铃声再次响起，秦岭来了，带了束花，几种花包起来的那种，用来造访做客的。童贝贝接过花，谢谢。秦岭见到了童贝贝的住处，和预想中的一样，很温馨很干净，但远出预料，装修家居整体是暖系色调，一看就是精心搭配过的，处处是生活的痕迹，但摆放的物品十分规整，毫不凌乱。都说家的风格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内心，秦岭通过眼前，觉得童贝贝的内心一定和他的人一样，都很温和。还有2道菜，童贝贝招呼秦岭，随便坐吧，随便看。秦岭抬眼看到沙发旁架子上的宠物笼，走近见笼子里打理得干干净净，窝、爬架、滚轮、水壶、食盆、尿盆、木屑一应俱全。牛郎和织女，一只在踩滚轮，一只在木屑里拱来拱去。秦岭看到他们，笑了笑，转头见童贝贝抱着一个装了水的花瓶出来了，包装纸散开，花束拿出来，一只一只有条不紊的往里插。很快插完，花瓶摆到装饰桌台的中央，搭配出来的美感浑然天成。而童贝贝做这些手到擒来，十分的熟练。摆好花瓶后，又利落的收拾残枝叶片和包装纸，那副垂着眸子神情平和的模样，被秦岭看在眼中，心底真戳了下似的，触动不已。整个画面，这个房子几乎就是他理想中的家的样子。秦岭默默的看着童贝贝收拾好桌子，抬起头来对秦岭浅浅的笑了下。秦岭的心口又被戳了下。童贝贝去了厨房，秦岭跟着走过去，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童贝贝，不用，快好了。秦岭的目光在厨房一扫，和外面一样，整齐干净，大理石台甚至和新的一样，台面光可见人。待到饭菜摆上桌，菜品不但丰富，色香味也皆全，一点不比酒店大厨做的差。说实话，秦岭看得有些惊讶，毕竟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只要有钱，外面什么餐点都能买到，别说一个大男人，家庭主妇都未必能有闲心做这样一桌。秦岭问童贝贝，你很喜欢做饭？童贝贝，宅家吗？咸鱼再爱躺着不动，也不是真的一动不动，饭总要吃的。而童贝贝信奉人是铁，饭是钢这句话，也觉得健康规律的饮食很重要，外加确实喜欢美食，所以平时懒归懒，做饭方面还是下了番功夫的。再者，做饭又不难，比上班容易多了。童贝贝问秦岭，你要喝酒吗？秦岭，有酒。童贝贝，朋友送的。秦岭点头，他不抽烟，但喜欢喝几杯。童贝贝就去想办法开酒了。是的，想办法，因为他不喝酒，家里没有开瓶器，闵恒倒是送了酒，也只送了酒。进厨房，童贝贝从刀架上抽出刀，举着面对摆在桌上的红酒。从哪下手？秦岭进来，看到这一幕，差点笑出来。我来吧。秦岭让童贝贝去拿条干毛巾，厚一些的。童贝贝拿来后，秦岭把毛巾叠起来，垫在瓶底，手握瓶身，用垫着毛巾的瓶底敲上墙。敲了会儿，瓶口的塞子便顶出来一些了，继续敲，又出来了一些。秦岭没敲到塞子出来大半，出来一些之后，他便握住瓶身，徒手开拔。而整个过程，童贝贝帮不上忙，就在旁边干看着。看着看着，他注意到秦岭衣料下那随着臂膀弯曲而拱起的结实的手臂肌肉，以及拔瓶塞时微微隆起的山脉一样的后肩。童贝贝看了一眼，看了第二眼，又看了好几眼，看得心底禁不住想，他不行的，他力气小，太弱了，办不到，家里果然还是需要有个顶梁柱般的男人的。秦岭就很合适。而童贝贝近距离目睹，感受着成年男人那有力的肌肉和浑厚的气场，片刻间莫名晃了晃神，有些脸热地想，男人他也需要的。没办法，
谁叫他都已经27了，还没有谈过恋爱。童贝贝有时候是羡慕闵恒的，闵恒活得自我潇洒又大胆奔放，喜欢谁就追，不喜欢了就踹，前男友活好就直接变成炮友。不像童贝贝，有时候闲鱼起来 DIY 都懒得动手，可年纪摆在这儿了，需求肯定也是有的。童贝贝又往秦岭那儿扫了一眼，见秦岭拔出了红酒的木塞，赶紧收起脑子里那些不合时宜的念头。但也正因此，童贝贝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观察起了这位相亲对象的外在。秦岭伸手柜子里拿出2个玻璃杯，他很高，腿很长，爱穿衬衫，抬起胳膊打开柜子的时候，肩头隆起，意料下的肌肉山丘似的鼓起一块。拿下玻璃杯，秦岭挽起袖口，把常年放在柜子里积灰的2个杯子送到水龙头下洗了洗，再抽纸巾擦干。他袖口下的小臂结实，翻转手腕的时候，臂肌线条流畅而有力。秦岭站在料理台前，肩背微弓，肩膀宽，布料贴着后肩，可以隐约感受到衣服下那些结实的肌肉。往下，窄腰紧臀，2腿修长。童贝贝不动声色的看着，又不动声色的把视线飘开。可外在的话，他也挺满意的。秦岭也满意。吃饭的时候，童贝贝做饭很好吃，家常菜十分鲜美，还特意提前问了他的口味，都是他喜欢吃的。不仅如此，两人吃饭的时候聊得也很轻松愉快，哪怕他们认识时间不久，共同话题也比较有限。秦岭很快发现童贝贝身上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质，说的少，倾听的多，但每次开口说的话都让人很有把话接下去继续说的欲望。气场温温的，性子慢，听人说话的时候格外认真，对话题的专注度很高，回应及时，换谁坐在他对面都会想要倾诉。秦岭不禁问他，你和谁坐在一起都会这样吗？童贝贝不紧不慢的反应了下，意识到秦岭是什么意思，想都没想，回道，不是啊，有时候别人说的话我听着很无聊，也会走神的。秦岭，我说的不无聊。童贝贝，不会。秦岭开始回想他们刚刚聊了什么。童贝贝吃着饭，不紧不慢的解释道，主要还是看人。看人？秦岭挑挑眉，意思就是同样的话题，别人说无聊，我说的就不无聊。童贝贝笑了下，你是相亲对象吗？重点关注。秦岭为这实在坦诚又不失俏皮的回答逗笑了。还真是。其实不止童贝贝对他，他对童贝贝也是如此。相亲，以结婚为目的的相亲，在一次次接触下，发现对方还不错的情况下，他们相互对双方都很重视。既然重视，当然都会或下意识，或特意，或不自觉的流露好的一面。但显然，如果婚姻生活中不只有好的一面。秦岭有意聊起了那些未来可能的不好。我出差很多，如果时间久，10天半个月都可能不会回来。童贝贝点点头。秦岭看过去，到时候你会生气吗？童贝贝想了下，摇头，应该不会。解释，我宅嘛，也有点懒，一个人久了确实会寂寞，不过我挺擅长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做，打发时间的。秦岭，比如？童贝贝，比如过几天我就要把那13只豚鼠兄弟姐妹送去绝育。秦岭笑。童贝贝想象了一下以后自己很闲，丈夫不在家的婚姻生活，我定期练瑜伽，以后时间空了，可以天天安排1到2节课。我还有一些朋友，不想宅家了，就约出来见见面，喝喝茶。打发时间的话，研究菜谱，种种花，发发呆，睡睡觉，都行啊。秦岭听着这些，禁不住想到之前和他掰掉的那位也和童贝贝一样描述过独自在家的婚后生活，说的类似，甚至远比童贝贝的这些丰富多彩，好像一个人也能活出一整个世界一样。但那时候听着，秦岭就觉得很假，知道那位前任不过是为了迎合他，故意把这些说的天花乱坠而已。但如今童贝贝说这些，秦岭就觉得非常真实。秦岭接着道，我们可能会有些矛盾。啊？
童贝贝立马道：会吵架吗？秦岭掉了掉唇角，想起童贝贝之前说自己懒，不善于也不喜欢和人吵架。秦岭不会吵，只是说矛盾。童贝贝慢条斯理道：那正常啊，自己的左右脚走不稳，还会相互绊一跤，何况是夫妻。有矛盾就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聊聊嘛，解决就行。解决的话，要么我们达成共识，要么你退一步，或者我退一步，要么相互妥协。聊到这儿，童贝贝认真的想了想，不过也不一定能顺利解决，有可能婚前没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觉得相互都蛮合适的，但等到真的一起生活，有些矛盾就变得没法解决，也没办法妥协。秦岭顺着这话，如果到时候真的无法解决，也无法妥协，你会怎么办？我啊，童贝贝耸了耸肩，大大方方道：我可能会选择离婚吧。顿了顿，看向秦岭，问：你能接受离婚吗？秦岭却笑了：我也是这么想的。童贝贝，太好了，大家思路一致，万一以后真走到离婚那步，不至于一个要离一个不想离的相互拉扯，怪难看的。而聊到这步，两人之间算是相互坦诚，交代的足够明白了。当天回家，秦岭认真的考虑了一下，发消息给楚怀言：你还了解童贝贝多少？楚怀言一个电话拨了过来：怎么了？了解秦岭立马道：这才几天，你不会是觉得他还不错，想现在就给他提到待定的位子吧？之前楚怀言揶揄秦岭说他的结婚是6部曲：相亲、接触、深入接触、待定，觉得合适，预备，考虑结婚。秦岭之前掰掉的那个从相亲到深入接触6个月起步，到待定这步还有考察式的相处了几个月，怎么到了童贝贝这儿，秦岭还没说什么，楚怀言飞快道：是吧，我就说那个童贝贝很适合结婚吧，老子这辈子阅人无数，他绝对是最踏实最适合结婚的那种。秦岭，我只是想问你还了解他多少？楚怀言：了解呀，肯定了解。你等等啊，给我2天时间。2天说服完闵恒，楚怀言发了一份文档给秦岭，又特意打电话给秦岭，告诉他这里面有些是我打听来的，有些是我特意找人调查来的，你可以看看。秦岭点开文档。另一边，闵恒联系童贝贝：楚怀言那逼跟我打听你来着，我琢磨相亲我都替他安排了，他现在又来打听你，估计是替你那个金龟打听吧。闵恒格外好奇：你先跟我说说你们现在发展到哪步了？前2天他去你家吃饭，酒喝了吗？你喝了吗？他亲你了？童贝贝都没有。闵恒觉得无趣死了，怎么童贝贝咸鱼一条，那金龟也慢吞吞的。闵恒，那你们开始牵手了没啊？不会手都没牵过吧？哎呦喂！童贝贝没搭理这话。楚怀言跟你打听我什么了？闵恒，还能有什么？所有呗。童贝贝心底就有数了，他和秦岭该聊的都聊了，秦岭打听他，估计是在考虑往下一步发展了。果然，没多久，秦岭给童贝贝发了一份他自己的档案。秦岭，看看吧，有什么疑惑的可以问。童贝贝打开那份档案，看完了，没什么可问的，因为那份档案上都是秦岭的生平和个人介绍，这些都是事实。童贝贝觉得自己只要知道就行，不需要去疑惑。当周，秦岭出了趟差，两人没见面，手机联系。周日，秦岭出差回来了，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和童贝贝见面吃饭。面对面坐下的时候，童贝贝还能从秦岭大衣毡的冷霜上感受到对方的忙碌和匆匆，又或者说是迫切。童贝贝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秦岭则在简单的吃了几口饭菜后，开门见山道：我那些你都看了吗？档案？童贝贝点头。秦岭有什么想问的？童贝贝摇头，没有。顿了顿，你有吗？他相信以秦岭的实力和能力，只要想，祖宗18代都能调查清楚。秦岭也摇头。既然如此，
秦岭，我们结婚吧。童贝贝的瞳孔微微放大。秦岭沉着道：你也知道，我今年32了，因为一些原因，这个原因档案上他写了，我想尽早结婚成家。秦岭注视着童贝贝，你很好，我们各方面也都很契合。与其在婚前不慌不忙的见面吃饭，不如结婚，把时间留给婚后，把磨合也留到婚姻里。秦岭，当然，这只是我单方面的提议。如果你……童贝贝忽然笑了，没让秦岭继续长篇大论的说下去，果断回应道：好呀，那就结婚吧。换秦岭意外，你同意？就这么同意了？童贝贝点头，不是你说的吗？我们很契合，把时间留给婚后，磨合也留到婚后。顿了顿，我27了，言下之意，他也不小了，也想早点结婚。秦岭跟着笑了，原来在对决定的认知上，他们也能合得来。秦岭因提议结婚而吊着的一口气瞬间落下，迫切消失，两人这场见面跟平时一样，不慌不忙起来。他们边吃边聊。秦岭，在结婚上，你有什么要求？童贝贝想了想，问：你出房子吗？秦岭，你想住哪套？童贝贝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有些奇怪，120平和380平之间，怎么又让他选了？不是就那套120平的吗？秦岭来了句：如果你有喜欢的房子，新买一套也可以。童贝贝咸鱼茫然，这怎么又变成重新买了？太麻烦了。童贝贝，就那套120平的吧。秦岭，会不会太小？童贝贝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秦岭聊起掰掉的前任，聊起房子，对他说：我实在不能明白2个人住为什么要那么大，请对方给我合理的解释。如果能说服我，住那套大的也不是不行。怎么到了他这儿又变成了120平，会不会太小？童贝贝，小吗？秦岭，我想你喜欢宅，大一点宽敞一点，你会住着舒服一些。才不会。童贝贝心道，只会觉得特别空。童贝贝，就那套120平的吧。顿了顿，或者你愿意住我那套？秦岭，金衡府离我公司太远。童贝贝，那就120平那套吧。反正一结婚他就要辞职了，住哪他都可以。秦岭点头，表示之后会带童贝贝先去看下那套房子，当时是精装交付，装修你如果不喜欢，可以全部敲掉，按照你的喜好装。精装交付啊？童贝贝，先看看吧，如果装修还可以，买点家具家电就行了。秦岭，这些你看着办。童贝贝立马懂了，你很忙，管不了这些，是吗？秦岭，所以需要你多担待一些。到时候你一个人如果忙不过来，我让老张，就是我的司机，帮你跑跑腿。聊完房子，童贝贝，我们要办婚礼吗？秦岭，你想办？童贝贝摇头，他不想，他嫌麻烦，他懒。秦岭想了想，说：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决定结婚，但并不代表我们婚后一定能磨合得来。秦岭理性道：我是这样想的，先试婚1年，如果这1年里我们相处磨合的还不错，我们就继续做夫妇，如果并不好，其中一方或者我们双方对对方不满意，我们就好聚好散。你看行吗？童贝贝想了想，点头，可以啊。1年时间，双方都多努力的去了解去磨合，等同找到工作后的试用期，是个不错的办法。这样的话也刚好不用办婚礼。童贝贝，那我们需要领证吗？秦岭点头，这是要的，出于诚意和对相互的责任。童贝贝认可，好。突然想到什么，问秦岭：你那边需要我签一些婚前协议吗？秦岭有些意外，他根本没想过这些，准确来说是从没在童贝贝身上想过这些。那位前任秦岭是提过让他签署一系列婚前协议的，正因此对方和他闹得不清，闹得最后直接掰掉了。为什么前任要签，童贝贝不用？
当然是因为从第一次接触到今天，童贝贝给人的感觉太温和，太安逸了。他就像他养的那些小豚鼠，浑身只有软毛，毫无攻击力和野心。而没有野心的人，结婚都不带目的，离婚的时候又怎么可能会损害到伴侣的利益？秦岭甚至怀疑，如果最后他们真的磨合的不好，处不来，童贝贝绝对是先跑路的那个，才不会惦记他那些婚前财产。既然如此，有什么好签的？秦岭，不用。童贝贝想了想，那我们只要领证，然后弄房子，搬到一起，就算结婚了。秦岭认真的想了想，是不是觉得有些简陋？简陋？怎么能这么说？童贝贝，很好啊，这就是他梦想中的结婚，一切从简。秦岭看着童贝贝飞扬起的愉悦神色，自己都跟着开心了起来。一高兴，秦岭当场从大衣口袋里摸出钱包，钱包里抽出一张卡，递给童贝贝，房子过2天带你去看，装修和置办的钱从这里出。童贝贝没不好意思，心安理得的接了。秦岭想起什么，又道：你要彩礼吗？童贝贝又开始觉得奇怪了，怎么到了他这儿，总和那位掰掉的前任不是一个规格？童贝贝反问了句：我为什么要彩礼？秦岭，大家都有。都这么说了，童贝贝无所谓道：那你随便给吧。秦岭点点头，那张卡给你吧，里面的钱用剩下的就当给你的彩礼。童贝贝边听边想，他拿了彩礼，是不是还得准备嫁妆？秦岭则拿着手机翻起了日历，几号有时间？我们去把证领一下。童贝贝，都行，我上班的时候空，可以溜出来一会儿，如果时间久，我就临时请会儿假。秦岭高效的敲定了一个大致日期，下周可以吗？童贝贝，好。秦岭想起童贝贝提过他会辞职，问打算什么时候辞？这是一个童贝贝非常喜欢的话题，回答的时候音调都扬了起来，随时眼底都多出了神采。秦岭发现自己和童贝贝在一起总是非常轻松愉悦，禁不住笑问，如果到时候发现合不来要离婚，你是不是还得重新找工作？童贝贝耸肩，自信满满，我会加油的。秦岭喜欢这份自信，他也会加油的。当晚回家，想到马上就要结婚了，童贝贝一时兴奋的穿着拖鞋在家里进进出出的走来走去，还坐到宠物笼旁，对牛郎和织女说，你们马上就要有新爸爸了，开心吗？牛郎和织女在笼子里跑来跑去，童贝贝替他们回答，开心。童贝贝，我也开心，太开心了。开心的临睡前，童贝贝都要把秦岭的那张卡摆在床头，确保次日醒来看到那张卡的时候，明确自己不是在做梦。次日，童贝贝醒来，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转头看床头柜，卡在，不是梦。万岁！去上班，所有人都发现童贝贝今天的心情格外好。有人打探，问童贝贝，小童，今天怎么了？家里发生什么大好事了？童贝贝淡笑不语。周三晚，秦岭带童贝贝去看了房子，也在市里高档小区顶层。进门前，童贝贝还想着一梯一户的高档住宅，房子应该是大平层的规格，怎么只有120平？进门一看才知道，120平那是产证的面积，套内远不止120房子是复式，有2层。1层的室内确实是120的规模，室外有个超大的露台，2层的楼高达到4米多，看起来格外的宽敞。还是江景房，视野毫无遮挡，精装，装修规格高达每平方上万。童贝贝进门，楼上楼下，露台阳台，四处转转看了看，惊讶的嘴巴都张开了。这房子也太好了吧！秦岭倒很淡定，也显然没来过这边几次，和童贝贝一起参观的时候，眼底同样流露着生疏。童贝贝则在参观完后，心底对房子多少有了些概念和想法。他直接对秦岭道，不用重装，挺好的。又问秦岭，
你有什么要求或者想法吗？秦岭一心扑在工作上，几乎不把精力放在这些事上，回道：我都可以，你看着办吧。他们回到1楼，童贝贝用目光描摹客厅，点点头，认真道：家具家电陆续进来，也要有些时间，到时候你想到什么再给我提吧。秦岭：好。童贝贝这时候看向露台，又推开落地窗走出去，细细的打量。秦岭两手抄兜，跟着走出去，转头看看童贝贝，看得出来他的未婚妻对这个大露台非常的喜欢。秦岭没说什么，也没催，由着童贝贝默不作声的看着。只是在看见童贝贝眼底流露着些微光芒的时候，跟着觉得这房子买对了，这露台挺好的。童贝贝或许对这露台已经有了自己的规划，眼底不禁流露出期待。秦岭跟着期待起不久后成型的婚房。童贝贝期待着，神色间带了点温柔的笑意。秦岭看到便也跟着勾唇笑了。看完房子离开，秦岭把带过来的那一大串钥匙都给了童贝贝。进电梯的时候突然问了句：房子要加名吗？童贝贝觉得这个话题也很莫名，为什么要加？童贝贝，我有房，还不止金衡府那套，意思就是不用加。秦岭点点头，又想起什么，秦岭看向童贝贝：明天有时间吗？童贝贝回是：有啊。怎么了？秦岭：去领证。淡定的神色，就像在说明天去哪吃饭似的。童贝贝一顿，过了几秒，温温和和地点头道：好啊。领证的时间定在早上，童贝贝请了半天假。他特意起早，洗完澡后好好把自己收拾了一下，看好时间下楼。原本说好各自去民政局，结果秦岭的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童贝贝意外走向车，车门被推开，秦岭下车走了出来。早。童贝贝早。秦岭注意到童贝贝今天穿了西服，十分正式俊朗帅气，禁不住多看了几眼。童贝贝见秦岭打量自己，边上车边低头看了看自己，问他可以吗？秦岭替童贝贝挡车顶，很好看。童贝贝弯了弯唇角。上车，司机主动打招呼道：童先生早。司机姓张，跟了秦岭许多年，是位有些年纪的大叔，和童贝贝见过好多次了。昨天看房的时候，秦岭特意把司机介绍给童贝贝，方便童贝贝弄房子的时候有人帮忙搭手。童贝贝，老张早。车门合上，老张发动车子，不慌不忙道：这个时间去民政局应该不会堵。又问：现在领证是不是要网上约号？童贝贝：是邀约的。老张：多少号啊？童贝贝：16。老张：这数字好。顿了顿：紧张吗？童贝贝和秦岭对视一眼：紧张？当然不。童贝贝想，他很期待。秦岭坐在后排的另一边，看着童贝贝，莞尔道：不用紧张。童贝贝：他才没有。到民政局取号等候。等的时候，童贝贝挺寻常心的，还好奇的四处看了看，发现周围不少人，很多对穿的都是情侣套装，也第一次知道领证结婚和办证离婚是安排在一起的。他们是16号结婚，15号和17号都是在等着办离婚。秦岭坐在旁边，似乎很忙，一直在用手机处理公务。等到叮咚一声提示16号到几号窗口办理业务，童贝贝心口咚咚一声快跳，边站起来边看了看秦岭，眨眨眼，好像是在确认他没有听错号，又好像是在确认秦岭确实准备和他领证结婚，不是他在做梦。秦岭收起手机，回视童贝贝：是我们。好。右手的五指捏起，摸到了掌心的一层薄汗。童贝贝这才发现自己确实有在紧张。他悄悄看向秦岭。领证结婚，从此之后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法定伴侣、配偶、丈夫了。他不再是一个人了。拍照、填资料、文件签名，整个流程明确又公式化。
一张桌子，半正元坐在里面，童贝贝和秦岭并肩坐在外面。童贝贝看着半正元，秦岭亦看着里面。童贝贝一句话都没说，秦岭也没有。最后，随着啪啪两声钢印戳下的动静，证件办理完毕。半正元将2册红本递出来，平静的恭喜道：“祝贺你们。”童贝贝和秦岭各自接过一本红本，边起身边看着。童贝贝觉得不真实，这就算结婚？就算2个人了？秦岭也有种微妙的恍惚感，独身多年，领证拥有法定配偶，比他以为的还要简单。童贝贝看向秦岭，秦岭跟着回视，两人对视几秒，同时笑了。童贝贝自信乐观，主动伸手道：“秦先生以后多关照。”秦岭和他握了下手。你也是。童贝贝继续握着，笑了笑：“我会加油的。”秦岭跟着笑起来：“我也会的。”回单位，西服口袋里揣着红本，又是心情格外好的一天。连李姐都问：“这么高兴，家里拆迁了？”童贝贝笑。中午，童贝贝从电脑里翻出辞职用的专用文档，沉着而心情愉悦的在固定格式的抬头空行处敲上了自己的名字：童贝贝。下午，童贝贝把电子版的辞职信传入 OA 系统，再打了份纸质的辞职信，主动敲开了仲耀辉办公室的门。仲耀辉见童贝贝破天荒的主动来找自己，惊讶之余还挺高兴的，正要笑，童贝贝把手里的辞职信递了过去。仲耀辉接过，低头一看，愣住了，不可思议道：“你要辞职？”脱口而出：“为什么？”童贝贝沉着的示意辞职信，表示自己有在辞职理由的空格里写。仲耀辉低头一看，辞职理由：结婚。晴天霹雳！仲耀辉不可思议的抬头：结婚？童贝贝已经转身离开了办公室。没多久，童贝贝因结婚而辞职的消息就在办公室里传开了，大家都特别惊讶，纷纷来问。童贝贝淡定的表示：就是这样，没错，结婚辞职。同事 A： 干嘛辞啊？你又不用回去生孩子相夫教子，这么好的工作又有编制，辞了多可惜啊。同事 B： 你和谁结婚了？太突然了吧，都没听说你有谈恋爱。同事 C： 什么时候办酒，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另一边，秦岭因为知道童贝贝要辞职，又怕有编制的工作辞起来比较麻烦，送童贝贝回单位上班后，特意给绿园的祝总打了个电话，明说童贝贝近期可能会申请辞职，请祝总帮个忙，让辞职的过程简单顺利些，别太折腾人。祝总惊讶：辞职？试探的问：为什么呀？笑：不会是秦总把咱绿园的人才都给挖走了吧？秦岭知道祝总在试探他和童贝贝的关系，没兜圈子，直接道：不至于。小童和我结婚了，今早刚领的证。祝总。下午，祝总2度空降童贝贝他们办公室，不但直奔而来，态度也是格外的热情，一口一个小童：小童你结婚了呀？早上刚收到你先生的电话。大喜事啊！辞职了？挺好的。回头我让人事帮你把流程走得快一点，不耽误你新婚蜜月。对了，我们还没有加微信吧？来，加个微信吧。好歹你也是绿园的老员工了，做你上司这么多年，咱俩关系也是可以的。众人竖着耳朵倒抽泣。小童的背景这得多硬啊，结个婚连祝总都知道了，还要特意过来打招呼，加微信。祝总加完微信，像是才发现仲耀辉陪在旁边似的，扭头说了句：小童的辞职函你签一下，人事那边好早点走流程。仲耀辉：好。童贝贝挺开心的，有祝总，他的辞职一定会非常顺利。至于祝总是怎么知道的，只听祝总那句早上刚收到你先生的电话就一清二楚了。童贝贝给秦岭发消息，祝总说会让人事早点帮我把离职办好，谢谢。秦岭：不用道谢。秦岭：作为你的丈夫，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发完消息，童贝贝删掉了秦岭的备注，把秦岭
要加油啊，改回了秦先生。当晚，童贝贝、文文，我结婚啦！闵恒一个电话拨了过来，几乎是吼的：结婚？和谁？你别告诉我是那个金龟。童贝贝揉了揉耳朵，高兴道：是啊，就是秦岭。闵恒，不是，你们怎么想的？才几天你就……顿了顿，当场改口，调到金龟了。漂亮！闵恒，今天才领的。贝贝，你可以啊，牛逼啊！楚怀言那逼上次还说秦岭那前任跟秦岭磨了有2年才走到谈婚论嫁，你这才多久就领证了？贝贝，你都可以出书了。闵恒，请我吃饭，马上就请我吃饭，我要好好给你庆祝一下。闵恒一连串的说完，直接在电话那头啊的叫起来，比童贝贝这个当事人都要兴奋雀跃。童贝贝受到感染，跟着又高兴了一回。另一边，楚怀言，噗！什么？你和童贝贝领证了？9点半，童贝贝举着手机躺在床上，斟酌了一番，他给秦岭主动拨了个电话，一下就通了。秦岭先开的口：小童。童贝贝，是我。顿了顿，扯话题：你还在公司？秦岭，还有点工作。童贝贝很有领证后的自觉，身份一变，当即关心起来：要弄到很晚吗？麓山大厦，秦岭原本坐在大班桌前，听着童贝贝主动的一句关心，他心念一动，放下手里的文件，起身，单手插兜的站定到落地窗前，边目视窗外边，专心回复道：12点前应该能结束。好晚，童贝贝心想。那你忙吧。秦岭，要睡了。童贝贝，是啊。秦岭，睡吧，晚安。童贝贝，晚安。顿了顿，老公。秦岭的心口被那清浅温柔的一句老公轻轻拂过。有祝总罩着，童贝贝就等正式离职了。他开始量房子尺寸，跑家具家电。起先他对房子有什么规划，还会发消息征询一下秦岭，想听听他的意见。后来发现秦岭不是不上心这些，是根本忙到没时间，便索性不再问，完全自己看着办了。周日，闵恒有空，约了童贝贝一起逛家具城。童贝贝手握秦岭的黑卡，逛的都是高档家具。闵恒陪着一起，顿时有种扬眉吐气之感。闵恒伸手大大咧咧的搂住童贝贝，好奇：哎，秦岭给你的卡里面到底多少钱啊？我要是陪你买几件上百万的家具，不会把卡爆了吧？童贝贝惊讶，为什么要买上百万的家具？他只是在买好的、合适的，又不是专门在挑贵的，哪需要这么多钱？闵恒，我就是好奇，一个身价亿万的大老板能给多少预算吗？哎，到底多少？童贝贝，我不知道。闵恒，他给你，你不问，好歹去 ATM 机查一下余额吧。说到 ATM 机，刚好不远处就有一台安置在商场里的。闵恒，走。童贝贝，别查了，肯定够。闵恒，看看吗？我好奇。童贝贝最终还是插卡查了，输密码的时候，闵恒眼观鼻鼻关心，点查询，闵恒的脖子都拉长了。ATM 终端的屏幕上跳出余额界面，数字的位数果然很长，个、十、百、千，一位一位默数下去，数到最后1000多万。闵恒瞪眼到抽泣，看童贝贝，他一上来就给你这么多钱。童贝贝也到抽泣，这么多，还说弄完房子剩下的给他做彩礼。童贝贝，他全副家当拿来做陪嫁也没这么多。童贝贝从 ATM 机里抽出卡，闵恒听说还有彩礼这档子事，更惊讶了，剩下的都给你。我的妈啊！臂弯勾住童贝贝的脖子，雀跃道：我就说这是个金龟吧。童贝贝震惊过后，对秦岭给他这么多钱反而没什么感觉，也没想法。他咸鱼嘛，咸鱼能有什么心思？只是想秦岭确实有钱，也很大方。两人逛着家具城，
童贝贝按照他对房子的规划，耐心的挑选家具。到5楼卖床的区域，童贝贝认认真真挑起了床。而床这东西还真只能挑贵的买，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外加他比较重视睡眠，秦岭又声称要么不回家，回家就是休息睡觉。既然如此，童贝贝也不选什么性价比高的，实惠的。进店，店员询问有什么需求，他直接言明需要最好的。逛了几家，很巧碰见了也在买床的焦荣。闵恒不认识焦荣，起先光顾着看床了，没留神这人，童贝贝只当没看到。焦荣却瞄了两人好几眼，误以为闵恒就是童贝贝的新婚丈夫，默默扫过来好几眼，眼神里满是探究。闵恒抬眼注意到焦荣在看他们，碰了碰童贝贝，问：你认识？童贝贝低声道：就我跟你提过的那个，想要潜规则他的领导的未婚妻兼老冲他翻白眼的公司同事。闵恒的脾气噌一下就上来了，他径直冲焦荣那边走，扫了眼焦荣在逛的床，又看了看床的价格，不冷不热道：这也太便宜了吧。焦荣喝出一口闷气，装模作样递上钱道：这不是小童吗？听说小童结婚了，你就是小童的老公吧？闵恒语气傲慢：我是他朋友，她老公大老板，忙得很。大老板？嘀咕：谁老公不忙啊？闵恒看着床，随意的口吻，语气悠悠：你老公就不忙啊？平常多的是时间喊下属进办公室聊天谈人生吗？你闵恒，你什么你？有没有礼貌啊？焦荣切齿：我不认识你。你跟我说什么？闵恒，你先跟我搭话的好吧？焦荣扭头：童贝贝，你朋友就是这样没素质的吗？闵恒上去就要给焦荣的脑袋一巴掌，说谁没素质？童贝贝没听见，还在挑床，刚好挑中了一张，示意营业员：就这张吧。营业员惊喜之余有些惴惴：先生您确定？这张78万。童贝贝点点头：确定。焦荣闻言瞪起了眼。童贝贝买78万的床？78万？闵恒从焦荣旁边走过去，肩膀顶了焦荣一下，声势浩大的扬声道：78万就78万，也不是什么大钱，去开单吧。营业员笑的嘴巴都咧开了：好，您二位稍等。焦荣不信，绝对是糊弄人的，打肿脸在这充胖子呢。他倒要看看童贝贝有没有胆子去付款。结果根本不用童贝贝跑去结账的地方，这么大一单生意，营业员直接去付账的地方把工作人员喊过来了。童贝贝拿出卡，就站在店里，当着众人的面把卡刷了。结账单滴滴滴的从机器里吐出来的时候，焦荣脸都黑了。童贝贝没留神焦荣，付完钱说了句不便宜。闵恒故意扬声道：是不便宜，反正你老公买单呗，谁让你老公有钱还随便你花。焦荣床都不买了，一声不吭的走了。闵恒和童贝贝走出店，闵恒出了口恶气般的说道：对付这种人就得像我刚刚那样。童贝贝懒到只想直接忽略。什么焦荣生荣熟荣的，反正以后连同事都不是了。逛了也有一会儿了，童贝贝把焦荣抛到脑后，看看时间，我们去喝点东西吧。闵恒：好啊，走。后面那一周，童贝贝只要在单位，总能十分巧合的遇到焦荣，同乘一部电梯。焦荣抬起左手捋右侧的鬓角，其他人都看到他左手无名指上的大钻戒了，童贝贝没注意。迎面走来，焦荣解开外套的纽扣，装作不动声色的露出里面几万一件的毛衣，童贝贝依旧没注意。就算注意到了也没用，他不用奢侈品，包都不认识几个，何况是毛衣。下班去地库，童贝贝走向他那辆二手飞度，焦荣的保时捷就停在一旁。保时捷的一对前车灯闪了闪，焦荣的步子迈得趾高气昂，童贝贝没看车也没看人，上车利索的开车走人。焦荣这一整周的内心活动都异常丰富，我也有钱，穿名牌，戴名表，开豪车，童贝贝看到了吧？他肯定看到了。
78万买张床有什么了不起？童贝贝的内心也很活跃，辞职手续办好了吗？还要等几天啊？冰箱和空调明天是不是要送过来了？一个组合柜怎么装了2天还没装好？老公好忙，又出差了呢。周日，秦岭出差回来了。飞机落地的时候已经晚上7点多了，坐车到市里都已经近9点了。秦岭和童贝贝一直有手机联系，秦岭下飞机的时候发消息给童贝贝，童贝贝发过来一条语音，让他早点回家休息。秦岭原本是要直接回去的，点开语音，听到童贝贝那温温和和又带着些懒散的调子，心念一动，按住语音键，手机举到唇边，睡了吗？童贝贝，还没呢。秦岭示意老张掉头，不回家了，先去金衡府，今天稍微晚点睡。我给你带了东西，等会儿拿给你。童贝贝，还有多久到？我下楼等你。秦岭，不用下来。但等车子在楼下缓缓停靠住，童贝贝已经在等了。看见熟悉的车身，童贝贝从1楼大厅推门走了出来。秦岭下车走过去，不是让你别下来的吗？童贝贝，你说给我带了东西，我想我下来方便，你拿给我就能直接回去休息了。楼外的路灯不暗也不算亮，1楼大厅的灯光映照出来，为2位新婚伴侣照亮了楼前台阶上的这段路。童贝贝见秦岭空着手，纳闷给他带了什么。秦岭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其实秦岭在来的路上就设想过该怎么把盒子里的那个东西拿给童贝贝，直接连盒子递过去显得没诚意，把盒子打开取出里面那样东西又似乎显得过于正式。总而言之，他要拿出来的东西，马上要做的这件事，似乎无论如何都和眼下的场景氛围完全不搭。但等见到童贝贝，看着年轻的伴侣出于为他的考虑特意下楼等他，秦岭心底不纠结了。他打开盒子，从盒子里取出了戒指，同时接过童贝贝的左手，边低头将戒指给童贝贝戴上，边平静的说道，虽然没有婚礼，但戒指还是要有的。童贝贝低头惊讶的看着秦岭为自己戴上一枚素圈的铂金戒指，戒圈从无名指的指尖缓缓滑向指根。戴好后，秦岭用左手托着那只戴上戒指的手，拇指的指腹在戒面轻抚了下，抬眼，语气和神色无不郑重，是我自己挑的。童贝贝带着意外看看戒指，回视秦岭，谢谢。秦岭松开童贝贝的手，抬起左手，手背向上，低头看了眼，童贝贝跟着看过去，发现秦岭的手上也戴了戒指，和他的一样，是对戒。童贝贝回视秦岭，感受着无名指根部的那一圈，忽然又有了领证之初的那种真实感及喜悦，也有种小船摇摇晃晃抵达岸边的依靠感。他喜欢这些感觉。心念一动，童贝贝脱口而出，要上去坐坐吗？秦岭愣了一下，童贝贝立刻反应过来，这话不对。现在这个时间又是在戴上戒指之后，这么说就好像在暗示邀请什么似的。童贝贝连忙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秦岭挑挑眉，那个。童贝贝赶紧补救，我就是问你要不要上去喝杯茶。好吧，这跟上去坐坐有什么不同？童贝贝再次补救，你早点回去休息吧。秦岭笑了，一时没忍住，故意逗了逗他新婚的伴侣，问，不是要让我上楼的吗？童贝贝，太晚了。秦岭继续逗，还故意抬手看了看表，道，不算特别晚。童贝贝犹豫了，征询的问，那你想上去？神色认真，好像如果秦岭真的想上去，他就让他上去一样。秦岭又笑了，不逗了，是很晚了，不上去了。心念一动，抬手，掌心在童贝贝发顶抚了一下，我走了。童贝贝眨眨眼，秦岭的唇角轻轻的掉了下，晚安，老婆。次日，周一，童贝贝带着戒指去上班，办公室的同事看到了，立刻有人认出，这牌子超贵的。不懂的人问，多贵啊？
比焦荣那个大钻戒贵多了。童贝贝不在意什么贵不贵的，戒指只是象征他已婚的身份。他如今满心只有一个念头，离职什么时候办下来。但大半个单位都因为他这枚戒指激动起来了。焦荣骚包骚了这么久，从前的焦同仲大男主，人生赢家，现在却连个婚戒也比不上人小童。用私下里大家八卦的话就是，那么大的钻，结果还比不上人小童一个素圈来的贵。白炫了这么久，笑掉大牙。大家平时都在单位，有什么风吹草动一清二楚，也看得门清。焦荣不是自恃家里亲戚在总公司做高管，未婚夫又是前途无量的经理吗？可都这么久了，也没见咱祝总有什么表示啊。再看看人小童，辞个职都有祝总帮着鞍前马后，这找的老公谁强谁弱，一目了然啊。哎，小童她老公到底什么背景啊？大家都很好奇，便时不时有人委婉的打探几句。童贝贝口风一向紧，对私生活几乎闭口不谈，谁也没打听到。还是祝总那儿露出了些风声，说童贝贝的老公是和他们单位有合作的某个甲方公司的大老板。消息自上而下，从里到外的一传，如今换谁见了童贝贝都要高看一眼，哪怕他马上就要离职了。这日，童贝贝坐电梯，电梯停下，其他人都下去了，只剩他一个。仲耀辉走了进来，梯门合上，只有他们。童贝贝没任何神情，仲耀辉却表现得一脸不自在，还抬手摸了摸鼻子，心虚的扭头看了同乘电梯的童贝贝一眼。你的辞职函我早就批了。仲耀辉此地无银300两的说了一句。童贝贝听到了，嗯了一声。仲耀辉又抬手摸了摸鼻子。那个，仲耀辉提起之前总喊童贝贝进他办公室，我之前还是挺欣赏你的工作态度的。仲耀辉，把你叫去我那儿。楼层到，电梯门打开，童贝贝就像没听到似的，径直走了出去。要说仲耀辉之前对童贝贝没想法，那真是才怪了。仲耀辉其实就是想泡童贝贝，奈何童贝贝软硬不吃，怎么都不肯就范。后来又来了个格外殷勤、会来事的焦荣，仲耀辉才把大半的注意力都转到了焦荣那儿。事实上，哪怕已经和焦荣谈婚论嫁了，在单位看到童贝贝，仲耀辉心底还是挺骚动的。用那句老话，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在仲耀辉心底，童贝贝就是那个得不到的最好的。所以知道童贝贝结婚了，还要辞职，仲耀辉心底是1万个不乐意的。按照他的想法，他和焦荣订婚了又怎么样？就算结婚，也不妨碍他对童贝贝有意思。直到祝总连着2次空降，还对童贝贝关照有加，他才回过点味儿，意识到童贝贝他是碰不了的。仲耀辉，算了，长得好看的多的是，不缺这一个。仲耀辉理了理领带，何况他和焦荣的订婚宴在即，暂时也得收收心了。想到焦荣，想到焦荣背后那位在总公司颇有权势的表姨父，仲耀辉的眼底闪过从容不迫的自信。焦荣和童贝贝，他当然只会选择在事业上可以帮到自己的那个。至于童贝贝，仲耀辉心底轻斥，高价了又如何，娶回去当个花瓶？男人都喜欢好看的，他能不知道？说到底，这世上从来只有跟他一样克制得住本能、会做选择的男人才能走得远、站得高。等着吧，他以后还真要看看童贝贝那传闻中的老公到底有多厉害。结果一转眼，订婚宴上，仲耀辉就见到秦岭。来，小仲，带你认识一下，这位就是陆山的秦总。焦荣的表姨夫含笑引荐道。陆山家大业大，商圈新贵，仲耀辉自己就是做地产的，能不知道秦岭吗？他赶忙热络的打招呼，神情间无不带着恭敬和恭维，姿态之低，隐约有些点头哈腰的意思。另一边，焦荣惊讶的看着童贝贝，你怎么在这儿？童贝贝眨眨眼，他今天是跟着秦岭来的，说是朋友家孩子的订婚宴。此刻看到焦荣，他一下反应过来，今天这订婚宴的主角不会就是焦荣和仲耀辉吧？童贝贝，那可真是太不幸了，早知道他就不来了。自助餐台旁，
童贝贝端着手里的鱼子酱，无声又无语的回视焦荣。焦荣看着童贝贝，火气噌一下就上来了。他以为童贝贝故意的，左右看看，见无人注意到他们这里，几步走近，压着声音，切齿的磨牙，问：“你什么意思？故意来捣乱？”童贝贝顿时觉得手里的鱼子酱都不香了。故意？他故意什么？故意一声不响的过来参加订婚宴，在这大喜的日子里给两位新人触眉头。他们两路人到底谁给谁触眉头？童贝贝没搭话，脚尖转了个方向。焦荣哼了声，高傲的低声道：“行啊，来就来吧。招待了这么多人，还嫌多一个童贝贝吗？”焦荣无不得瑟的说道：“我这订婚宴还行吧？6星酒店最大的厅，请的人非富即贵。”跟着凉飕飕的问：“你不是都结婚了？老公是大老板吗？怎么我看你连个喜糖都没有啊？请柬呢？酒席呢？不会除了戒指这些都没有吧？”焦荣说着，抱起胳膊，抬着下巴，高傲的哼了一声。童贝贝没理他，神色如常的转身。焦荣觉得一拳头又砸在了棉花上，火气瞬间又起来了，抬手就要在童贝贝的肩上搡一下，倏的，表一副爽朗的笑声由远及近。焦荣赶忙敛起神色，端出微笑。表姨父不是独自来的，身边领着仲耀辉，还有一个焦荣没见过的男人。焦荣见那男人眉眼深邃，气宇轩昂，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心里疑惑。仲耀辉端着手里的香槟走近，附耳低声：“是陆山的秦总。”焦荣。焦荣正要含笑打招呼，眼一抬，却见那位秦总谁都没理，反而走向了童贝贝。童贝贝和秦总就好像认识似的，两人站得很近，脑袋凑着脑袋，视线相交。两人不知低声说了什么，秦总抬眼，唇边浮着笑意的看着童贝贝，童贝贝一抬眸，含笑回视。焦荣耳边传来仲耀辉的低喃：“他怎么在？”焦荣也是满脸疑惑，童贝贝认识陆山秦总。表姨父这时笑了笑，收回看向秦岭那边的目光，为两人解惑道：“哦，那位是秦总的太太。别说你们，我一开始也吓了一跳。太太，太太，童贝贝和陆山秦总，秦总就是童贝贝的老公。”焦荣和仲耀辉同时瞪眼看过去，齐齐震惊。秦岭带着童贝贝走近，见这对订婚宴的主角面露惊愕，秦岭主动介绍童贝贝道：“我太太也是绿园的员工，不过最近要离职了。”童贝贝没看两人，礼貌的回视了表姨父一眼，表姨父对他笑笑，举了举手里的香槟，以示敬意。表姨父也是率先开口的那个，很给秦岭面子。秦总金屋藏娇啊，以前从来没听说你结婚，也从来没见过你太太，今天真是狠狠吓了我一跳。秦岭刚领证，还没正式公开。表姨父：“哦，这么说我是最先知道的。”秦岭：“必须。”表姨父听得很开心，握着香槟哈哈直笑，继续和秦岭聊着。旁边仲耀辉和焦荣的脸色都很不妙，只是各自不妙的不太一样。仲耀辉：“童贝贝的老公是秦岭，那他想泡童贝贝的事，秦岭知道吗？秦岭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有什么后果？会不会告诉焦荣的表姨夫？”焦荣：“难怪童贝贝住金恒府，坐豪车，随便买张床就近100万。童贝贝怎么认识秦总的？秦总怎么会看上他？这种狗屎运怎么就落到童贝贝头上了？”两人各怀心思，各自惴惴。不过有一点非常统一，再看向童贝贝，两人的眼神要有多酸就有多酸，酸的都能拿来泡恩弹鸡爪了。两人再一对视，相互又从对方的眼底看到了各自根本不想看到的内容。焦荣：“怎么心心念念的人嫁了富豪，很遗憾？”仲耀辉：“别没事找事。”焦荣：“我没事找事。到底是谁现在都没放下童贝贝？”仲耀辉：“你有病。”焦荣：“仲耀辉，
对这些，童贝贝一概不知。他只是感叹世界之小，这第一次以妻子的身份跟随秦岭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他根本不想出席的场合。好在秦岭只是待了一会儿，便带着他离开了。这场订婚宴留给童贝贝的记忆，最终只剩下这家酒店的鱼子酱很好吃，没有别的。这日午饭后，人事的同事过来了，找到童贝贝，热络又客气的表示离职手续走完了，把电脑交了，你今天就可以收拾收拾了，还格外贴心的递过来2个空纸箱。童贝贝根本不需要纸箱，电脑一交，抽屉拉开，取出简单的几样物品，起身走人，头也没回的离开了。新生活，万岁！离职不上班的第一天，不用早起，童贝贝睡到9点半才醒。醒来后赖在床上，张着手脚，好好的伸了个又大又长的懒腰，爽！起床后，童贝贝不紧不慢的洗漱，弄吃的，又不慌不忙的给自己泡了杯红茶，端着走到客厅落地窗前，边喝边晒太阳。晒着晒着，童贝贝闭上眼睛，尽情的感受这份悠闲，太舒服了，舒服的他浑身每个毛孔都轻松惬意。中午，童贝贝简单吃了些，反正没事，也不用上班，他躺在沙发上玩了会儿手机，又闭眼小憩了20分钟。下午，他去了婚房那边，大家电都安装的差不多了，家具也在陆陆续续入场。他不紧不慢又不失效率的继续逛家装城，东西买，累了就找个店坐下来喝喝茶，刷刷手机，再不用整天闷在办公室，更不用朝9晚5，时间随他支配。这么轻松惬意的过了1周，肉眼可见的，童贝贝的气色变好了，俊朗的模样里增添了闲适，气质神态都变得更温和，更明媚了。秦岭看在眼里，明白他年轻的伴侣为什么执意要辞职了。而童贝贝心情好，气质佳的样子也反过来影响了他。秦岭进来一见童贝贝就觉得放松，工作的疲惫和压力都得到了缓解释放。时间一晃，年末，秦岭更忙了，忙得平时只能和童贝贝通几通电话，日常不在，整天飞来飞去。童贝贝一个人也挺惬意的，还很充实，房子经过他1个多月的收拾，总算快要收尾了。眼看着快过年了，童贝贝开始置办年货，打扫卫生，做一点可以速冻起来的吃的。他做了不少，分了一些给闵恒，又分了一些给一直帮他搭手弄房子的司机老张。老张的家不在本地，年前就要返程回家乡。他见童贝贝给他分了这么多吃的，还多是肉类，格外不好意思的说道：“我本来还要买点带回去的，你送我这么多，我都不用去超市了。”童贝贝笑：“这不是刚好吗？”老张来拿年货的，和童贝贝站在楼下聊了会儿天，聊到过年，老张突然叹了口气，也不知道秦总今年过年回不回得去。童贝贝觉得这话有点怪，什么叫回不回得去？难道还能有什么阻止秦岭回家过年吗？老张压低声音说悄悄话的架势：“我跟你说啊，还不是因为秦总之前那个吗？”那个？老张就之前准备结婚那个啊，前任啊。前任怎么了？老张，去年过年秦总没回家，秦总他爹从乡下上来过年的，你猜怎么着？秦总他爹不喜欢秦总找的那个，说那个人妖里妖气，反正都不是什么好听的话，父子俩就闹得不是很愉快。啊，这样啊。童贝贝的指腹刮了刮无名指上的戒指。老张也是好意，反正秦总他爸那边，你以后可能要多担待了。转头和秦岭通电话，童贝贝问起过年。秦岭，年前我们刚领证的时候，我回去过一次，最近太忙了，今年过年不准备回去了。童贝贝以为秦岭的爸爸还是像去年那样来城里过年。秦岭道：“去年闹得有点不愉快，他今年也不打算过来，我弟到时候会回去陪他过年。”这样啊。童贝贝，那你过年还出差？秦岭笑：“我倒是想，可没人会陪我除夕夜年初1的耗着，大家都要过年。”既然如此，童贝贝，那我们一起吧。当然，秦岭原本就是这么想的。
秦岭，我尽量赶在除夕夜之前回来。童贝贝，好。除夕夜前一天，小年夜。叮咚，秦岭到了。童贝贝打开门，眼一抬，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束纯白的玫瑰。他愣了下，秦岭递给他。童贝贝接过，看看怀里的玫瑰花，神色间带着惊讶。过了会儿，惊讶转变成一点羞赧，怪不好意思的。童贝贝，谢谢。他还是第一次收到玫瑰。秦岭也是第一次送人花。进花店的时候，花店老板问他需要什么，送给谁。秦岭说送给老婆。老板推荐了红白蓝3种玫瑰，秦岭最终挑了白的，主要是觉得童贝贝温温和和的，和白色很称。如今一看，果然很称，还很巧，童贝贝今天穿了深米白色的毛衣，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花，都很配他。秦岭还带过来几瓶红酒，都是他原本放在家里私藏的。童贝贝见他带了好几瓶，放花的时候随口道了句太多了，秦岭，没想今天都喝完，剩下的放你这儿。童贝贝就给秦岭找了个半空的柜子，放那几瓶红酒。秦岭把红酒放进去的时候，发现那柜子里存的都是童贝贝囤的干菌、干木耳、酱油、料酒什么的。莞尔道：“你要是做菜的时候需要红酒，刚好有了。”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开瓶器，也跟着放了进去。童贝贝拉开琉璃台下的一个抽屉，摸出一个崭新的开瓶器，我也买了。两人相视而笑。午饭随便吃了点，吃完，童贝贝打开客厅的投影机，准备了点零食。秦岭找出杯子，开了瓶红酒，两人坐在一起看电影，悠闲又放松。看着看着，可能是红酒的作用，也可能是生物钟作祟的关系，童贝贝歪在沙发上睡着了。秦岭因为工作忙，向来没什么午睡的习惯，可今天不知是过于放松的关系，亦或者是受到了年轻伴侣的影响，没一会儿也跟着闭上了眼睛。就这样，客厅的窗帘拉着，室内暗沉，幕布上投放着的电影。沙发上，童贝贝歪靠着枕头，半躺半坐，秦岭微仰着头，闭目靠着沙发靠背，幕布上的光时不时反射在两人静睡的面孔上。沙发旁的宠物笼里，牛郎和织女在爬架上拱来拱去。无比闲适的半个下午就这么过去了。秦岭睡得格外沉，连梦都没有。一觉醒来，睁开眼，身前腿上搭了条毛巾被，抬起手腕看表，竟然已经4点多了。他身边没人，投屏的电影也暂停了，只有茶几上2个还没收起来的红酒杯，告示着不久前他们确实坐在这里看了会电影。醒了，童贝贝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秦岭扭头，见童贝贝手里端着果盘，还有一个碗。秦岭舒展肩膀，伸了个懒腰，睡着了。何止是太好睡，太舒服了。童贝贝把果盘放到茶几上，手里的碗递给秦岭，刚炖的。秦岭接过，是他们看电影之前童贝贝炖的梨汤，汤汁浓稠，有淡淡的梨香味，汤面缀着几粒橙红色的枸杞，古瓷碗的边沿搭着一只白色的勺子，色香味俱全，真叫人胃口大开。秦岭拿起勺子的时候，童贝贝又打开沙发旁的小音响，拨了首只有调子没有词的老歌。这一瞬间，秦岭突然就想认，这才叫生活。以前的忙忙碌碌，只能叫活着。秦岭醒着神，喝着梨汤，听着曲子，感受着午后的温馨散漫，一时过于惬意，直接抬脚搁上了茶几。童贝贝转头，秦岭赶紧把脚收下去。童贝贝抱着果盘在一旁坐下，2只脚一起翘上了茶几，交叠起来，轻轻的晃了晃，别提多惬意了。察觉到秦岭收脚的动作，童贝贝边吃水果边道：“没关系，翘着吧。”又说：“这么大号的茶几占了这么贵的1平半，东西都放不了几个，不用来翘腿，实在浪费。”秦岭便心安理得的翘了。楚怀言发消息过来，问他在干嘛的时候，秦岭拍了张端着梨汤，脚翘在茶几上的半身照给他。秦岭在老婆这儿。楚怀言：“靠，楚怀言，你别告诉我你手里
那碗东西是童贝贝做的。也别告诉我那碗东西是童贝贝亲手端到你手上的。你从头到尾除了张嘴吃，脚趾头都没动一下。秦岭，是啊，还有老婆给端的水果，这是老婆给我包的砂糖橘。秦岭看着占了半屏幕的点点点，无不嘚瑟的继续道：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秦岭，我有老婆吗？又是半屏幕的点点点。楚华言，那你有性生活吗？楚华言，哼。秦岭没理这话，又发过去一张照片，这次是一条温热的毛巾。秦岭，吃完了，老婆给递的擦脸擦嘴的毛巾。哦，为什么要擦脸？因为刚在老婆这儿睡了个午觉，舒服。楚华言一个电话拨了过来，气得在电话那头跳脚，嘚瑟什么？你现在能这么舒服，这老婆不还是我帮你找的？秦岭，要我谢你吗？楚华言，当。秦岭，谢谢。9点多，童贝贝送秦岭出门，两人走到门口，秦岭没让只穿了居家服的童贝贝出来，外面冷。童贝贝站在门内，冲他挥挥手，明天见。秦岭说着明天见，一只脚的脚尖也转了方向，人却没立即走，还站在门口侧身看着童贝贝。童贝贝，秦岭还看着童贝贝，神色认真，等着什么的姿态。童贝贝更疑惑了，怎么？秦岭垂眸，伸手牵住童贝贝的一只手，轻轻的捏了捏。童贝贝懂了，他们不是朋友和朋友，朋友送朋友，他们是夫妇，是伴侣，是新婚的一对。既然如此，分别的时候自然不该只说再见。童贝贝不太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他于是也就着被握的姿势，反过来捏了捏秦岭的手，路上慢点。这样应该算够亲密了吧？当然不够。秦岭把宋向一侧的脚尖收了回来，面朝童贝贝，微微轻身，空着的另一只手伸过去，很轻的抱了下童贝贝，早点睡，这样才够。童贝贝在秦岭轻身的瞬间一下屏住了呼吸，被抱住时，两人面对面，前肩相抵，脸颊靠近，童贝贝的鼻尖下尽是男人身上清冽的味道，耳畔触着男人低沉的嗓音和随着说话吞吐的呼吸。晚安。童贝贝说着，脸颊和耳朵微微发烫。晚安。秦岭直起身，在看到童贝贝发红的耳朵的时候，唇角不自觉的吊了起来。秦岭走了，童贝贝合上大门，一关上，他就背靠在门边，手捂在心口，用力深呼吸了几下，耳朵比刚刚还要烫。没办法，谁叫他从没和同性这么亲密过，活到27，甚至都没谈过恋爱。第一次吗？童贝贝忍不住回味了下，想起秦岭身上好闻的清冽干燥的味道，还有秦岭抱他10手在他腰侧后背轻轻一搭，感觉还挺好的。是挺好的。童贝贝偷偷笑了下。深夜躺到床上，童贝贝想到秦岭，想起他们新婚，他翻了个身，枕头边拿起手机，突然想到最近忙着弄新房，差点忘了他和秦岭之间除了生活习惯等等各方面的磨合，感情也是需要一点点培养起来的。他忘了，没顾上，幸好秦岭还记得。童贝贝又禁不住回味了下不久前的那个拥抱，回味的过于细节，童贝贝暗嗔，想什么呢？真是一个人太久了。他解锁手机，给秦岭发消息，我睡了，老公晚安。秦岭，晚安老婆。次日，童贝贝起床，手机上已经有了秦岭的消息，早。童贝贝，早。秦岭，刚醒。童贝贝，是啊。看看时间，8点半，正是童贝贝辞职后养成的生物钟时间。童贝贝，你很早就醒了。秦岭，没有很早，正常时间7点，那还是挺早的，今天又不用上班。童贝贝心说。童贝贝起床洗漱，弄早餐泡茶，期间有一搭没一搭的拿手机和秦岭聊着。吃完早餐，童贝贝原本和往常一样站在阳台晒太阳，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挪到了衣帽间。等他回过神，人已经站在镜子前换了2、3身衣服。童贝贝看着镜子里
问自己干嘛呢？过除夕又不是出门去约会。童贝贝回视镜子里的自己，自问自答，要培养感情吗？还不是和约会差不多。可以，就这身了。再一想，衣服都特意换了，不如出门。他发消息给秦岭，秦岭问他去哪儿，童贝贝随便逛逛吧。秦岭好。秦岭开了辆路虎过来接童贝贝，童贝贝上车坐进副驾，秦岭转头看他，边看边发动车子，结果看了一眼，看了第二眼，又看了一眼。童贝贝，秦岭牵动唇角，没什么，只是觉得今天的秦太太格外好看而已。秦岭边开车边问家装城。童贝贝好啊，刚好还有点小电器没买。他原本打算年后网购，今天既然有时间逛街，秦岭刚好又在，索性直接买了。到了家装城，两人一起逛着。童贝贝决定买什么，秦岭负责回答哪个好看，几个里面选一个，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期间，秦岭发现童贝贝对生活很有想法，童贝贝一发现秦岭待人做事极有耐心，两人搭档的不错，算是在这个过程里相互又有了一点了解。只是除夕夜的商场人少得可怜，毫无逛街的气氛可言。两个大男人奔着买东西来的，逛着逛着，才小半个上午而已，东西就已经买的差不多了。童贝贝站在商场，不得不开始考虑等会儿去哪儿，再逛逛，还是直接回去了。回去的话，还是他们两个，着实没什么事。在外面的话，今天除夕夜没人没气氛，他一时还真想不到该去哪儿。要不去看场电影？童贝贝正要转头问秦岭，紧挨着他的身后突然挤过来几个搬运大玻璃的工人，工人提醒着借过小心，眼看着就要碰到童贝贝，忽然肩膀被搂住，一道不容抗拒的力气带着他轻轻一个转身，顺利避开的同时，人撞上了秦岭的胸口。秦岭搂着童贝贝，小心。童贝贝愣了下，抬眸，和秦岭的距离一下拉近到咫尺间，呼吸相触，胸口相贴，碰撞的视线因为距离的过近牵扯出丝丝暧昧。童贝贝赶忙错开目光，秦岭倒很镇定，不但没移开视线，还垂眸，飞快的在童贝贝唇上扫了眼，继而收回目光，莞尔道：你身上好香，喷了香水。童贝贝的眼神飘了几下，没，嗅了嗅鼻子，说可能是洗衣凝珠的味道。秦岭还维持姿势，继续把人搂在身前，又问还逛吗？距离太近，童贝贝也闻了秦岭身上那干燥清冽的味道。他回视了眼秦岭，再次错开目光，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吧。好。秦岭说着，搂肩的手滑下，改在童贝贝后背搭了一下，像情侣间一个很自然的亲密的小动作，又像是在安抚。童贝贝脱离这个半搂的拥抱，正要松口气，刚抬步，手就被秦岭牵住了。童贝贝落后半步，怔了怔，看看秦岭，又低头看看两人牵着的手，一方面觉得挺突然的，一方面又想幸好秦岭主动牵手啊。童贝贝的唇角不自觉的翘了翘。这么一来，也不用管什么有人没人，回家还是继续逛了。牵手才是重点嘛。两人就这么牵着手，附近找了个餐厅坐下吃饭，吃完继续手牵手的乱逛。秦岭其实不会逛，他这小半辈子一半时间在读书，剩下时间就是在赚钱了，逛街对他来说是件毫无经验的事。幸而童贝贝很会逛，离开家装城，两人在附近找了个商场逛小商品店，童贝贝看到什么有趣的就拉拉两人牵着的手，示意秦岭看，再给秦岭描述一下那件东西以后可以放在婚房的什么地方，又有什么用处。逛服装店，童贝贝一只手被秦岭牵着，一只手在衣架上挑衣服，看中的喜欢的拿出来对着自己身上比划一下，再举到秦岭身前比一比。秦岭喜欢就买。童贝贝把衣服放回去，牵在一起的手轻轻晃了晃，不出服装店，告诉秦岭，逛街的乐趣不是买，是逛，打发时间。秦岭转头看着童贝贝问，不是都说人生的乐趣就是买买买吗？
童贝贝脱口而出：“可买了就要拎袋子啊！拎袋子就需要多余的手，他们现在哪里有多余的手？”秦岭起先没反应过来，听明白后，唇角牵起弧度。童贝贝边走边拿余光看了眼秦岭，见秦岭笑得意味不明，自己也跟着勾了勾唇。本来就是。童贝贝小声在心底嘀咕。下午4点多，商场几乎没人了，秦岭和童贝贝也打道回府。秦岭的衬衫袖口挽着，露出紧实结实的小臂，站在餐桌边剥橘子，扭头。童贝贝站在冰箱前翻抽屉。他们决定晚上吃火锅。家里有鱼有肉有蔬菜，冰箱里也有涮的食材。童贝贝把几盒蔬菜拿出来，秦岭转头看到，主动道：“我来洗。”童贝贝走进厨房，没客套，反而揶揄道：“秦总不是日理万机，这些事都不管的吗？”秦岭跟着揶揄，秦总呼吸的也是空气。童贝贝的脑袋像冒芽似的从厨房探了出来。好呀，你来洗。两人就这样搭档着吃了一个温馨的除夕夜团年饭，一直吃到8点。童贝贝打开电视收看春节联欢晚会。酒喝完了，秦岭又去开了一瓶，坐回来自己倒了半杯，没给童贝贝倒。他晃了晃手里的酒，靠坐进椅子里，抬头看去，一桌的饭菜，吃完的，吃了一半的，还剩下不少的。桌中央的火锅熄了火，锅面冒着热气，浓稠的汤汁不再翻滚，汤面浮着几粒吃剩的丸子。童贝贝不吃了，手里拿着一瓶牛奶，脚翘在椅子上，手臂圈着膝盖和小腿，扭头看晚会。离餐桌不远的电视机播放着歌曲、小品，画面红红火火。沙发旁，牛郎和织女在笼子里跑来滚去。在远处的玻璃窗上贴着代表过年喜庆的窗花，一世的暖意和温馨，看得秦岭心头泛着热，身上也热。他又解了领口下的一粒扣子，宽松的前襟下隐隐露出里面密色而紧实的胸肌。举臂抬杯，红酒顺着扬起的喉腔咽下，性感的喉结上下翻动。童贝贝回头时看到的便是这么一幕。恰好秦岭放下酒杯，收起下巴，一眼对视上童贝贝。童贝贝立即错开目光，收回视线，继续回头看晚会。秦岭歪着头，隔桌看着童贝贝，轻哼的笑了笑。童贝贝听到了，怪不好意思的，耳朵有些发烫。刚好电视里再放一个小品，他适时抽回注意力，投入的看起了小品。这个小品有不少梗和笑点，童贝贝笑了好几次，其中有2次边笑边回头看了看秦岭。秦岭没看小品，光顾着看童贝贝了。等小品结束，画面切给主持人，童贝贝回头看秦岭，见秦岭松垮着衬衫领口，面色潮红，眼尾似乎也有熏意，问是不是喝多了？才1瓶多。不至于。但秦岭没有回答，只是专注的回视童贝贝，眸色里带着笑意。童贝贝真醉了？秦岭笑了笑，却问醉了的话，你送我回去。童贝贝的视线在秦岭那有些隆起的肩臂上描摹了一个来回，诚恳道：我应该背不动你。秦岭哼笑，慢吞吞靠着椅背，真像是醉了，那怎么办？回不去了。童贝贝想都没想，什么怎么办？回不去就住这儿啊？又不是没房间。秦岭啊了一声，问你让我留宿？童贝贝点头。秦岭唇边的笑意浮开，垂着眸，举起酒杯又喝了一口。他没说住，也没说不住，姿态带着倦意，神情上看着也懒。他不紧不慢的嗯了一声，没说什么，只是始终看着童贝贝。童贝贝清明的回视着，福至心灵，忽然问：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秦岭又嗯了一声，童贝贝便等着。秦岭，我只是在想，要不要跟你提，话说了一半，断了。童贝贝。秦岭眸色深邃，继续开口，悠悠道：是这样的，我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公寓，春节过后刚好要到期。我本来想再续租几个月，到时候直接搬到婚房。
但我现在不想续租了。童贝贝反应很快，问：你想搬来我这儿？秦岭懒倦的眼睛都眯了起来，可以吗？童贝贝一点犹豫都没有，理所当然的神色，可以啊。秦岭就笑了，边笑边冲童贝贝伸出手，童贝贝不明所以，把手伸过去，秦岭握住，捏了捏，指腹轻轻摩挲着，含着笑，用低沉的带着微醺的嗓音道：老婆真好。秦岭没醉，意识清醒，能走能跳，最多就是喝了酒不能开车。不能开车并不妨碍什么，打车或者交个代价，总能回去。但他没有选择回去。童贝贝这里太温馨，太暖心，太让人喜欢了，他舍不得走。他没走，童贝贝就留他住了。住的次卧客房。秦岭两手插兜的挨着门框，看着童贝贝打开柜子，翻出床品，铺床，套被子，拍枕头，动作利落又耐心，看得人心口都软了，就跟踩在云里似的，心甘情愿的往下沦陷。秦岭不禁暗想，这生活怎么能比他料想的还要舒服惬意？结果更惬意的还在后面。收拾完餐厅，童贝贝问秦岭：你要泡个澡吗？童贝贝一脸极力安利的神色，带着秦岭去了家里的另一个卫生间。那间卫生间在书房对面，不大，小小一间，没有马桶，也没有淋浴房，只有一个浴缸摆在中央。童贝贝拿着花洒冲洗了下浴缸，就开始放水。放水的同时，他打开了浴室里的投影仪，投放的白墙上画面不偏不倚，正对浴缸。再把白炽灯一关，按下另一个开关，浴室黑了，只剩投屏在墙上的灯光以及头顶的一片星空。等等啊！童贝贝转身出去，没一会儿回来，带着秦岭的红酒、空酒杯以及一碟水果。再把竹制的浴缸架放在浴缸上，横着一摆，红酒、酒杯、水果往上一搁。好了，你泡吧。童贝贝最后拿了身浴袍摆在浴缸旁的架子上，走出浴室，带上门。秦岭的眉峰挑得老高，待脱光了没入水中，浴缸里放松的一靠，什么都不用想，喝喝酒，看看电影。秦岭再次感慨，这特么才是生活。舒服当晚，秦岭睡了个连梦都没有的好觉，次日7点准时醒来。走出去，家里安安静静，连客厅的窗帘都是拉着的，只有点微弱的曦光顺着窗帘的缝隙透进室内。主卧的门关着，他新婚的伴侣还没有醒。秦岭精神烁烁，进厨房做了点简单的早餐，泡了杯咖啡，喝完后找到纸笔，留了张字条就离开了。童贝贝醒来的时候，见次卧的门开着，秦岭不在，桌上有早餐，还有字条，拿起来一看，我去公寓收拾行李，很快回来。秦岭。童贝贝拿着纸条笑了笑，低声道：新年好。刚好趁着秦岭还没回来，腾点地方出来给他放东西。腾哪儿呢？也不知道秦岭那边都有什么。童贝贝索性一边收拾一边拨了个语音电话给秦岭。秦岭，我东西不多，就衣服、文件、红酒。顿了顿，还有些已经不用的杂物。问有地方放吗？童贝贝往门口走。哟，我正好有个杂物间。门一开，靠墙的3面货架满当当都是东西。好吧，这是个大工程。秦岭回来的时候，童贝贝还在杂物间，他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一眼看到正对大门的10包宠物木屑。童贝贝蹲在地上忙碌着，扭头看到秦岭，新年好。新年好。秦岭问，要帮忙吗？童贝贝正在落他囤的不知道多少盒的洗衣明珠，没事，你去整衣服吧，次卧的柜子我都擦过了。又道，厨房我空了个柜子出来，可以放酒，就是不知道够不够。接着道，书房你随便用，刚好前段时间他整理过，有空柜子。两人各自整理，半个小时之后，秦岭基本都弄完了，又下了趟楼，把杂物都装箱抱了上来。童贝贝差不多腾完地方了，虽然怎么整理也只腾了2排架子出来。童贝贝，够吗？秦岭把箱子抱进杂物间，够。说着，
直接把2个箱子往架子上一塞，好了。童贝贝眨眨眼，问：不整一下吗？秦岭拍拍手，都是不用的东西，就这么放着吧。好吧。杂物间的门合上，如此2人就算正式同居了。童贝贝一个人住了这么久，一时还真不习惯家里多个人，可想到多的这位是自己的新婚丈夫，又觉得有些期待。他和秦岭面对面站在杂物间门口，默了默，像那天领证时那样主动伸手，秦先生多关照。秦岭笑，一伸手却不是在握手，而是抓着童贝贝的手捏了捏，嗯了声，问：早饭吃过了？童贝贝有些意外秦岭的回应，吃了。秦岭继续抓着童贝贝的手，改牵住，眼底带笑，神情温和，问：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做。童贝贝一愣，你会做饭啊？秦岭哼笑，农民的儿子有什么不会的？想吃什么？童贝贝，我还想吃火锅，换个汤底吧。秦岭，好。童贝贝坐在沙发上，吃着车厘子，手机举在耳边，扭头看向厨房。电话那头是闵恒的一惊一乍，卧槽，你们这就同居了？他还给你做饭？这种24孝好老公，我怎么就遇不到？童贝贝收回目光，抱着抱枕，语气认真，因为你和你前任到现在还没断啊。闵恒的语气一下就变了，变得无力，懒懒的，别给我提那逼。童贝贝，怎么了？闵恒语气哀怨，他前几天把我劈桶破了。提到这儿，闵恒欢快道：你们既然都同居了，那你岂不是快要脱处了？童贝贝呛了一口，可嗨嗨。闵恒来劲了，怎么样怎么样，有计划了吗？童贝贝，没有。闵恒，什么叫没有？童贝贝，没有就是没有啊。闵恒，你们不会还想慢慢来吧？童贝贝，是啊。这种事快得起来吗？闵恒一听这咸鱼口吻就很无语，不是吧，你们一个过了年快30了，一个30多了，这种事还用慢慢来？闵恒，赶紧的，拥抱、接吻、上床一条龙，一晚上直接搞。童贝贝飞快的说了一句：秦岭喊我了，挂了。按掉手机，手机往茶几上一扔，童贝贝松了口气。这怎么还催起那个来了？哪有这样的？手机屏幕亮了。闵恒，你个臭鱼又装死！闵恒，别说我没提醒你啊！闵恒，床上和不和谐也关系到夫妇感情的。闵恒，早搞晚搞还不是迟早要搞。童贝贝想了想，回过去一句话，直接让闵恒哑火了。童贝贝，你和楚怀言倒是很和谐，你们打算结婚吗？午饭后，秦岭和童贝贝出门去看电影，算起来这还是他们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约会。大年初一，电影院人不少。秦岭去取票，童贝贝手里抱着爆米花。秦岭拿着票走回来，垂眼看了看票面，还有20分钟。童贝贝忽然很好奇，问秦岭：你看过电影吗？大老板日理万机。秦岭被这个问题问笑了，回道：不瞒你说，我上次看电影还是小学的时候，寒暑假学校发电影票。童贝贝纳闷，学校会发电影票？秦岭，村里的电影院放的都是抗战片。这样啊。童贝贝觉得有些神奇。2人进了演播厅，找到位子，并排坐下。没一会儿，电影开始了，是部有些搞笑的轻喜剧。童贝贝看得很开心，笑了好几次，每次笑，秦岭都会转头看他，脸上也带着笑。电影临近尾声的时候，秦岭接了个电话，出去了，没一会儿又回来了。电影结束，灯光亮起，童贝贝脸上还带着笑意，显然看得很开心。2人随着人流往外走，走下影院的阶梯，肩并肩的时候，秦岭道：有件事。童贝贝回眸，秦岭，我爸来了。童贝贝一愣，差点没消化过来，连忙问：到了吗？坐的高铁还是飞机？秦岭，高铁。抬手看看表，快到了。
童贝贝一脸理所当然，那我们去接他吧。秦岭反而不急，只是有个问题。他边走边对童贝贝道：我今早刚搬过来，公寓那边早上就被我退了。童贝贝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没关系啊，住我那儿。在他的意识里，他和秦岭结婚了，秦岭的爸爸就是他的爸爸。长辈过来，总不好让长辈去住宾馆酒店吧。秦岭没说话，看了看童贝贝，童贝贝这才反应过来，他那房子是2室半的，一个小书房加主次2个卧室。秦岭搬过来，他和秦岭刚好一人一间。秦岭的爸爸来了，总不好让老人家打地铺，那他和秦岭没让童贝贝为难，拿着手机主动道：我在家附近订个酒店。童贝贝不太好，尤其想起司机老张说过，秦岭的爸爸对秦岭找个男老婆一直很不满。原本老人家就不支持，这要是再送出去住酒店，这第一次见面岂不是就要被打个差评？童贝贝不想这样。再说了，酒店哪有家里住着舒服？童贝贝索性道：让你爸住次卧吧，我们一间。半个小时后，高铁站，童贝贝见到了秦岭的爸爸，一个穿着朴素，皮肤晒得黝黑，身后背个布袋子，脸色比皮肤还黑的中年老头。爸！秦岭伸手去接秦大海背着的包，被绷着脸的秦大海避开。我自己来，又不是七老八十背不动。秦大海语气不好，显然和大儿子之间有些不愉快。这时候也没看见跟着秦岭的童贝贝，于是秦大海见了秦岭，张口就用方言道：去年那个妖里妖气的不在了，你弟说分了，不会是嫩？你兄弟2个合起火诓我的吧？秦岭没说话，他上次回家就提过他结婚了。秦大海才想起，哦，嫩，你已经结婚了。顿了顿，黑着脸，大老板，翅膀硬了，我真是管不了你了。说完才注意到秦岭身边跟着一个年轻个高、长相俊朗的男孩。秦大海很快意识到这个男孩是谁，忍不住上下打量了几眼，打量着，哼了一声，嘴里不说，心底想，这个不妖里妖气倒还有点样子，就是不知道爸爸。童贝贝笑着喊了一声。秦大海给这声爸爸喊愣住了，脸都不黑了，还瞪起了眼睛。却见长相俊朗、气质出尘的男孩又格外嘴甜的给他来了一句：新年好啊。秦大海愣着神，哦2声，不黑脸了，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眼前这个看起来就像个文化人，于是张口回道：嫩也新年好。我叫童贝贝。您坐车坐了很久吧？行李我来拿吧。您喝水吗？来的路上人多吗？是这样的，因为婚房刚弄完，还在散味道，没住人。秦岭的公寓退租了，搬到我那儿了，所以您这几天也住我那儿，好吗，爸爸？童贝贝很热情，也很礼貌的招待秦大海。秦大海见童贝贝气质干净，又文质彬彬的像个文化人的同时，又这么一口一个爸爸，实在落不下脸，只能干巴巴的恩着，余光看向秦岭，心底想，换的这个倒还可以，至少不妖里妖气，干干净净，更没画什么眼线。再跟着进家门一看，不大不小的房子，井井有条，处处彰显温馨，心情多少好了些。爸爸，您坐，我去给您倒水。再在沙发上一坐，面前的茶几上糖果、茶室、水果摆得满满当当，完全不像上一个张口闭口，我减肥我控制饮食，这不吃那不吃。秦大海想到上一个就冷哼，哼完抬眼看看大儿子，更觉得不顺眼，过个年都不回来，还要老子上来。趁着童贝被进厨房，秦大海的手肘撑着大腿，抬眼硬邦邦的问秦岭：嫩不会把人带回去过年？他能拿扫帚把他们都赶出来，不让进门还是怎么的？秦岭和秦大海的关系属于典型的华国父子，没交情不沟通。秦岭干巴巴道：明年吧。秦大海哼了一声。童贝贝端着茶回来了，泡的绿茶。秦大海一见那茶底沉着的茶叶，张口就道：
我大老粗，喝不惯好茶，浪费。童贝贝笑道：我不懂茶，这就是我平时喝的，茶叶市场买的10几块1斤的草青。秦大海这才没说什么，接过茶。既然都已经结婚了，秦大海又是当爹的，自然问起童贝贝家里的情况。童贝贝如实道：我妈几年前去世了，我生父再婚，有自己的家庭，现在家里就我一个。秦大海一听童贝贝和他家一样，当妈的都不在了，看看童贝贝，不免连起脸上的凶样，心想也是个可怜的娃。秦大海有其他亲人吗？童贝贝和我外婆家那边的亲戚，逢年过节还有点走动。秦大海上过大学没有？童贝贝上过。秦大海跟调查户口本似的，一个个问过来，哪个大学？C 大。秦大海立马不吭声了，名校。工作呢？大学毕业考的事业编。哦，国家单位，好工作。童贝贝看了看秦岭，只是前段时间辞职了。秦大海蹙眉，辞了干嘛？以他朴素的观念，考的编制，国家单位，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辞？秦岭替童贝贝顶上，开口道：辞就辞了，我让辞的。秦大海气道：嫩就是瞎搞。秦大海继续问童贝贝：这房子是你的？童贝贝：家里留给我的。秦大海点头，抬起脖子四处看看，挺满意的，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喝的动静老大，咽喉咙的时候还咕咚咕咚的。秦岭这时候看向童贝贝，他还记得前任见到秦大海时的样子，表面客气礼貌，却在看到秦大海大老粗一面的时候悄悄蹙了眉，一脸不认可。可童贝贝没有，童贝贝只是认真的看着秦大海喝茶，耐心的等着，又在秦大海放下杯子的时候端起茶壶及时添上，还把茶几上的一盒和水果、茶室往秦大海面前推了推，示意秦大海随便吃。这样的一幕，秦岭看得心下动容。童贝贝察觉到秦岭在看他，转过头回视秦岭，低声示意他：你也吃。见秦岭还看着他，余光瞥向秦大海，悄悄对秦岭眨眨眼，没事的，应付得过来。秦大海也确实是个没眼色，老古板，还固执的大老粗。他来了大儿子这儿，哪儿都不去，就蹲下，两手背在身后，这里看看，那里晃晃，像在观察，又像在审视。童贝贝毫不介意，随便秦大海四处看，怕秦大海不好意思开口问，还特意跟着带着秦大海参观家里。秦大海不吭声，就这么四处看看。童贝贝笑着主动问：爸爸，您看我家里还行吗？秦大海背着手走回客厅，就一个字：中。童贝贝给这句中听笑了，他远远的冲坐在沙发上的秦岭挑了挑眉峰，那意思就好像在说：看，咱爸给了我个优秀。秦岭一颗心放进肚子里，也含笑回视童贝贝。秦大海这时候突然问秦岭：嫩两个婚房在哪里？秦岭报了一个秦大海听都没听说过的小区。秦大海，走，带我去瞧瞧。童贝贝愣了下，看看秦岭，秦岭以为房子没弄完，童贝贝怕秦大海见了会骂人，便阻止道：以后带你看吧。秦大海已经走到了门口，闻言扭头：以后嫩爹还不知道有没有化成骨灰。秦岭蹙眉，童贝贝这还是第一次从秦岭脸上看到这种类似不悦的神色，怕父子俩吵起来，赶忙跑出来打圆场：看吧看吧，去看着。背对秦大海走向秦岭，直眨眼，走近后低声：反正也弄得差不多了。秦岭冷着的面孔稍有缓和：抱歉，我爸的脾气不太好，我们关系也一般。童贝贝，没事了，亲父子才能这么说话，爸爸想看婚房也是因为关心我们。秦大海已经换好了鞋，在门口催：走不走？秦岭正要张口，被童贝贝按住胳膊，转身扭头，声音清脆：来了爸爸。回过头又冲秦岭眨了眨眼。秦岭看着眼前温温和和的年轻伴侣，什么脾气都没了。下楼
秦岭发现车钥匙没拿，童贝贝带了车钥匙，开我的车吧。车灯闪了闪，秦大海抿着唇，背着手看看童贝贝的车。他站在车旁，抬手指秦岭，嫩自己开好车，再指车，让您老婆开破车，您要脸吗？童贝贝都已经坐上了主驾，闻声赶忙下来，连声道：爸爸，爸爸，不是的，这是我婚前的车，我自己买的，那时候我和秦岭还不认识。秦大海闷着声：哦，婚前买的呀。秦大海，多少钱？童贝贝，二手的，不贵，4万不到。秦大海心里想着，4万不到，估计还没秦岭随便哪辆车的车轱辘贵。这是个朴素的娃，嘴里却又骂起了秦岭，手指头都伸出来了，对着秦岭就是一通点，边点边念叨：嫩看看您，都结婚了，也不知道给老婆换辆好车，赚了钱就会自己享受。那嫩还娶妈的老婆，不会一个人单身到死。俺们村儿下到4岁的男娃，上到7老8十的老光棍，都知道娶老婆要给买辆好车。嫩30好几的人了，说出去也是个大老板，这都不会吗？嫩以后出门别跟旁人说我是您爹，我丢不起这个人。童贝贝听得哭笑不得，严重怀疑秦岭的爸爸只是纯粹找个理由来骂儿子的。秦岭走到秦大海面前，抿着唇线，一手拉开后排车门，一手抓住秦大海的胳膊。秦大海瞪眼：干嘛？秦岭低声，语气强势：在您儿媳面前给您儿子留点面子。秦大海瞪着眼。秦岭又道：声音小些，别吓到小童。第一次见面，好歹给儿媳妇留个好印象。秦大海这才没骂了，一声不吭的钻进后排，秦岭合上车门。童贝贝扶着打开的车门，隔着车冲秦岭吊了吊眉梢。秦岭绕过车头：我来开吧。童贝贝，我这是手动挡。会开。秦岭，8手的50荣光我都开过，刚创业的时候。童贝贝笑了，他让出主驾，和秦岭错身交换位置，正要迈步，秦岭拉住他的胳膊道：年后给你换辆车。童贝贝惊讶：不用，我这车还能开。秦岭：换吧，这车旧了，过几年也要淘汰了。童贝贝想了想：那我自己买一辆吧。秦岭：我买给你。童贝贝还想说呢，你给过我卡了，里面好多钱。说好多钱的时候，童贝贝的眼睛睁得圆溜溜的，还加了重音，那语气就跟灵魂深处发出的喟叹似的。秦岭眼底带笑：那是给的装修基金，还有彩礼。童贝贝实在道：那也不用给那么多呀。秦岭想到那张卡里的钱不算很多。童贝贝一脸认真：多。说着反手抓住秦岭的胳膊晃了晃：真别给了，你给我那么多我也花不掉。又往车后扫了一眼，凑近低声：爸爸刚刚就是拿我的车找理由训儿子呢，你左耳进右耳出就行了，不用放在心里。我这车还能开，我再开2年，到时候不能开了再换也一样。童贝贝做事很有主次，当务之急是先哄好爸爸，他高兴了，我们这个年才能过好，对吧？秦岭素来很有自己的主见，无论在公司在家都是说一不二，对旁人的话也是选择性的去听。可这个下午，童贝贝说一句他听一句，听一句他认可一句，到最后童贝贝冲秦岭眨眨眼：听我的。秦岭注视着童贝贝，牵动唇角：好都听老婆的。待一行3人到了婚房，打开门，秦岭和秦大海都没了。梯门外的入户处摆着2排白色鞋柜，鞋柜上方的墙上挂着壁画，射灯一照，精美又大方。电梯门和房子大门外各摆了一棵发财树，树枝上挂了红色小灯笼，颇有过年的喜庆。进门，宽敞大气的沙发，设计感十足的茶几，挨着墙的巨幅落地画，整个大厅一眼到底的同时，就跟5星酒店的大堂似的，颇有美感，敞亮精致。秦大海边进门边张着嘴巴的四处看着，问童贝贝：这都是嫩弄的？童贝贝笑笑，谦虚道：随便弄的。
秦大海嗯了一声，点点头，一张平时说不了几句中听话的嘴，都忍不住夸道：“不错，好看，大气。”秦岭则远比秦大海惊讶，毕竟他见过这房子空关时候的样子。他原本想童贝贝会生活，这房子大概会装点的格外温馨，像他自己那套房子一样。如今一看，他显然低估了自己新婚的伴侣，这种设计感和色调的搭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专业设计师规划出来的。再往里，和客厅连接着的餐厅也是如此。厨房则分了中西式两种，中式带门靠内，西式在外，占用了一个岛台，和餐厅相连，视觉上更显宽敞。除此之外，一楼仅剩2个卫浴和一个没有床，仅摆了一个摇椅的小房间。秦大海站在门口，问童贝贝：“这个房间做嘛用的？”童贝贝耐心的解释：“这间还没弄好，打算做个小书房，躺着看看书，休息休息用的。”秦大海嗯了一声，别的没太听明白，书房2字他听进去了，觉得可以，不错，一个家里没个书房，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过大学的。秦大海又站在楼梯口，探着脖子朝上看。童贝贝，上面是卧室，还有一个大书房。秦大海没迈步，问：“怎么还有一个书房？”童贝贝：“给秦岭准备的，我想他可能会需要在家办公，有些工作文件什么的，可能也需要放在家里。”秦大海嗯了一声，点点头，最终没上去，反而走到大厅落地窗前，背着手，好奇的往外看，这阳台能有这么大？童贝贝，是个大露台。说着推开落地玻璃，秦大海走上露台，见露台上已经搭了2个花架，还竖了一个爬藤用的竹架子，问：“准备养花？”童贝贝：“地方挺大的，准备一半拿来养点花，剩下一半种种东西。”秦大海闻言一愣，问：“你还会种东西？”童贝贝笑笑：“不太会，不过可以学，刚好有地方。”秦大海：“打算种什么？”童贝贝：“都可以啊，西瓜、草莓、丝瓜，再种点葱啊、青菜什么的。”秦大海来了句：“有苗没有？”啊？童贝贝：“还没买，等我先把土弄上来。”秦大海：“哪里的土？”童贝贝：“花鸟市场有得买。”秦大海心说城里就是矫情，土还用买？我回头找人给你烧点，保管养什么活什么，绝对比你买的土好。童贝贝正要说好，秦岭走上露台，说了句：“一点土不够，多了你让谁烧？”秦大海对道：“你管我让谁烧，又不用你回去拉。”对完就不理秦岭了，转向童贝贝聊起了自己格外在行的种地，什么天播什么种子，种什么苗，哪些东西不能放在一起种，会打架，哪些今年种了今年就能有果，哪些要种好几年才能开始结果。童贝贝听得格外认真。秦岭瞧着2人站在一起的和谐背影，唇角浮了丝笑意。等准备离开婚房的时候，秦大海背着手站在秦岭身边嘀咕了句：“会种地的娃不会差。”秦岭有些好笑，又佩服童贝贝，他爸这么难搞的都被他搞定了。当晚，秦大海自然是住在童贝贝这儿，吃也是在家里吃的。秦岭进厨房正挽袖子，被童贝贝叫住：“不用你，你出去陪爸爸吧。”秦岭，童贝贝探头往外看了眼，见秦大海看电视看得认真，收回目光，低声：“爸爸难得来一次，给我个机会表现表现嘛。”秦岭：“真不用我帮忙？”童贝贝摇头：“出去出去。”秦岭就出去了。刚出去，沙发上坐下，眼一抬，就见开着门的厨房里映出大片的火光，就跟煤气泄漏、灶台喷火一样。秦岭赶紧起身走向厨房。厨房里什么事都没有，童贝贝站在灶台前颠勺。他见秦岭又进来了，纳闷的扭头。秦岭莫名问：“刚刚怎么了？”童贝贝扭头：“没怎么呀，我炒菜。”秦岭反应过来：“你在翻锅？”他只见过酒店后厨的厨子这么翻锅，第一次知道有谁家里做个菜
还把火颠进锅里的。童贝贝理所当然的样子，是啊，这样好吃吗？秦岭放心了，关照道：“你小心。”童贝贝几下翻炒完，灶台下的抽屉拉开，一手举锅，一手拿盘子，利落的将菜倒进了盘子里。放心，做饭他可是专业的。吃饭的时候，秦大海成了复读机，中，这个菜中，这个也中，忍不住就夸起了童贝贝：“你这娃太中了，学会上，单位会考，饭也能做得这么好吃。”童贝贝笑得格外灿烂。晚上，客厅三个男人各坐一侧沙发，靠着靠背，仰着头，脸上敷着热毛巾，裤管卷着，脚下各一个桶，桶里装着热水，热水里泡着药材。秦大海、钟秦岭生活童贝贝，舒服这么舒服，秦家父子俩自然没了冷脸，还就着秦大海睡前喝几杯的习惯。泡完脚后，父子俩坐在一起喝了点酒。秦岭喝的红酒，秦大海喝不惯红的，问童贝贝要了他炒菜用的白酒。白酒装在丁点大的透明酒杯里，举起来凑到唇边，撅着嘴闭着眼小口的一抿，外加刚泡了脚，舒服的热意从脚底板一直蔓延到四肢百骸，配着小酒和桌上的凉菜花生米，秦大海都不得不承认，这小日子太舒坦了。父子俩都多少年没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聊过天了，今天仿佛是个意外。秦大海心情好，没念叨也没骂骂咧咧，反而和秦岭聊起了从前，聊起那些一个男人拉扯两个儿子长大的苦日子。秦岭的手搁在桌上，指尖夹着高脚杯的杯柄，轻轻的晃着，深红色的液体随之晃动旋转，杯身倒映着屋内的灯光以及秦岭静默聆听的面孔。沙发处，童贝贝边看电视边盘腿直背，两手握住，举到头顶，做了几个舒展手臂、拉伸背腰的动作。一世的温馨。夜里，秦大海进次卧休息了。秦岭把两个酒杯和碟子洗了，厨房走出来，童贝贝正挨着沙发扶手点着头打瞌睡。秦岭走过去，轻声：“小童。”童贝贝忽的一惊，坐直，啊！睁眼看到秦岭，反应过来，打了个哈欠，问：“你洗完了？”秦岭把卷着的袖子放下来，说：“去洗澡吧。”童贝贝，你先洗。秦岭，你先吧。童贝贝就先去洗了。他进了浴室，原本因为瞌睡还有点迷瞪瞪的，待站到镜子前，拿起架子上的牙刷，瞥到架子上另一只陌生的杯子和牙刷，一下醒了。童贝贝不紧不慢的刷牙，神思飘了起来。他和秦岭同居了，他今晚要和秦岭睡一张床。一张床？那你岂不是快要脱处了？这种事还用慢慢来。拥抱、接吻、上床一条龙，童贝贝赶紧猛摇脑袋。打住！打住！别受闵恒影响，你只是条咸鱼。秦岭洗完澡进房间的时候，童贝贝闷在被子里，露着鼻尖和眼睛，还有两只抓着被子的小爪子。看到有人进来，睁得圆溜溜的眼睛眨了眨。秦岭看得有些好笑，他露着半身，套了条长裤，肩膀上搭了条毛巾，边擦边在床边坐下。童贝贝的目光瞥过去，看到秦岭身后那大片光洁的背肌以及宽厚紧实的肩胛。童贝贝缩在被子里，悄悄咽了咽喉咙。秦岭擦着头发，侧头，童贝贝赶紧收回目光，眼观鼻，鼻观心。大灯熄了，只亮着台灯。秦岭躺下，很快发现自己这边宽敞，跟一个人占了这张1.8米的大床似的。他转头发现同一张被子里的童贝贝紧挨着床沿，躺得格外靠边。秦岭好笑：“离那么远干什么？我会吃人。”童贝贝眨眨眼，声音闷在被子里：“哦，我怕你不够睡。”这床多大？1.8米。那怎么会不够？童贝贝，这不是睡了2个人，还都是超过1.8米的大男人吗？见童贝贝不吭声，秦岭扭头看着他，道：“看来我真会吃人。”童贝贝这才往里蹭了蹭，
蹭进来的那点距离直接可以忽略不计。秦岭故意道：“我吃人了。”童贝贝再往里蹭，不够。秦岭，我真吃了。童贝贝可算往里挪够了位置，扭头嘀咕：“现在好了吧？”秦岭太想笑了，这到底是谁的房间谁的床？他老婆是什么做的？胆子这么小。秦岭伸手拧灭台灯，睡吧。屋内一下黑了，又黑又静，什么动静都没有。童贝贝只觉得自己的感官一下放大，空气中弥漫着清爽的水汽味，身旁多了道不属于自己的呼吸。余光里适应了黑暗的目光，看到身边的被子隆起一片，被子下隐约有另一人的温度向自己这边蔓延。童贝贝一条正常需要睡满10个小时的咸鱼，一下就没了睡意。他不习惯，心底隐隐也有些浮想联翩。这不怪他，男人嘛。身侧突然传来翻身的动静，又很快静了。童贝贝察觉到有目光在看自己，扭头，黑暗中对上秦岭的视线。童贝贝，不睡吗？秦岭嗯了声，答非所问。童贝贝收回目光，盯着天花板，忽然有些不知道说什么。秦岭来了句：“你也没睡。”童贝贝瞎扯：“我刚刚在外面打了会儿瞌睡，现在有点睡不着了。”秦岭：“我平时没这么早睡，现在才10点。”童贝贝扭头：“啊？那你都几点睡啊？”秦岭：“正常要到12点。”童贝贝：“你不是早上7点就醒了吗？”生物钟差不多就是这2个时间。睡得好少。童贝贝和秦岭聊了起来：“我都要睡够10个小时的。”秦岭笑了笑：“我爸更少，11点睡，早上5点起。那他睡眠质量一定很高。”可能吧。农村人，种地的，白天太阳晒得够，劳作也多，又喜欢喝白酒，基本一躺下就能睡着。那你呢？我固定时间休息，这些年养成习惯了。问童贝贝：“你睡得早？”差不多，有时候9点就睡了。秦岭便笑了。童贝贝也翻身侧躺，见秦岭在笑，问道：“你在笑我吗？”“不是笑话你。”“那是什么？”“觉得我好笑。”秦岭：“觉得你可爱。”童贝贝亮晶晶的眸子在黑暗中回视秦岭，撅了下嘴：“哪有男人夸另一个男人可爱的？我不可爱，我就是懒。”秦岭又笑了，这话听着他更觉得可爱了。不仅可爱，秦岭的鼻尖贴着枕头，与面前的童贝贝离得不过半米，又闻到了熟悉的香味。他是真的觉得童贝贝好香，不是香水的那种香，而是从皮肤毛发间散发出的一点很淡的香味。他从没在其他人身上闻见过，只有童贝贝一靠近就觉得香，隐隐约约，常让人有种想把人按在怀里，鼻尖凑近，好好嗅一下的冲动。比如此刻，尤其是此刻，秦岭不自觉地往童贝贝那儿凑了一些，人离得近了，被子里的温度也跟着靠近了。童贝贝，秦岭知道不能这样，他应该守礼克制，应该在这新婚不久的初期保持与伴侣的距离。毕竟从第一次见面到结婚再到今天，他们认识并没有多久，甚至不算很熟。礼貌与保持距离是他努力维护这段关系的证明。但此时此刻，黑暗与香味令他真的不太能忍住。说到底，他不过就是个男人。秦岭靠近童贝贝，抬起脖子，当真凑到童贝贝脸侧，鬓角嗅了嗅。他好香，也好乖。秦岭放纵着自己，顺着靠近的惯性，低头在童贝贝脸上浅浅的亲了一下。亲的胆大妄为，却还装得挺像正经人似的，亲完低声道了句晚安。童贝贝，很好。他失眠了，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同性亲脸，亲他的还是新婚丈夫，感觉太好了，就是有点羞，还有点浮想联翩。童贝贝特想卷被子，把自己卷起来，
从床的这边翻到床的那边，忍住了，闭上眼睛，假装睡觉，脑神经异常活跃，活跃到不知道几点，实在太困，童贝贝终于睡着了。次日，童贝贝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0点多了，床侧早空了，房间里安安静静，只有他一个。童贝贝想起秦岭的爸爸还在，敲了敲脑壳，赶紧起来。他换了身衣服，拉开门出去，看到秦岭和秦大海坐在一起。见他出来，秦大海脸上毫无责备的神色，只道：醒了。昨天招待我，太累了吧？童贝贝惊讶的发现父子俩正坐在一起剥毛豆。剥毛豆？秦岭剥着毛豆，示意桌上给你留了早饭。童贝贝眼神询问秦岭：谁做的？秦岭冲秦大海那儿挑了挑下巴。童贝贝有些受宠若惊，毕竟秦岭的爸爸看起来挺凶的，又是来做客的，不好也不该让秦大海反过来给他做早饭。这毛豆，童贝贝吃完早餐突然想起，不会是他年前囤了放在厨房的那一袋子吧？还真是。不但是，秦大海都已经帮童贝贝包了大半了。童贝贝赶忙过去，先说了谢谢，接着表示不用包了，快放下，他回头自己可以包。秦大海避开了童贝贝接他手里毛豆的手，不认可道：哎，嫩包什么？嫩城里小孩细皮嫩肉的，哪能做这些？又说老大倒是会，但他平时工作那么忙，肯定也不会蹲家里干这些。刚好我在，都帮包完。童贝贝拿着毛豆包起来，我自己也会。秦大海就笑，笑得和蔼，不像昨天刚来时那样黑脸了，说嫩会就行了，也不是一定要干。再次强调，我在，就我来干。童贝贝怪不好意思的，心底也有些感动。秦大海和他聊天道：老大老二没了妈，好歹有我拉扯大，甭管有娘没娘，我一个人当爹也当娘。嫩这个娃没了娘，爹也不管，我再不管，嫩就没长辈疼了。童贝贝顿了顿，听到这些话，心口微微的酸麻。谢谢爸爸。秦大海，不用谢，我看得出来，嫩是个好娃。是好娃就成，跟老大好好过日子。童贝贝看向秦岭，秦岭温和的回视他。待毛豆包好，整理完，洗干净手，秦大海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包，递给童贝贝。来的时候没准备，还是今早临时让老大去取的。童贝贝惊讶，下意识就摆手，我不能要。秦大海一个劲儿的把红包往童贝贝手里塞，有吗？不能要的，我给你的就当见面礼了。格外实在，也没多少，就1万。这1万还是从老大平时孝敬我的生活费里的拿的，说白了就是他的钱。他的钱你有什么不能要的？拿去，快拿去。童贝贝拿了，说谢谢爸爸。秦大海一脸欣慰。午饭后，秦大海招呼都不提前打，卧室里拿出包背上，直接要走，把童贝贝吓了一跳。秦岭也无语，今天才初2，都上来了，哪有过年就住1晚上的？秦大海不听，我鸡跟鹅还在家里。秦岭换了方言，是跟秦大海一般无二的口吻，没你他们能饿死，不会自己找吃的。秦大海也换了方言，哼道：是饿不死，就是会想我。想你做什么？想你什么时候把他们送上岸板？我还有地，还有庄稼和果子。庄稼和果子也想你，就想我，你管不着。童贝贝连句嘴都插不上，奈插上嘴了，劝秦大海再住几天。秦大海不住了。童贝贝，是我这儿住的不习惯。秦大海有什么说什么，不习惯是真不习惯，但那年轻人也肯定不喜欢跟我个老头子天天住一起。他实话实说，我这回就是知道老大结婚了，上来看看，放心了，我就回去了。又对童贝贝道：跟着老大好好过日子，有时间回乡下玩，我招待嫩吃肉鸡大鹅。顿了顿，瞥秦岭说：他要是欺负嫩，嫩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来骂他。秦大海很固执，说要走就是真的要走，
谁也拦不住。最后没办法，秦岭开车和童贝贝一起送秦大海去车站。离开前，童贝贝把冰箱里一堆年货全翻了出来，一个个打包装袋，全部让秦大海带走。秦大海，不用了，嫩自己留着吃。童贝贝多少摸出点秦大海的脾气，故作生气的口吻：您不要是不是觉得我做的不好吃，看不上啊？秦大海这才给带上了。到了车站，童贝贝又去买特产。离开后，秦大海看看童贝贝的背影，认真的对秦岭道：嫩这次找的这个还挺中的，我就说嘛，之前那个妖里妖气的不行，你还跟我吵。秦岭嘴里没说，心里想，我跟你吵那是在为了前任吵，那是吵你手伸的太长，管太宽。秦大海，好好过日子，嫩找个好媳妇，嫩娘在天上知道了也能安心了。秦岭，回头我让人给嫩烧土，走了，爸爸再见。秦大海走了，秦岭和童贝贝目送他进站，看不到身影了，两人才转身离开。童贝贝一脸触动和感慨。秦岭，怎么了？童贝贝抬眼回视，边走边道：爸爸真好。鼻尖有些发酸，说我妈不在了之后，就剩外婆还关心我，外婆去世了，很久没长辈关心我过得好不好了。秦岭听着也有些触动，他又何尝不是？秦大海虽说当爹也当妈，但本身不是个脾气多好的人。他们父子关系一般，这些年他们见面少，见了也没话说，一点小事就能呛起来。要不是童贝贝这2天哄着，秦大海难得流露出点正常的父爱，他也已经许久没被长辈这么关照过了。秦岭宽慰道：那是因为你很好。童贝贝回视秦岭，鼻子酸，眼尾渐渐泛红，像是要哭了。秦岭见了，伸手搂了搂童贝贝的肩，哄道：你还有我。童贝贝看看秦岭，吸吸鼻子，你也有我。秦岭的心口像4月的冰面，融化成一片。只是当晚站在镜子前看着秦岭的牙刷，童贝贝无不遗憾的想，爸爸就住了一个晚上，现在走了，2个人2间房，唉。童贝贝心底的遗憾比亲眼目送秦大海离开还要多了。他刷牙都有气无力，边刷边想起昨晚睡前的那个吻。童贝贝边回忆边回味，思绪又开始神游天外，游的一个牙刷了10分钟不止，牙龈都酸了。回过神，他赶紧漱口，抬眼看着镜子里责备的眼神，你看，你明明需要男人，你还懒，还不主动，臭鱼。结果熄了灯躺回被子里，都快睡着了，门突然开了。童贝贝拧开台灯，只见秦岭像昨天一样穿着长裤，裸着半身，肩膀上搭着条毛巾，边擦头发边不紧不慢的走进来，反手合上了门。童贝贝刷一下从被子里抬起脖子，眨眼。他觉得自己的反应还挺好理解的。你怎么进来了？你不睡次卧？秦岭却跟没领悟似的，淡定的回视了童贝贝一眼，走到床边，背对坐下，继续擦头发，好像进这个房间多理所当然一样。童贝贝躺回去，心念转得格外的快。秦岭今晚还睡这里？他是忘了次卧已经空下来了，还是决定以后都跟他一张床？童贝贝，太好了！边想边自觉的往床边挪，把位子空出来。秦岭上床，没躺进被子里，坐在床头，被子的边沿搭在腰下的位置。他这么坐着，台灯的光在一侧照着，童贝贝随便一扭头，看到的就是几块线条和阴影都格外清晰的腹肌。往上，胸口鼓囊囊的，肩胛宽阔。童贝贝悄悄看着。秦岭没留神童贝贝，坐下后继续拿毛巾擦头发。童贝贝眼看着那一块肱二头肌随着手臂的上抬明显凸起，有多结实，谁看谁知道。童贝贝这下老实了，什么杂念都没了，毕竟什么念头都比不上眼前。他边在心底流着鼻血边翻身，背对着转过去，隐藏起来的眼神早就直了。身后秦岭问：睡了？晚安。
童贝贝默默往被子里缩，清新的水汽一下凑近，温热的呼吸轻触在耳畔，接着伴随一声低沉性感的晚安，一个和昨天如出一辙又更加直接的亲吻在童贝贝脸侧落了下来。太突然了，童贝贝惊了一跳，整个人在被子里一弹。秦岭的面孔离开一些，撑着胳膊在童贝贝的头顶上方，问：怎么了？还怎么了？童贝贝扭头抬眼，你说怎么了？秦岭的后背遮去了大片的光，眼神悠悠的，很深，语气却轻，问：吓到了？还是不喜欢这样？童贝贝被问得哑口无言。吓到？一个脸颊纹有什么可被吓到的？他27，又不是17。不喜欢？他怎么会不喜欢？他也是男人。童贝贝的目光跳跃着，眼底像钻了只好动的小鹿，他就这么扭着脖子无声的回视秦岭，这一刻只恨自己是条咸鱼。要是闵衡知道，如果他是闵衡，鬼使神差的童贝贝闵衡附体，想都没想，抬起脖子照着秦岭的下巴就是一口。亲完飞快的转身，闭眼躺下。秦岭愣了下，下意识抬手摸了摸下巴，垂眼见某个才亲了他的伴侣就这么一声不吭的睡了，后脑勺对着他的同时，耳朵一下变得通红。胆子小还装睡？秦岭看着无声闷笑。次日，两人先后起床，都装作昨天夜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一个装的用心，童贝贝神色如常；一个装的一点也不走心。秦岭的目光追随着童贝贝，脸上似笑非笑。早饭后也是秦岭先问的，今天有什么安排？童贝贝想了想，又想了想，还真没有。秦岭勾着唇角，4S店看看吧。童贝贝的目光对上秦岭，一触即分，道：不是说了暂时不换车吗？秦岭的唇边浮着散漫的笑意，眼神里也带笑，好像心情愉悦，更像了然一切，配合佯装，装还装的不甚走心。他说：我改主意了，还是换吧。童贝贝被他看得心底发毛。什么啊？不就是昨天睡觉之前他亲了他一口，他也亲了他一口吗？秦岭能亲他，他就不能礼尚往来？他都没表现的怎么样，秦岭也不用这个反应吧？偏偏童贝贝胆子不大，没办法点破，只能由着她新婚的丈夫这么笑下去。至于换车，童贝贝对车挺无所谓的，就一个代步工具而已。他道：不换了吧？秦岭：那就给你添一辆。说：放心，有车位，这边小区380平那套绑了2个车位，婚房那边有3个车位。给你添辆好的，想开就开，不想开就扔着。秦岭做好决定，拿了外套、车钥匙，起身走吧，刚好有时间。童贝贝还想拒绝，秦岭：明天初4我就要上班了。啊，这么早？秦岭：就当陪我最后再放松一天。都这么说了，童贝贝哪儿还能继续拒绝？路上，秦岭问童贝贝有没有想买的中意的。童贝贝给他来了句：我只喜欢便宜的。代步工具而已，落地直接贬值，能开就行了，当然是越便宜越好。秦岭看了童贝贝一眼：你自己买就随你了，今天我在，买不了便宜的。童贝贝：你这是强人所难，我喜欢苹果，你硬要给我榴莲。秦岭哼笑，问：你不吃榴莲？吃。童贝贝：我只是打个比方。秦岭接着问：你不喜欢钱？当然喜欢，但这和买车有什么关系？秦岭：车是消费品，消费品需要用钱买，你现在的钱都是我给的，我给你买车就等于给你钱。秦岭再次扭头看了看童贝贝：你会嫌我给你的钱太多？哦，好像还真提过，说给的太多了。就当没听过。秦岭：嫌多吗？这一连串的逻辑和最后这个问题把童贝贝问住了。秦岭之前给了很多，
她确实觉得很多。但要说嫌弃，谁会嫌自己老公给钱给的多？咸鱼又不傻。童贝贝从善如流，及时改口：好的，谢谢老公。前面路口右拐，有家奔驰。秦岭喜欢奔驰？一般般。童贝贝正儿八经说，主要是贵。秦岭忍俊不禁。童贝贝抱着随便逛逛，买哪辆都成，看老公给多少预算的心态逛起了 4S 店。他原本想他毛衣、外套，秦岭衬衫、大衣，秦岭还比他高，气场足，他们两人无论怎么看，都该是秦岭看起来更像买车的。销售肯定主要接待秦岭，到时候他就跟着，秦岭决定买哪辆，他负责点个头就行。结果前后进了几家 4S 店，无论哪个销售见了他们，都一个劲儿的盯着童贝贝解说推销，反而是秦岭两手抄兜，无所事事的跟在他们后面。童贝贝直到在某家 4S 店，秦岭起身去卫生间，坐着聊价格的销售笑看童贝贝：你们一看就不是兄弟，是夫妇。童贝贝好奇：哪儿看出来的？销售：一眼就看出来了，不过主要还是因为你们戴了同款戒指。童贝贝把心底的疑惑说了出来：你怎么只和我聊，不跟他聊啊？销售一脸理所当然：你老公这种一看就是只负责陪着看车，最后刷卡的。秦岭最后确实刷了卡，刷掉了200多万，销售合不拢嘴。童贝贝没稍挑起，他以为最多也就几十万，哪能想到买辆车会给他这么多预算。好贵啊！童贝贝的脸上写满了贵。秦岭，你之前说你买了张78万的床。童贝贝解释：我是想你休息的好一些。秦岭点头说：好车开起来和普通车不太一样，你开几次就知道了。跟着道：现在去哪儿都需要车，我也希望在路上的时间你能开得舒服一些。童贝贝回视秦岭，这一刻他也从秦岭的眼底看到了温柔。童贝贝点点头，接受了秦岭的心意，谢谢老公。秦岭搂住童贝贝的肩侧，掌心在胳膊上来回轻抚了几下。他们磨合的不错，秦岭暗想。晚上，童贝贝做足了心理准备，鼓起勇气和秦岭主动提到，我们是决定以后都睡一起了。与其瞎猜，秦岭不声不响的进卧室，他还是直接问吧。秦岭光明磊落的回了句：我可以分床，也可以一起，主要看你。明明他先问的，怎么还把球踢回来了？童贝贝心道：不愧是大老板，这话说的说了跟没说一样。童贝贝于是把球踢了回去：我也都可以。秦岭背靠沙发，看着童贝贝，脸上再度挂起似笑非笑的表情。童贝贝只当没看到，等着他的答案。秦岭勾着唇：你的房子你决定吧。童贝贝，我可以不做决定吗？好吧，这可是你说的。既然如此，童贝贝，以我们现在的关系，还是睡一张吧。秦岭扬了扬眉峰，点头表示可以。童贝贝说完了，转身。长这么大，第一次邀请男人同床共枕，对方还是他的合法伴侣。这是在商量磨合，这是司马昭之心直接曝光，就差明说我有需求了。咸鱼应。然而咸鱼这晚没等到秦岭推开他的房门，晚饭时间，秦岭接了个电话，挂掉后，秦岭对童贝贝道：工作上出了点问题，李助理等会儿来接我。童贝贝惊讶：出差吗？秦岭：走向杂物间，拉开门，把行李箱推了出来。李萌很快就到了，没进来，站在门口，边和童贝贝打招呼边接过秦岭的行李箱，这次喊的是童哥。秦岭在换鞋，童贝贝站在玄关口，问李萌：吃过了吗？李萌笑：吃过了。忘了说了，新年好。童贝贝也笑：你也新年好。秦岭换好鞋，走吧。李萌冲童贝贝点点头，推着行李箱先去按电梯。秦岭面朝童贝贝，童贝贝替他把架子上的围巾取了下来，递过去。
秦岭接过，我走了，早点睡。童贝贝点头，飞机落地了，给我发条消息。好。秦岭走了，童贝贝合上门。家里从1个人变成2个人、3个人，最后又只剩他一个。房子还是原本的房子，家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家了。童贝贝体味了一下，觉得蛮好的，正要走回客厅看会儿电视，密码门滴一声从外面被推开。童贝贝扭头，意外秦岭去而复返。童贝贝转身走近，问他怎么了？什么东西没拿？忘了这个。秦岭抱住童贝贝。童贝贝愣了愣，回报秦岭，这次到，早点回来。好，你也早点睡。秦岭说着，侧头在怀中人的鬓角处亲了一下。秦岭这一趟出差，直到春节假期结束都没回来。闵恒夸道：“娶了老婆，扔家里当摆设，牛逼！”一听说秦岭过年的时候给童贝贝订了辆200万的车，当场改口：“大老板嘛，理解的，是我们贝贝的福气。”童贝贝反而无所谓秦岭这么久不回来，结婚前他就知道秦岭和他提过许多次，要是介意就不会结婚了。一个人就一个人，童贝贝非常自在。春节假期里天气不好，他就窝家里吹吹暖气，看看电视，刷刷手机。节后天气好了，闵恒有空他就约闵恒出来聚一聚，还恢复了瑜伽课，偶尔去闵恒开的花店坐坐。正月初10，春节假期结束的第4天，秦大海发消息给童贝贝，说让进城复工的老乡帮忙把土烧过来，除了土还有种子和苗。下午老乡到了，是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大个子憨憨的，开辆面包车，叫赵元。赵元不但帮忙把几麻袋的土烧过来了，还给童贝贝把土搬运去了婚房。童贝贝这下更有事做了，基本天天在新房整理露台，收拾规划，种东西。这日闵恒有空来婚房这儿找童贝贝。闵恒楼上楼下走了一圈，啧啧直叹：“你这嫁的果然很好啊。”童贝贝戴着塑胶手套蹲在露台种番茄。你要是点头和楚怀言结婚，你也能嫁得好。闵恒，嫁他？我呸！捅破皮的事还没找他算账呢。闵恒隔着一个小方盆在童贝贝面前蹲下，闲聊道：“不过你老公忙得10天半个月不见人，真没问题吗？”童贝贝手里忙活着：“我没问题。”闵恒点点头：“那就好。”闵恒看向面前的盆：“你这种的什么呀？”“小番茄。”“怎么不是种子，直接就是苗了？”“秦岭的爸爸给我的。”闵恒伸出大拇指：“牛逼，这才多久，乡下的公公都直接搞定了。”闵恒忽然想起什么：“今天几号？初几？”掰掰手指头问：“你元宵节要回童家的吧？你老公那天回得来？”童贝贝忙碌着，不甚在意的神色：“不知道，没问，可能回不来吧。”闵恒一惊一乍：“回不来你一个人回童家？别了吧，那多难受。好歹让你老公陪着，给你撑撑腰，你还能在那儿待着舒服点。”童贝贝神色如常：“没关系，到时候他回不来，就我一个人回去。”抬眼看向闵恒，说了实话：“而且我还没告诉他们我领证结婚了。这次就我一个人回去，先跟他们说下一吧。”闵恒皱眉，欲言又止，有些担心，说：“你一个人行吗？”童贝贝：“行啊。”“有什么不行的？”闵恒建议道：“我觉得你还是跟你老公说一下，让他回来陪你过去吧。”“童家啊，那可是童家。童贝贝过去跟羊进了狼窝有什么分别？”元宵节，蓝色小飞度在金漆雕花的镂空金属大门前缓缓停下。门卫认识童贝贝的车，立刻放行。童贝贝把车开进去，落下车窗，门卫大爷站在大铁门旁冲他笑：“少爷回来了。”童贝贝点点头：“新年好。”童家的主宅离大门有段距离，
童贝贝把车开进去。他不常过来，逢年过节才会有些走动。如果可以，和童家最好能不往来就不往来。但当初童家把他们母子认回后，外婆待他着实不错，还把金恒福等几处房产给了他和妈妈傍身。妈妈去世的时候，他也答应过妈妈会和童家好好相处。恢宏如宫殿般的大楼出现在了眼前，童贝贝叹了口气，跟差生被架子脖子上考场一样，结果显而易见，过程只能熬着。唉，童贝贝在楼前空的停好车，一下车立刻有佣人迎过来，少爷。童贝贝挺不喜欢这种称呼的，但童家的地盘嘛，他们愿意喊，他也就这么应了。下车进门，宽敞的一楼客厅里坐着不少人。贝贝来了。进门口的地方站着一个着装华丽、保养适宜的中年女人。女人看见童贝贝，脸上笑得温柔，眼神里带着疏离。童贝贝叫了一声小舅妈，冲她点点头。往里，迎面走来的穿着深色开司米毛衣的中年男人。男人见了童贝贝，扭头往大厅里道了一句：“老三来了。”童贝贝叫他大舅舅。男人点点头，态度一般。童贝贝在小辈里排行第3，他妈妈则是家里的长女。他妈妈又有一个亲妹妹，2个亲弟弟，还有其他诸多表兄弟堂姐妹，一大家子不少人。老太太去世，老爷子也住院疗养后，童家如今是童蕊熙，也就是童贝贝的小阿姨当家做主。童贝贝继续往里走，看见了童蕊熙。童蕊熙一身套装，短发，看起来便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她此时正和童贝贝的小舅舅聊着什么，听说童贝贝到了，转身抬眼看过来。童贝贝走过去，喊她小姨。转眼看童蕊熙旁边的男人，喊小舅舅。被称呼小舅舅的男人手里端着杯茶，点点头，对童蕊熙道了句你们聊，抬步离开。童贝贝顶着童蕊熙上下打量的目光走近到他眼前，默默站定。1楼大厅因为童贝贝的到来短暂的静默了1秒半，这1秒半过后，热闹的聊天声继续。童贝贝便在这些纷杂的背景声中，听见童蕊熙略显严肃的开口对他道：“你不该这么晚来，春节的时候就该来的。你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童贝贝没说什么。童蕊熙再次上下打量他，问：“最近有什么高兴的事？气色看起来不错。”童贝贝：“可能因为心情好，休息的也多吧。”童蕊熙只当是过节放假的关系，了声，正要开口，头顶的旋转楼梯上滑下来一道清亮的嗓音：“哥！”才上初中的童小船欢天喜地跑了下来，一下来就开心的拉住童贝贝的胳膊：“你可算来了，我等你好久了。”也不管童蕊熙，上来就道：“去我房间，我给你看看我新搭的模型。”童蕊熙：“小传。”童小船：“妈。”童蕊熙：“作业不做，功课不温，模型玩的头头是道。”童小船摇头摆尾：“业余爱好吗？”说着就拉童贝贝上楼。童蕊熙不满：“没看到我在和你哥说话？”童小传：“看到了呀，你们要说什么？赶紧说完，说完我把人领走。”童蕊熙正要开口，童小传一脸机灵的飞快打断：“说完了是吧？哥，走。”你……童小传拉着童贝贝就上了楼梯，经过楼梯旁的沙发处，看到几个长辈，童贝贝一一叫了声，几个长辈都应了，却没有童贝的弟妹反过来叫童贝贝一声哥。童贝贝不在意，也因为清楚自己在童家的位置，并不对他们抱任何期待，只是有些血缘的亲戚罢了。家里一个表弟这时候够着脖子往窗外瞧了眼，口气不善的来了句：“贝哥，你不是吧？那破车还开着呢。金恒府的门卫能让你这车进去吗？”一个表妹跟着道：“贝贝哥有脸吗？可以刷脸。”“是啊，他有你没有？就你长得丑。”童小船张口就对。女孩童小传。长辈：“行了，大过节的，
不许吵架。女孩跺脚，妈。童小船早拉着童贝贝上楼了。他们上楼后，沙发处坐着的几人低声聊了起来。他还在那个事业编单位，是吧？应该一个月几千块，这种工作也就他能做得下来。我怎么瞧着他跟他妈越来越像了？本来就像，样子像，脾气也像。哎呦，咱们家怎么出了这两个另类？上了楼，童小船嘴里嘀嘀咕咕的骂着：开什么车关你屁事？又不花你钱，就你有好车开，就你长得好看。童贝贝又自己念叨什么呢？童小船，童氏诅咒大法。童贝贝笑。童小船13岁，堪堪长到1.7米，没童贝贝高。他垫着脚够童贝贝的肩膀，勾肩搭背，哥俩好的姿态，游戏走起。童贝贝问他，不是看模型的吗？童小船，模型有什么好看的？我都搭完了。模型哪有游戏好玩？走吗走吗，过节在家都没人陪我，难得你过来，怎么也得跟我玩几局。童小船的房间就在2楼，大套房，别说玩游戏的客厅，小厨房都有。两人进了房间，就是另一个世界。童贝贝既不用面对那些与他不亲厚的童家人，也不用听那些有的没的拐弯抹角的贬损。他和童小传一起坐在沙发上打手柄游戏，童小传边和他打边聊天，见或吐槽家里，说其他几个同辈的坏话。聊着玩着，换游戏的空档，童小传突然想起什么，一惊一乍的拍了下大腿，扭头对童贝贝道：对了，有件事我有没有发消息跟你说来着？童贝贝的目光从大屏幕上收回，看过去，童小传，我妈和2个舅舅准备给你相亲了。相亲？童小传，真的？春节那会儿吃饭的时候就说了，名单他们都帮你弄出来了，好几个人呢。童小传想了想，我听到其中有个是大学教授，还有个好像是自己做生意的。哦，有个是部队的军官。童贝贝眨了眨眼，才消化过来。童小传也冲他眨眨眼，我估计等会儿下楼，我妈他们就要跟你提了。我先跟你说一声，你好有个心理准备。童贝贝，你也有个心理准备。童小传，啊？童贝贝缓缓抬起左手，指尖向上，手背正对童小传，亮出无名指上的素圈戒指。我已经结婚了，春节前。不久后，整个大厅鸦雀无声。童蕊熙看着童贝贝，面露惊愕：你说什么？你结婚了？童贝贝沉着地点点头，没有办婚礼，但已经领证了。童蕊熙的嘴唇绷成笔直的一条线。整个大厅继续鸦雀无声。好一会儿，小贝里突然有人来了一句：卧槽，牛逼！你怎么能一声不响的结婚？只有2人的2楼书房，童蕊熙爆发了。他站在童贝贝面前，几乎是逼近到了眼前，神情带怒，满眼失望。你明知道这一大家子有多看不上你，你也清楚你妈不在了，外婆外公都管不了事了，你一个人在童家跟无依无靠没差别。都已经这样了，你也从来不为自己考虑吗？结婚？那是结婚？你以为结婚是出门跟人吃顿饭那么简单的事吗？不找个有实力的对象做靠山，你怎么敢结婚？你怎么能结婚？哎，这简直是在油煎咸鱼，咸鱼难受。童蕊熙看到童贝贝这副云淡风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咸鱼脸就头疼。他喷了一通，其中厉害都说出来了，他怎么还能这么平静？是该夸他临危不乱、遇事不慌，还是该骂他没头脑、神经简单？恰在这时，急促的敲门声传来，妈，接着门就被推开了，你快下去看看，家里好像有谁来了。大舅二舅他们全被惊动了。童蕊熙蹙眉，谁来了？童小传，不知道。正说着，高跟鞋的哒哒声传来，大舅妈也在书房门口露了面。她一脸急色，面孔上又带着几分藏不住的喜悦。姐，
陆山的秦总亲自登门了。童蕊希一惊，童贝贝跟着一愣。童蕊希暂时放过了童贝贝，瞥了眼他，抬步路过的时候，低声道了句我刚刚的话，你好好想想。说着走出书房，随大舅妈一起下楼。童小传看了看两人的背影，幽吼一声，由于似的钻进书房，一脸八卦的对童贝贝道：哥，知道咱这大舅妈为什么这么高兴吗？那个什么陆山秦总，大舅妈相中了，指着人家做未来女婿呢。童贝贝露出点意外的神色，挑挑眉，淡淡道：做不成的。童小传不喜欢大舅妈的儿子，哼了声，我琢磨也是，他多傲啊，谁配得上他啊？倒不是因为这个。童贝贝跟着往书房外走。童小传听说那位秦总已经结婚了，他大舅妈还在白日做梦，立刻一脸吃瓜的兴奋，跟着一起往外，还反复和童贝贝确认那个秦总真结了。哥，你确定？童贝贝，童小传那对圆溜溜的大眼睛直转，大舅妈不行啊，这逮着个已婚的当未来女婿，消息都没我们灵通了。他脚步轻快，生怕晚吃半步的瓜，跑到前面还催童贝贝快点，直招手，哥，赶紧的。一楼，童家一大家子正跟带着李登门的秦岭寒暄，众人脑子里想的都差不多。秦岭作为如今正炙手可热的商圈新贵，虽说一些重要场合和他们童家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生意上着实没什么交集。这大过节的，他来干什么？还是亲自登门，又带了这么多礼，什么意思啊？众人寒暄着，热情着，都在默默观望。恰在这个时候，秦岭抬眼看向一楼通往2楼的旋转楼梯，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看到正往下走的童小传和童贝贝，立刻有人道：哦，那是家里的小贝，贝贝和小传。秦岭应了一声，表示知道，目光没有收回，依旧注视着楼梯。童蕊希还没说什么，大舅妈便迫不及待的招呼楼梯上的童小传他们：贝贝、小传，来跟秦总打个招呼。童小传走在前面，2步并3步，飞快地下了楼梯，直奔而来。后面的童贝贝正常步伐，不快不慢。童小传先走近，看看秦岭，礼貌的喊了声秦总。秦岭点点头，客气地道了句你好，依旧抬眼看着楼梯的方向。众人这才察觉到有些不对。童蕊希反应最快，秦总认识我们家贝贝。正说着，童贝贝走下楼梯，走进人群，看着秦岭。秦岭回视，微微挑了挑眉峰，冲他伸出右手。童贝贝跟着伸出手，秦岭就这么当着众人的面握住了童贝贝的手，将人牵到自己身边站定，又松手，抬起胳膊在童贝贝后腰搭住，最终就着这个站在一起肩并肩的姿势，面朝童家众人，礼貌而不失正式的再次打了声招呼。晚辈到访突然，不知道贝贝有没有来得及告知诸位。众人什么意思啊？童贝贝和秦岭对视，童贝贝很轻的摇了摇头，还没。秦岭点了下头，表示知道了。秦岭沉着地面向众人，代替童贝贝宣告道：几周前，我和贝贝领证结婚了。厅内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秦岭和童贝贝身上。几秒后，童小传率先发出倒抽气的声音，眼睛瞪得老大，看着童贝贝，手指秦岭，咋咋呼呼的开口：哥，和你结婚的就是他啊！童小传，我的妈呀！他妈就站在他旁边，脸色和众人一样，可谓是五彩纷呈。好一通消化，才堪堪压住心绪，勉强敛起神色，道：啊，和贝贝结婚的原来是秦总啊！秦岭点点头。童蕊希还是如何都反应不过来，只是顺着本能的来了句：挺好的。忽然一下如梦初醒，招呼道：坐吧。内心：贝贝，秦岭，找的秦岭，结婚的是秦岭。童蕊希可算消化过来了，就跟老旧的电池突然蓄满电似的，精神一下振奋了起来。他飞快的招呼老三、老四，把他们叫醒，又扬声唤来家里的阿姨，
让去倒茶，拿茶点，再亲自招呼秦岭和童贝贝，来，别站着了，都坐吧。大舅舅、小舅舅还看着秦岭和童贝贝，目光笔直，写满错愕，如何都回不过神。童蕊熙、老三、老四，两人才堪堪回神。童蕊熙瞪了两人一眼，亲自把秦岭和童贝贝带去沙发，客气的仿佛变了个人，边坐下边对秦岭道：贝贝也才回来，我们刚刚还在楼上聊到他结婚的事，才聊了几句，知道你来，我就先下来了。言下之意，大家什么都不知道。来，坐。童蕊熙嗔怪的看向童贝贝，眼底却无半点责备，道：贝贝你也是，早点说啊，早点说，我们也好有个心理准备。看这事儿闹的，说着看向沙发旁的众人，我们都吓了一跳。众人该回神的也都回神了，纷纷应和：是啊，是啊。内心里其实还在消化震惊，这钻石王老五般的新贵，多少人盯着，这就跟童贝贝结婚了。和童贝贝结婚的是秦岭。秦岭啊！众人看向沙发处的眼神全变了，尤其是年长一些，可以从中掂量出轻重的几个长辈。这下再没人敢看清童贝贝这个在童家无依无靠的老三。风向和态度转变的同时，反而全在暗想，童贝贝真是人不可貌相，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这实力够强啊。秦岭这新贵，有人才刚盯上，童贝贝直接得手了，牛啊！对这些，童贝贝一概不知，他就是奇怪秦岭怎么突然来了。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还说事情还没解决吗？因为实在觉得奇怪，童贝贝连着转头看了秦岭好几眼。秦岭正和童蕊熙说话，感觉到他的目光，边说边扭头回视了几次，眼神里带着安抚。说完，他在众人的眼皮子下面凑近童贝贝，低声解释道：早上的飞机知道你过来，我就也来了。童贝贝的眼神，怎么没打个电话或者发个消息？秦岭打了，你没接。童贝贝顿了下，口袋里摸出手机，低头一看，果然有3条未接来电，全是秦岭的。他歉意的低声：手机静音了，没看到。秦岭摇头，表示无妨。童贝贝眨眼对视，现在秦岭拍拍他的手：没事，有我。众人看着，再度暗暗道抽泣。这对话，这态度，这耐心的样子，亲昵的姿态，贝贝把这新贵拿捏得够彻底啊。又是童小船反应最快，他一屁股在童蕊熙旁边坐下，一边把一个抱枕抱到怀里，一边隔着茶几看着秦岭和童贝贝。那我刚刚叫错了，不该叫秦总，应该叫哥才对吧？童小传的话格外快，也很大胆。哥，你是太忙了吗？怎么和我哥前后脚错开来的呀？害我们家人都以为你是单独来访的。童小传说着，故意够脖子往窗外看，问秦岭：对了，哥，你开什么车来的？不用想，肯定是豪车。童小传的余光瞄向之前揶揄童贝贝的那对兄妹，哥你也真是，赶紧给我哥换辆车呀！你不知道，刚刚我哥来的时候，小传家里一位长辈连忙打断。童小传刚刚拿车贬损童贝贝的那对兄妹异口同声。童小传很聪明，知道说到这儿就够了，吐吐舌头，耸耸肩，一脸好吧，我闭嘴的俏皮，不说了。童蕊熙不认可的瞪了童小传一眼，缓和尴尬的开口道：小孩子不会说话，别介意。秦岭大方地表示无妨，跟着接上了童小传的话：贝贝的车是要换了。说着扭头看向童贝贝，同时伸手握了下童贝贝的手。前几天我们还聊到，秦岭只是贝贝开他那辆车开习惯了，也念旧，就不是很想换。顿了顿，再次转头单独对童贝贝道：我就说要换的吧。童贝贝配合着，沉静而温和的点了点头。秦岭跟着看向童蕊熙，笑笑：不过认识贝贝这么久，虽然没问过他，但我心底其实也挺奇怪的。顿了顿，童家也算老门宅，是因为不想小贝铺张浪费吗？贝贝只开那么一辆车，
跟着道：“不过好像又不对。刚刚我来下车的时候，还看到外面停了不少豪车。贝贝的车停在里面，是挺突兀的。”余光扫视沙发四周，也难怪有亲戚会说，找这么一个新贵老公，贝贝是牛。但真牛的到底还是秦岭啊！好好一句话，正着被他说了，反着也被他说了，好的赖的全到他嘴里了。这骂人抠门不用一个脏字，不愧是陆山的秦总。之前拿车损童贝贝的那对兄妹早缩到人后躲得没影了，面朝秦岭的童蕊希，这一大家子也被说得脸上没光。但童蕊希不愧是如今的一家之主，坐镇坐的依旧很稳。秦岭笑，他也笑，笑着四两拨千斤。年轻孩子开什么车，我们家里开明，向来是随他们的。铺张浪费要开豪车的，我们不支持，但也不拦，毕竟家里又不是没有这么条件。像贝贝这样懂事的，我们支持也喜欢。再说了，这不是刚好等到你们结婚吗？你们结婚了，我们这边才有真当理由给他换车啊。说着看向童贝贝，贝贝喜欢什么车，尽管去挑。又朗声道：“别不好意思开口，小姨给你撑腰。”众人脸色一变，马上意识到童蕊希这话是说给秦岭听，也是说给他们听的。一群墙头草立马跟着转变风向，纷纷附和：“是啊，是啊，结婚了肯定要换辆好车的，不止车，什么都要换最好的。”贝贝这孩子就是这样，从小就懂事，不像他那些弟弟妹妹，一个个就知道铺张浪费乱花钱。就是啊，这次趁着结婚，刚好都换了。童贝贝听着这些话，淡定的坐着，没被捧得晕头转向，心里很冷静，也很清醒。童家人反而有些晕，童家在当地扎根了好些年头了，家里这些能联姻的全联姻了，绑下捉婿这种事也不是没做过，奈何家业这些年一直得不到增长，还隐隐有没落的趋势。童家多少是有些急的。秦岭这新贵盯的人实在太多了，大舅妈虽然嘴里说着把人弄过来当未来女婿，可说到底新贵难求，竞争激烈，自家败家子能不能被看上还是个问题。如今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啪一下，新贵空降，直接成了童家的女婿，能不让人惊讶振奋吗？于是原本要各去忙碌的童家人都留在了主宅，怎样都要和新女婿坐在一桌吃顿家宴。童蕊希和大舅、二舅等几个男人还在午饭前拉着秦岭聊了好一会儿，俨然已经把秦岭当成了自家人。至于童贝贝哥、贝贝哥、三哥、老三哥姐弟妹们叫的不要太热情。童小传警告众人：哎，先说好，哥可以叫，但你们都得排我后面。我跟我贝贝哥永远都是最好的。童贝贝笑，他隔着人群眺望过去，看见秦岭沉着的坐在童家一群男人里，一下就觉得，虽然他依旧不喜欢应付这些亲戚，但不是一个人，有秦岭在，这个过程忽然就变得没那么难熬了。秦岭感觉到目光，跟着扭头看过来。童贝贝对他笑了笑，秦岭也勾了勾唇角。中午家宴，主位空着，童蕊希坐主位旁，童贝贝坐在童蕊希的右手边，旁边是秦岭。桌上男女老少都有，大家便没再聊工作，反而聊到了童贝贝和秦岭的婚事。在知道秦岭和童贝贝领证不久，最近正在弄婚房，也暂时没有办婚礼的打算后，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不办婚礼吗？婚礼还是需要的吧。房子虽然不错，面积上到底还是差了点，不够宽敞。有些结婚上的流程是不是也该走一下？贝贝辞职了，要不要回家里的公司上班？趁着大家聊别的，童贝贝给秦岭夹了一筷子菜，眼唇凑近，低声道：随便他们说，我们就听听，反正下次过来也要等清明了。你嫌吵吗？会不会觉得很麻烦？秦岭低声回道：不吵，挺热闹的。又说：你跟我回趟乡下就知道了，乡下更吵，人多，还都是方言，我都听得头晕。童贝贝笑：那我下次陪你回去见识一下。秦岭好，也给童贝贝夹了一筷子菜。
童蕊希看着，桌上其他人看着，都以为这两人认识很久，相互了解，感情到位才结婚的，根本想不到他们是闪婚，还有试婚1年这一说。饭毕，童蕊希单独把童贝贝叫去了书房，这次的神色缓和了不少。童蕊希只领了个证，是有些太简单了。童贝贝立即摆明自己的态度，我就想简单点。童蕊希点点头，没说什么，毕竟这个婚事在他眼里十分不错，他非常满意，看什么自然都带了滤镜，不办就不办，不办也好，低调。但有一点，童蕊希，你好歹是童家人，找了这么个丈夫，我们也不能真的让你白吃白住白用禄山的。童蕊希，今天你先回去，我和你2个舅舅回头商量一下，看给你多少东西傍身。童贝贝没说他不要，他要的。咸鱼不傻，只是童贝贝别给现金，给点能增值的吧。知道了。这方面童蕊希着实很佩服童贝贝，一群小辈，要说谁在工作上最没想法，绝对是考了事业编的童贝贝。可恰恰也是童贝贝活得最稳妥，最后还找了这么好的老公。童蕊希都不知道该说他运气好，还是该说他实力强，或许都有吧。童蕊希心道，姐，看看你儿子比你当年强多了，尤其是在找老公这方向，你在天有灵，也能安心了。午饭后，亲戚们都走了，空荡荡的宅子一下变得安静。童贝贝走下楼梯，秦岭静立在旋转楼梯的拐角平台处，默默注视着挂在墙上的那张巨型全家福。照片上有童贝贝站在靠中间的位子，一个陌生面孔，眉眼与童贝贝有几分相似的女人旁边。童贝贝见他在看照片，边下楼边道，去年拍的，当时外婆已经不在了，外公也去了疗养院，照片上的老两口都后来 P 上去的，同 P 上去的还有他已经去世的妈妈。而童家一直信奉人丁兴旺才能财聚运祥，所以家里每2年就会拍这么一张全家福。秦岭回眸，玩笑的问，现在多了一个女婿，是不是改天又要重拍了？童贝贝走近，有可能。跟着站到那张全家福前，两人一起静静的对着照片站立了片刻。童贝贝注视着照片，问秦岭，知道我是童家人的时候，意外吗？结婚前，秦岭调查过他，对他显然不是毫无了解。秦岭侧头看了眼童贝贝，有一点。童贝贝耸肩，跟着转头回视。不过我和童家的关系，也只剩这点血缘和姓氏了。童贝贝继续看照片，第一次主动聊起自己的原生家庭。我妈年轻时候和我生父私奔，离开了家，外公外婆一生气，就和妈妈断绝了关系，很多年都没有往来。童贝贝看着照片上的女人，神色温和，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妈妈身体不太好了，两边才重新有了走动。秦岭默默听着，转头看着童贝贝。童贝贝回眸和他对视，笑了笑，今天谢谢你。虽然我和这边只是逢年过节才稍微走动一下，但我在童家的处境确实不太好。今天有你在，好多了，我也觉得舒服多了。秦岭却道，但你没有和我提。童贝贝，秦岭，是你的朋友打电话给楚怀言，楚怀言转告我，我才知道的。啊，童贝贝，原来是闵行。秦岭问，如果我今天不来，你就打算一个人忍着？像以前一样。童贝贝聊到这些，神色如常，算不上忍吧，也就是熬一下。又想了想，大家确实不太看得上我，欺负我还不至于。秦岭扬眉，还不至于。童贝贝，意思就是我在这里处境虽然不好，但也没你以为的那么差，也就是没什么存在感吧。秦岭不知道童贝贝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的，但他知道，也很清楚，在一个群体里，最没存在感、最边缘化的那个人，日子一定不舒服，尤其是所有人都在一起的时候。元宵节吃元宵，元宵是甜的，秦岭希望他的伴侣的心情也能是甜的。于是他对童贝贝说，以后你要回来就告诉我，我陪你。童贝贝的神色温和轻松，
好呀。走的时候，秦岭没坐自己的车，反而上了童贝贝的二手小蓝车，还坐的主驾。秦岭的座驾，司机开着的迈巴赫，跟在小蓝车的屁股后面。众人一瞧，贝贝这家庭地位够稳的呀。别人是嫁鸡随鸡，到了他这儿，开辆这么上不了台面的破车，人老公也跟着坐，不但坐，还得当司机。童家人看着，这下更不敢小瞧童贝贝了。车开出去3米，童小传追在车屁股旁边拍门窗。秦岭停下车，童贝贝扭头，童小传拉开门，低头钻进车里。嗨！秦岭重新挂档起步，童贝贝奇怪童小传怎么上来了。童贝贝问童小传：“你要去我那儿？”童小传一脸爽朗：“约了同学去打球，刚好蹭你们的车。”童小传凑在前排2个座椅之间，看看开车的秦岭，再看看副驾的童贝贝。看了会儿，童小传对秦岭咋呼道：“你真和我哥结婚了呀？”秦岭拿童小传当孩子，回道：“要不要看结婚证？”童小传：“看啊，当然要看。”秦岭：“让你哥回头拿给你看。”童小传：“那必须。”童小传又开始盯着秦岭看。秦岭开着车没回头，大大方方的问：“想说什么？”童小传：“你认识我哥多久啊？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哥提起过他认识陆山的秦总啊？”童小传快人快语：“卧槽，你们不会是闪婚吧？”小传：“有什么来问他，别这样。”童贝贝唤了一声。秦岭：“没关系。”接着回答了小屁孩的问题：“认识不到2个月，确实和你说的一样是闪婚。”童小传连声卧槽。小孩子或许都觉得闪婚很酷，童小传连大拇指都竖了起来。比完大拇指，童小传又话多地对秦岭道：“那你对我哥好点啊？”小传。童贝贝无奈。童小传反问童贝贝：“我说的没错呀，不该吗？”又看向秦岭，大大咧咧的说：“那你可得好好珍惜我哥，追我哥的人可多了。我以前的家教老师，我哥大学时候的同学都喜欢他。我们一起逛街，走在马路上，也有人问我哥要电话号码。”童贝贝：“童小传。”童小传：“本来就是。”接着刚刚的话，但我哥一个都没看上，一个都没谈过。和你结婚之前，连初吻都还在呢。童小传说着伸出爪子，拍拍秦岭的肩膀，一脸哥们儿你赚了的感慨，把秦岭给逗笑了。不久后，蓝色小车停在地铁口，车门打开，童小传下车，挎上包，风风火火的离开了。没了一张巴巴巴的嘴，车内一下静了。童贝贝因为童小传之前说的那些，略感尴尬。他正要为弟弟的冒失和口不择言向秦岭致歉，开着车的男人忽然笑了下，还偏头看了童贝贝一眼。童贝贝，秦岭，你也赚的。秦岭不紧不慢，追我的也很多，也有人问我要号码，我也一个都没看上。我的，说着又瞥了童贝贝一眼，意思明显，他的初吻也还在。童贝贝扯开话题：“你早上的飞机出差结束了？”秦岭开着车：“没有，临时回来的，就为了陪他回一趟童家。”童贝贝：“谢谢。”怎么又说谢谢了？秦岭：“不用谢我，我回来确实是为了你，但时间充裕，也刚好回公司开几个会，再拿点需要用的文件。”童贝贝领悟了这番话背后的意思，问：“你马上又要走了？”秦岭：“童贝贝：“真的好忙？”秦岭：“一个人安排的过来。”童贝贝点点头：“当然。”秦岭说不出心底的感受，他明明很放心童贝贝，可奇怪的是，莫名又有些不放心。就像接到楚华言电话的时候，他心知童贝贝一个人回童家应该没什么问题，可心底总归还是不放心。不放心，这才临时回来了。秦岭接着又问：“都还好？”童贝贝：“很好啊。”秦岭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问题有些多余。童贝贝当然好，他婚前就知道他的伴侣
可以一个人安排好独身在家的生活。他也是因为这个，觉得童贝贝适合他，才主动提出结婚的。怎么现在又关心起这个？秦岭没有深想，只觉得自己此刻的心绪有些多余，暗暗摇头，把这些多余的通通抛到脑后。待开到金衡府门口，秦岭边解开安全带边道：“我去上班了。”童贝贝点点头。秦岭没动，也没去推车门，就这么侧身看着童贝贝。童贝贝解开安全带，也侧身，正要主动给秦岭一个分别前的拥抱，秦岭的目光忽然在他唇上落了一下，童贝贝愣了愣，没动。车里的气氛一下就变了。秦岭侧着身，手肘撑在扶手箱上，目光在童贝贝唇上落一眼，又抬起，回视童贝贝，身形一点一点缓缓靠近。童贝贝的目光跟着下落，长睫连起，没有动。秦岭靠得更近了，两人的呼吸缠绵在一起，谁也没有说话。就这样近距离的定了一小会儿，秦岭的目光抬起，看进童贝贝的眼底，童贝贝静默的回视着，没有动，没有出声，眼看着面前的这张面孔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咫尺间的时候，童贝贝闭上了眼睛，下一刻唇瓣相触，一个很轻的吻，陌生的触感，温热的像贴。唇分，童贝贝睁开眼睛，眼底是清醒的羞涩。秦岭不羞，这件事他肖想过许多许多次。在除夕夜他们一起逛街的时候，在童贝贝吃火锅吃得唇色嫣红的时候，甚至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他眼看着童贝贝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唇边沾上咖啡的时候，秦岭很清楚他对童贝贝有欲望，他希望也知道童贝贝对他也有。所以这种事，秦岭再次偏头吻上，轻轻的前吻了几下后，他试探的用舌尖撬开那微抿的齿背，让克制的呼吸与柔软的唇舌一起交缠了起来。这种事既然都想，他来主动吧。童贝贝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挺玄妙的，像他和秦岭没接吻前，就算已经结婚了，闲着的时候他也很少会想起秦岭，尤其是秦岭出差不在家的时候。可自从上次在车里接过吻后，童贝贝不知道是不是生理需求暗中作祟的关系，他竟然开始频频想起秦岭，尤其想秦岭什么时候回家。闵衡知道后，淡定的说：“春天到了，发情了。”闵衡义正言辞：“你信我，你这绝对是当处男当太久当的，真的，跟你老公打几炮就好了。”童贝贝以前听不进这些话，觉得闵衡这就是以己夺人，现在想想不是没有道理，搞不好真是自己的生理需求闹的。但秦岭工作那么忙，他也不好问秦岭到底什么时候回家。这日和闵衡一起逛超市，逛到计生用品区，闵衡淡定地道了句：“我送你几样礼物吧。”说完伸手直接把货架上一排安全套捋进推车。童贝贝见童贝贝看他，闵衡怎么不够？说着就要再动手。童贝贝赶紧推上车，拉上人往前走，够够够。终于又过了一周，秦岭回家了，下飞机的时候给童贝贝发了一条回来的消息。童贝贝很高兴。门铃一响，拉开门，见到的却是风尘仆仆、气色不甚良好的一张面孔。童贝贝一愣，问：“怎么了？”秦岭的脸色有些发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边进门边道：“有点感冒。”李萌扶了秦岭一把，行李箱推进门，跟着对童贝贝道：“秦总发烧了，上飞机之前39.8度，才吃了一粒退烧药。公司还有事，李萌先走了。”秦岭人不舒服，躺在床上，童贝贝给他倒了杯水放在床头，又泡了一杯散热解毒的中成药，边用勺子搅拌着边走进卧室。秦岭闭着眼睛，不甚舒服的躺在床上。听到脚步声，秦岭睁开眼睛。童贝贝坐到床边，秦岭撑着胳膊坐起来，把药喝了。童贝贝又递水给他润了润嗓子，问：“什么时候病的？”秦岭蹙着眉：“有2天了。起先太忙了，他管都没管。后来有一晚跟人应酬到半夜，直接就烧起来了。”童贝贝给秦岭掖了掖被角，温声道：“你先吃了药睡一觉，
要是醒过来还不舒服，我再带你去医院。秦岭整个人烧得晕晕沉沉，没什么力气，没一会儿就闭上眼睛睡着了。童贝贝走出房间，带上门，先把扔在玄关的行李箱靠墙摆好，接着走进了厨房。秦岭一觉醒来，舒服多了，睁开眼，童贝贝坐在身旁。童贝贝，你醒了？伸手向秦岭掌心附额，体感了一下，还好，温度不高。童贝贝关切地看着秦岭，温声问：饿吗？秦岭跟着叫起来的肚子，完美的回应了这个问题。童贝贝和秦岭一起笑了。秦岭撑着胳膊预备坐起来，童贝贝拍拍他，起身下床，绕过床尾，你别起来，就在床上，我把粥给你端进来。粥不是白粥，是加了料的皮蛋瘦肉粥，很香，只是闻着就令人胃口大开。配菜有3道：酱牛肉、玉米粒、海带豆腐，简单下饭，还有营养。秦岭吃了几口，直说好吃，又见童贝贝坐在床边看着他吃，自己不吃，问：你吃过了？童贝贝摇头， Danny 说我肉太多，做动作的姿势都不轻盈了，劝我晚上别吃，减肥。秦岭 Danny 童贝贝，我的瑜伽老师。秦岭的气色好了一些，闻言往童贝贝身上看了一眼，你这也叫胖？童贝贝摇头，胖是不胖，但老师既然这么建议的，还是得听听。秦岭和童贝贝闲聊了起来，最近在上瑜伽课。童贝贝点点头，是我原来的瑜伽老师，他自己开的瑜伽馆。秦岭远吗？童贝贝离这儿有点，离新房很近。秦岭新房怎么样了？童贝贝差不多了，就剩露台，不过露台可以慢慢整理。秦岭对不住，从春节忙到现在。童贝贝摇头，没事啊，我一直知道你很忙。秦岭最近过得怎么样？童贝贝，我怕你听了会伤心。秦岭童贝贝蛮好的，特别自在。秦岭便笑了，并不觉得有任何伤心，没什么比他不在家，伴侣却能过得不错更好的。从一开始，这就是他想要的。饭毕，秦岭去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出来的时候抬眼看向客厅，阳台开着窗，斜阳并着清风落进屋内，洗衣机里滚着他出差时替换下来的衣物，窗明几净，地板干净，茶几上摆着新鲜的百合。童贝贝一身居家服，正弯腰在沙发旁给牛郎织女喂零食，一切都如他离开前那样井井有条，温馨舒适，跟幅美好的画卷似的。秦岭只是看着，都不忍出声打破。直到童贝贝扭头，秦岭看向他，两人对视着笑了一下。秦岭走过去，道了句小童，童贝贝直起身，秦岭拥住他。没什么比忙碌多日回到家，家里有饭有菜，有烟火气，有伴侣的生活更令人心安了。而这些都是童贝贝带给他的。秦岭既喜欢又迷恋，这一个拥抱就仿佛给自己加了道锁，心都像有了重量，踏实的沉下。小童，秦岭没说什么，安静的抱着童贝贝。童贝贝也没说什么，就这么安静的让秦岭抱了。抱了会儿，秦岭的语气带着遗憾，光明正大的说，如果不是发烧生病了，现在我们应该在接吻。童贝贝被说的有些骚，秦岭突然沉了口气。童贝贝听到，连忙问，怎么了？秦岭松开拥抱，抬手扶额，略显难受的样子，头疼。又吐了口气，随口道，也是被气的。两人在沙发上坐下，童贝贝问秦岭，怎么了？秦岭抬手揉着太阳穴，一句没什么已经堪堪到了嘴边，毕竟他从不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和人聊工作。可坐在身旁的是他的伴侣，是童贝贝。秦岭临时改口道，合伙人的烂摊子。童贝贝这还是第一次知道陆山有个合伙人。他问秦岭，你有合伙人？秦岭职务和身份上都不算，但当初创业的时候他是一起的，也有公司的原始股。
童贝贝点点头，简单的问：他惹麻烦了？秦岭：所以这次出差是为了给合伙人擦屁股。童贝贝：处理完了？秦岭：还没，差不多了，还需要去见个人。聊到这儿，秦岭看向童贝贝：到时候是个需要带伴侣的商务场合，还得麻烦你抽时间跟我一起。童贝贝觉得这话就显得太客气了。不麻烦，我每天都有时间。秦岭还在揉太阳穴，不甚舒服的样子。童贝贝，回房间吧。秦岭：一起。两人回了房间，躺在床上。秦岭刚醒，没有睡意，便握着童贝贝的手聊天，又聊起童家。童贝贝，小姨说要给我点资产，前几天联系我，让我签了几份合同，把我加进了一个子公司的股东分红名单里。听小传说，好像还打算给我几套房子，一间商铺。秦岭问：都要了？童贝贝声音清脆：要啊，为什么不要？满脸馅饼不要白不要的实在。秦岭笑，着实喜欢这些偶尔流露的微表情，毕竟比起一个身份上的伴侣，这样的童贝贝才更加真实。给你就拿着吧。夜深了，两人聊天的声音渐弱，慢慢的都不说话了。秦岭以为童贝贝睡了，侧头看去，童贝贝也以为秦岭睡着了，跟着转头，两人对视上，无声的暧昧忽然间便涌动起来。童贝贝先一步错开目光，秦岭捕捉着他的眼神，低声喊了句：小童。童贝贝把飘开的目光重新拉了回来，看过去，秦岭的眸色很深，一瞬不瞬，目光专注。童贝贝被这么看着，没再把目光挪开。他翻身面朝秦岭，秦岭没说什么，被子里挪近了一些，一条胳膊伸了过去。童贝贝意识到秦岭的举动，跟着抬起头，让那条胳膊穿过去，垫到脖颈下面。他们就这样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童贝贝乖顺的躺在秦岭的胳膊上，闭上眼睛，柔声道：睡吧。秦岭嗯了声，拧灭了床头的台灯。或许婚姻的意义便是如此，什么都不做，只是彼此的陪伴，便已经胜过了一切。秦岭只休息了这一晚，次日7点准时起来，洗漱、换衣服、吃早饭。似乎受身体影响，有点起晚了。出门前，秦岭频频抬手看表。童贝贝看见了，便放下手里的早餐，走到玄关，替秦岭系领带。秦岭就这么站着，默默的看着童贝贝，神色间带笑。童贝贝利落的系着领带，抬眼问：笑什么？秦岭：早知道现在这么幸福，我肯定早点让楚怀言给我介绍男朋友。童贝贝系好了领带，转身把玄关柜子上摆的公文包拎起来递过去，并不是很吃这句甜言蜜语，说没用，早点的时候楚怀言还不认识闵衡。秦岭边转身出门边问：闵衡？选发那个？他在楚怀言那儿见过几次，有点印象。童贝贝送他出门：就是他。秦岭：改天是不是该请这对红娘吃个饭？童贝贝：可以啊。站在门口挥挥手：老公再见，晚上回家吗？秦岭哭笑不得：不出差的晚上我还能去哪儿？童贝贝便扶着门框，跟着问：那你晚上想吃什么？秦岭想了想，说：别煮了，晚上来公司有家餐厅不错，带你去吃。童贝贝：好呀。不用煮饭便代表不用买菜，不用买菜则说明白天的时间很多。既然如此，童贝贝便开车去了 Danny 的瑜伽馆。Danny 见他最近来的这么频繁，笑：变贵妇就是不一样啊，老公有钱还忙还不管你，我都要开始眼热了。Danny：什么撩汉秘籍，分享分享呢，改天我也嫁人当贵妇。童贝贝脱掉外套，不紧不慢：首先你得保持单身到27岁。Danny 立马换上一张兴致缺缺的脸：算了，还27呢，老娘17岁就不是处男了，也就你了。童贝贝：不啊，还有秦岭啊。秦岭32呢。哦不对，过了年
33了。典礼又好奇起来，对了，你的富豪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零花来着？童贝贝一愣，最近生活太顺，差点把这茬忘了。老公，你生活费还没给呢。童贝贝委婉的发了条消息提醒秦岭。秦岭正在开会，看到的时候突然笑了下，把满屋子与会人员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这声笑是个讽刺的冷笑，黑暗到来前的预兆，下一秒就要把他们骂得像狗血喷头。秦岭把手机盖下，抬起目光，神色如常，继续。众人松了口气，又纷纷惊奇不已。咦，没骂人？刚刚是真的在笑啊！等到散会，这个在会上突然的笑，一时间成为公司大小群里八卦的热点。这还用问吗？肯定是看了老婆发来的消息。话说秦总真结婚了？肯定啊，没看他戒指都戴无名指了吗？不是说和之前那个分了吗？是哦，前一个才分，这就结婚了，会不会也太快了？说不定遇到了真爱。屁！就秦总这种工作狂，还能遇到真爱？真爱能容忍他一年365天，最多只有65天在家。哎，问问李总助呢？李总助的嘴多紧啊！晚上，童贝贝打车去了麓山。麓山位于 CBD 区，占了整整一栋楼。站在楼下往上看去，童贝贝诚心诚意的感慨：秦岭的生意做得真大。他往楼内走，门口的保安冲他看看，没有拦他。走进大厦，正对大门的不远处设置了前台，宽敞的大厅安置了休息用的沙发。童贝贝和秦岭约好了时间，现在还没到。他原本想在1楼等，见有沙发，正要过去坐，趴在前台处的一道背影转了过来，赫然便是李萌。李萌看见童贝贝，连忙快步迎过来：“童哥。”童贝贝点点头：“李助理。”李萌欢快道：“秦总说你来了，让我下来接你，走吧，我带你上去。”李萌带着童贝贝去搭电梯。经过前台，两个年轻女孩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是谁啊？长得也太帅了吧！能让李助理亲自来接，还是秦总让的？就这样进去了，连个访客的临时证件都不用拿。滴滴滴滴滴滴，八卦插着翅膀，通过网络从前台飞上了整栋楼。丁电梯抵达楼层，童贝贝先出来，李萌紧随其后，而后一步出来的李助理很快快步走到前面带路：“童哥，这边。”走进公共办公区，童贝贝很随意的四处看了一眼，紧随李萌。没多久，两人抵达总裁办公室。很快，童贝贝的身影消失在门内，李萌却没跟着进去，而是替他们把门带上了。回工位，附近的一群员工全从格子间里拉长了脖子看他。有关系熟络的同事边当长颈鹿边无声的蠕动嘴唇，问他：“那个谁啊？”李萌摇摇头，没答。各个员工大小群已经热聊了起来，尤其是总裁办那一层的办公室。李萌带着谁来的？还真没拿访客出入证啊。这是谁啊？长得好帅。我看到他左手有戒指，就是没看清。跟老秦是同款吗？有人看清了吗？看成色相。这不会真是他老婆吧？这么帅吗？童贝贝进了秦岭的办公室。秦岭正在签文件，闻声抬眼，抬起来，眼睛放不回去了。童贝贝臂弯里搭着外套，身上穿着牛仔裤和白卫衣，看起来年轻又时尚。秦岭就这么盯着童贝贝签完了胳膊下的文件，签完把文件一合，眼睛就跟粘上似的，始终看着童贝贝。童贝贝见秦岭还在工作，没有出声，自己在进门口的沙发坐了，等待的姿势。秦岭拧上签字笔的笔帽：“我马上好。”不急。童贝贝点了点头。10分钟后，秦岭从衣帽杆上取下外套：“开车来的。”童贝贝，打车。秦岭拉开门，示意童贝贝先出。童贝贝走出去的时候问了句：“餐厅远吗？”秦岭跟着走了出来，
带上办公室的门，开车过去半个小时不算远。两人并肩走着，低调的离开了办公区。他们前脚走，各个大小群后脚炸开了锅。看清了，同款戒指，就是他。我突然就能理解秦总怎么刚分手就闪婚了。就这张脸，换我也闪。秦总看起来不是这么肤浅的人啊。你懂个屁，越有钱的男人越原始。照片我悄摸摸偷拍了几张，可惜糊了。好磕，太好磕了。秦岭带童贝贝去了一家很有格调的油画餐厅。童贝贝进门的时候便被门口的梵高向日葵仿画吸引了注意力，站定着看了看。秦岭没催，站在旁边等着，负责接待的侍者也没出声，安静的候在一旁。童贝贝看完了，随秦岭一起进餐厅。秦岭不懂画，问童贝贝那幅画怎么了？童贝贝仿得很像，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扫描后的击打画。秦岭喜欢吗？喜欢就买下来。童贝贝没明白。秦岭，这里的画都卖。侍者恰到好处的开口，是的，我们餐厅的画都是卖的，二位如果喜欢，看中了可以定下来。童贝贝笑笑，不聊。他只是随便看看。再一看，菜品竟然也跟油画一样，色调搭配的非常漂亮。童贝贝略感惊喜，他觉得这样的餐厅肯定不是个普通吃饭的地方。问秦岭，秦岭道，还记得我昨天跟你提的商务宴吗？童贝贝点点头。秦岭，宴会的主办人就是这家餐厅的老板。童贝贝略感意外，挑挑眉。秦岭欣赏不来什么油画，什么色彩，菜上一道他吃一道，边吃边说了句农民。童贝贝。秦岭自嘲，那位主办人兼老板背后给我起的绰号。耸肩，就因为我欣赏不来他的画。童贝贝睁大眼睛，觉得莫名。他小声嘀咕，边吃边道，怎么这样？秦岭反倒不介意的样子，接着道，我在外的绰号还挺多的。暴发户，乡下来的，狗大户。嗨，童贝贝呛了一口，直咳嗽。秦岭把桌上装水的杯子递过去，笑笑。童贝贝喝完水，纳闷，你怎么还笑得出来？秦岭莞尔的勾着唇，半点没生气，因为他们没说错。农民，乡下来的，暴发户，我确实都是。秦岭提及他在餐厅主人的某次画展上闹过的笑话，有一幅画，主题是环保、绿色、人类垃圾对环境的污染，色调上大红大绿，里外加了几层。别人问我这画画的怎么样，我说画的像个汉堡包。秦岭问童贝贝，你说你要是主办人，你听了你气不气？童贝贝立马站队秦岭，但也不能那么说你啊。秦岭完全无所谓，人生在世，谁还没几个外号？童贝贝跟着道，人生在世，那么多餐厅，我们完全可以绕开这家。秦岭，这家的味道不错。他是因为味道好才带童贝贝来的。童贝贝吃着菜，印象分就足够打差评了。放下筷子，压低声音，吃完这顿，下次别来了。嘀咕着摸出手机，煞有介事的说，我看看这家有没有大众点评啊，我回头去打个3星。秦岭便笑了。童贝贝却始终介意餐厅主人给秦岭起绰号这件事，明明菜的味道还不错，但愣是没有加菜。几个菜吃完，拉秦岭走了。时间还早，两人没去取车，附近散了散步，边散边闲聊。童贝贝，其实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有外号，他们叫我树懒，就是疯狂动物城里面那个动作很慢的车管所员工树懒。秦岭，你生气了吗？童贝贝，没有，又没人这么当面叫我。秦岭，也没人当面那么叫我，但你好像有些不太高兴。童贝贝，不一样啊，叫我树懒，无非是说我这人没性格，存在感不强，不算多贬义的词。但说你的那些，童贝贝顿了顿，依旧有些不高兴。
还挺难听的。秦岭心下一顿，他的伴侣一直是个好脾气的人，认识这么久，几乎没动过气。如今的不高兴，却是为了他。秦岭的心底仿佛有个钩子，轻轻的拉拽着他的心口。秦岭，好了，不提这个了。本来想带你吃顿好吃的，现在变成这样。两人恰好走到一家自助烤肉店门口，童贝贝心念一动，我们吃这个吧。秦岭看看招牌，好。于是不久后，秦岭卷着袖子，一手夹肉的夹子，一手捡肉的刀具，上万的衬衫沾满了烤肉的烟火气。童贝贝端着2个盘子坐回来，一盘子全是肉，一盘子全是虾。童贝贝，你要喝酒吗？我看那边有啤酒。秦岭问，回去的时候你开车？童贝贝，可以啊。顿了顿，刚好我还没开过迈巴赫呢。秦岭，可以喝一点。童贝贝便去酒水吧台取了2瓶啤酒，1罐可乐。看见童贝贝喝可乐，秦岭提醒道，你的瑜伽老师不是让你晚上别吃，减肥的吗？童贝贝耸肩打开可乐，他又不知道我喝这个。可乐和啤酒轻轻的碰了碰，这才是一顿令人身心愉悦的晚饭。结果回去的路上，童贝贝一边小心翼翼的开着迈巴赫，一边突然想起某件事，抬手拍额，完了，我忘了你还在生病，还带你去吃烧烤。秦岭，没关系，吃一顿不会加重病情。童贝贝略感担心的说，你还吃得下吗？我回去给你煲点粥。秦岭好笑，这和一边吃饱肝药一边喝酒有什么分别？童贝贝嘀咕，骗骗你的身体，让他以为你有在休养吗？秦岭听得忍俊不禁，他喜欢童贝贝不自觉间流露的一些微表情，也喜欢他不经意间开口说的俏皮话，太真实有趣，太对他胃口，太叫他喜欢了。秦岭坐在副驾，默默地看着童贝贝，看他注视前方的那双沉静的眸子，看车窗外的霓虹与灯光偶尔照进车内，映照在他漂亮精致的五官上，看他笔挺的鼻梁，挺翘的鼻尖，微抿的薄唇，瘦削的下颌，看得秦岭心底的钩子又冒了出来，尖端处一下一下戳勾着心口。刚好红灯，车子缓缓停下，童贝贝踩了刹车，靠着椅背回过头。突然秦岭偏头吻了过来，没有吻唇，吻的下巴、脸颊、鼻尖，吻得情不自禁，沉迷着魔。边吻边用微沉的嗓音低声在童贝贝耳边道，我想再亲密些，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当晚回家，童贝贝的腰肢细软，触感是一片细腻的滑。秦岭则截然不同，浑身的肌肉都是硬的。秦岭起先还能顾着自己感冒，尽量不去吻童贝贝的嘴唇，可童贝贝那软糯的唇瓣总是追过来，秦岭便情不自禁的摄取住了。次日，童贝贝懒懒的窝在窗边的懒人沙发上晒太阳，想起昨夜，不禁回味，秦岭的手好大，张开就能搂住他的腰，掌心似乎有茧，与他身上细腻的皮肤还挺不同的。肩宽差距有那么大吗？他在他怀里，整个人就跟被嵌进去似的。臂弯的力气好大，还有身上的肌肉硬邦邦的。童贝贝回味的面红耳赤，又挺高兴的，痴痴直乐。他现在算是知道闵衡明明都和楚怀言分手了，为什么又变成了炮友？他这只是边缘行为，就挺舒服的，要是正经的做，童贝贝傻乐了几下。几天后，秦岭和童贝贝一起出席了一场商务宴。鉴于这是秦岭婚后第一次带童贝贝正儿八经的在公务场合露面，宴席上的众人惊讶之余都在围观。听说秦岭结婚了，这就是他新婚的伴侣。察觉到四周的目光，秦岭始终带着童贝贝在身边，同时低声安抚，别紧张。童贝贝心态良好，不紧张。见童贝贝的目光在周围搜寻着什么，秦岭问，怎么了？童贝贝低声，我在看自助餐桌上有没有鱼子酱。眼底一亮，看到了。秦岭闷笑，
有人端着香槟走近，秦总。秦岭从侍者手里端的盘子上接过香槟，一杯给了童贝贝，一杯握在手里，和对方碰了碰。徐总。徐总看向童贝贝，这位是秦岭，我爱人。徐总和童贝贝碰杯，啊，幸会。童贝贝点了点头。秦岭转向童贝贝，小童，许总也是 C 大的。徐总惊讶，聊起来，秦总的爱人竟然也是 C 大毕业的，几届？学什么专业？童贝贝，我学的小语种，12届。徐总惊奇，哦，竟然是学弟，巧了，我学的法律。小语种。徐总想了想，小语种专业，我知道刘伟强院长就是小语种专业的教授。童贝贝点点头，刘院长是我的老师。这下更巧了。徐总，我前2天还跟刘教授喝茶钓鱼来着。怎么样？你现在和过去的老师还有联系吗？童贝贝笑笑，我春节的时候和老师打过电话，还想过段时间去看看他来着。徐总见秦岭这爱人又是校友又是好友的学生，倍觉亲近，甚至摸出手机，当场给刘教授打了个视频电话。喂，老刘，你看看这是谁？刘教授眯着眼睛看徐总旁边，惊讶，这不是小童吗？童贝贝和手机那头打招呼，老师。刘教授纳闷，小童，你怎么和老刘在一起了？童贝贝，刚好遇到了。徐总哈哈直笑，是啊，可不就巧了。许总也是做房地产的，是本地商业协会的主席。商务宴上，大家忽见徐总和秦岭那边聊得甚为开心，和秦岭那位初来乍到的伴侣甚至有越来越欢的意思，一面惊讶，一面也稍有改观。怎么？难道也是圈子里的？这么一来，不少人都凑了过来。秦总，这位是？秦总今天把太太也带过来了。秦总，我没看错，应该带的爱人吧？你爱人好年轻啊。童贝贝跟着秦岭后面应酬了一圈，好不容易身边没人了，走到自助餐台边取盘子，拿了点吃的。秦岭问，累吗？童贝贝摇摇头，都是跟你打招呼的，我负责笑就行了。秦岭多少意外童贝贝的适应能力。童贝贝眨眨眼，咸鱼吗？童贝贝低声，闵恒给我取的外号，他叫我咸鱼。解释道，他说咸鱼腌过的，不怕晒，不怕水，不怕火，什么都不怕，适应力超强。秦岭被这形容逗笑了，跟着低声道，没见过长得你这么好看的咸鱼。童贝贝挑挑眉，接受了这份赞誉，点点头，谢谢。还很自信。秦岭笑。有其他人端着香槟前来攀谈，秦岭转移了注意力，专心应酬去了。童贝贝端着盘子吃了几口甜点，转身去找鱼子酱。正走着，一道惊讶的声音传到耳畔，贝贝。童贝贝抬眼，意外看到了童蕊希，小姨。童蕊希不是一个人，身边有位染着粉发、着装时髦的中年女人。女人见童贝贝眼生，又见童贝贝喊童蕊希小姨，疑惑的问童蕊希，这孩子你家的？童蕊希，突然想起什么，面向女人说，幽兰，他就是我姐的儿子。名叫幽兰的时髦女人愣了愣，惊讶的打量童贝贝的同时，眼底流露出回忆过往的感慨万千。她走进童贝贝，上下打量，尤其盯着童贝贝的脸，看着看着，眼眶里的泪花都泛出来了。她张了张嘴，喉腔微动，哽咽了一声，颤着唇角对童贝贝道，你叫贝贝对吗？跟着想，不用问，是了，他刚刚都听到了，就是叫贝贝。幽兰差点哭出来，看着童贝贝，又转头看童蕊希，你姐年轻的时候就跟我说过，以后生的孩子要像宝贝一样宠着，小名要叫贝贝。我还笑过她取名取得这么随便。回过头接着看童贝贝，一脸动容，没想到啊。童贝贝一脸莫名。
只是绅士的从身后的桌子上抽了张纸巾递了过去。幽兰接过，再次上下打量童贝贝，好孩子，是个好孩子。童蕊熙走近，手搭住幽兰，好了，低声提醒道，在外面呢，注意场合。幽兰拿纸巾擦了擦眼角，很快恢复神色。她笑起来，笑得很灿烂，重新面对童贝贝，大方介绍自己，我叫幽兰，是你妈妈年轻时候的老同学。童贝贝的余光扫到童蕊熙，向他点了点头。童贝贝和幽兰打招呼，女士您好。幽兰很喜欢童贝贝的这声女士，想到什么扑一下笑了，我还以为你听了我的介绍会喊我阿姨，谢谢你没有喊我阿姨。幽兰欣赏的看着童贝贝，你和你妈妈长得很像，一样的漂亮。又夸个子真高，长得真好看，腿真长。你妈妈真是没白疼你，把最好的基因都给了你。童蕊熙也是一脸感慨万千，站在一旁笑笑。是啊。幽兰比童蕊熙还像个亲阿姨，先童蕊熙一步，问童贝贝道，今天怎么来的？和谁一起？童贝贝礼貌的回答道，和我先生。幽兰惊讶，看看童蕊熙，都已经结婚了。童蕊熙点头，替童贝贝答道，年前刚领的证。幽兰笑，好事啊。四周看看，先生来了吗？哪位？带我看看。先生姓什么？说不定我还认识。童蕊熙欲言又止，看看童贝贝，童贝贝侧身示意一个方向，幽兰看到了，愣了一下，喃，不会是童贝贝，我先生姓秦，那个把他的话认成汉堡包的农民。秦岭过来打招呼的时候，幽兰面露尴尬，哈哈，秦总，好歹态度软化下来，不像从前那样针锋相对了。秦岭站在童贝贝身边，见到童蕊熙，点了点头，看向幽兰，喊了声苗老师。幽兰姓苗，是个画家，也专职艺术品生意，但大家一般不喊他苗总，都喊老师。幽兰看看秦岭，看秦岭和童贝贝站在一起，更尴尬了，谁也不会给老同学的女婿取个农民的外号，不是？这事儿整的，这世界小的。唉，又看看童贝贝，默默心道，梦溪的儿子怎么找了这么一个暴发户，大老粗。幽兰其实不喜欢秦岭，秦岭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他的展览上口出粗语，再大的老板，身家再高，他都欣赏不来，给取个农民的绰号都算看得起他了。可这农民如果是梦溪儿子的老公，童家的女婿，幽兰对秦岭的印象一个360度大转弯，手里的香槟都举了过去，和秦岭碰了碰杯，客气道，要不怎么说这个世界就是小呢？童蕊熙心知幽兰看不上秦岭，默默在一旁闷笑。秦岭看出幽兰约莫是因为童贝贝的关系对他有了改观，原本他今天便是冲着幽兰来的，幽兰都这么说了，秦岭便跟着应和了一句，确实小。幽兰心底叹气，行吧，都是熟人，能怎么着？秦岭刚好有事和幽兰商量，主动道，苗老师借一步。幽兰点点头，和秦岭一起边说话边走向一旁。没多久，整个厅里的人都知道秦岭的新婚伴侣出自童家，这下不但高看秦岭，也恭维童家招了这么位厉害的女婿。童蕊熙举着香槟回应众人，着实很长面子。至于童贝贝，他什么都没做，便轻而易举的帮秦岭顺利打通了和幽兰那边的关系。只是当他知道给秦岭取外号的那个人就是幽兰的时候，童贝贝站在秦岭面前，伸手帮他抚了抚西服前襟的一处褶皱，看在人家女士帮你摆平事情的份上，农民就农民吧。秦岭哭笑不得，明明之前还因此气愤过，气得饭都不吃了，还给人家的餐厅打了3星。童贝贝嘀咕，跟在顺毛一样，说，我跟你是一家的，我也是农民。又说，幽兰女士说我们都是自己人，那她现在也是了。这种咸鱼式的自我洗脑，秦岭听得忍俊不禁。秦岭低声，今天真的要谢谢你。不是你，苗老师别说帮忙，还不知道要给我多少脸色看。
童贝贝，不客气。接着道，不过你不用谢谢我。童贝贝一脸认真，温温和和，你也来童家给我撑过腰，我们是夫妇，我如果能帮上你，当然最好。顿了顿，耸肩，其实我也没做什么。秦岭看着童贝贝，看他诚挚的眸色，认真的叙述，要不是场合不对，真想秦岭这么想了，当真就这么做了。趁着站在餐台边，周围没什么人，也没人看他们，秦岭偏头便在童贝贝唇上亲了一口。童贝贝吓了一跳，赶忙抬手捂嘴，余光往周围看。秦岭哼笑，低声说，没人看我们。童贝贝伸手拍了秦岭一下，没人也不能这样，你这么大一个老板，什么场合做什么事还不知道吗？结果秦岭又偏头亲过来一口，这次规矩了些，好歹亲的脸颊，没有亲唇。童贝贝佯装生气，瞪眼。秦岭笑笑，低声来了句，尝过了，咸鱼不咸，挺香的。可惜除了商务宴那2吻，回家是吻不了了。当晚回家，童贝贝发烧到40度，降温药吃下，闷了一身热汗，温度总算降下去了，感冒却起来了，打喷嚏，流鼻涕，还鼻塞。童贝贝堵着鼻子，说话的时候前鼻音和后鼻音都不分了，问秦岭，不会是这几天被你传染的吧？他之前还想呢，秦岭感冒了，他和秦岭贴贴亲亲，会不会被传染？前2天好好的，他抱着侥幸心理，这下好了。童贝贝躺在床上，如啮着，嗓音很轻，老公，我晕。这一下给秦岭心疼的不行。他问童贝贝，起得来吗？我带你去医院。童贝贝摇头，不去，缩进被子里，将自己整个卷起来，鼻子堵着，说话都是鼻音，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于是这次煮粥的换成了秦岭，但秦岭其实没空，很忙，公司还有一堆活儿。他索性让李萌把文件都搬到了家里，直接在家 SOHO。 公司的员工都惊了，要知道1年365天，秦总可是能天天睡公司的，他办公室里面就有一个小卧室。这种事业狂竟然把工作搬到家里 SOHO， 家里有什么让他沉迷着魔，门都没办法出的吗？各个大小群从上午滴滴到下午，还用问家里有娇妻啊？别说咱秦总那老婆是真的娇，那皮肤白的，我一个天天用 Lamer 保养的女人都自愧不如。不是吧？不会真因为老婆吧？秦总还能立这种爱妻人设？为什么不能立？凭什么不能立？就准你们一个个天天在群里给单身狗秀恩爱。哇！你们会不会抓重点？秦总 SOHO， 重点是秦总和 SOHO， 明明是秦总 SOHO 的具体原因，对吗？而且他老婆那样的，那张脸，那气质，那身段，是 gay 都很难不爱吧。亿万总裁事业狂为爱 SOHO 在家，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流口水。好磕，真好磕。再看着李萌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的从总裁办公室把纸质文件一批一批的给大老板送过去，羡慕李总助，可以磕现场。李萌什么都好，就是嘴太紧。你说这种磕 CP 的事有什么不能分享的？我们难道还会因为秦总太爱老婆集体递辞呈吗？家里秦岭煮好粥后，每隔1个小时就去卧室看一看。童贝贝睡觉睡觉睡觉，卷着向左侧躺睡，蜷着向右侧躺睡，趴着睡，平躺着睡，各种睡，姿势真多，秦岭哭笑不得。也第一次知道有人可以一次性睡满10几个小时的。待童贝贝醒，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他睡了这么久，稍早退了，气色也还不错，却还是懒懒的靠在床头，披着件衣服，拿勺子都拿得有气无力。秦岭见了，索性从他手里接过勺子，一勺一勺亲手喂他喝。童贝贝竟也乖顺的接受了，靠着床头，敛着眸子，一口一口小猫似的把粥全喝了。喝完才动了舌头，动了动，舔掉嘴角的粥渍，很轻的打了个饱嗝，低声道：好吃。秦岭见他说话的声音都很低，
便也跟着放低音线，柔声问：是起来走走，还是继续睡？有力气吗？要不要洗个澡？童贝贝一脸困倦，摇摇头，我还想睡。睡吧。秦岭夜里抱着童贝贝睡的，童贝贝半夜又烧起来一次，他感觉到，立刻就醒了，下床倒水，给童贝贝喂药，又搓了温毛巾，给童贝贝把脸上、脖子、汗滋滋的后背都擦了一遍。次日，童贝贝总算彻底退烧了，也总算从床上下来了。他从卧室出来，见他好好的客厅沙发摆的到处都是文件，差点以为走错家门。再一看，茶几上摆着笔记本，笔记本旁丢着白色的无线耳机，文件一摞又一摞。童贝贝张张嘴，惊讶的问秦岭：你这2天都没去上班？秦岭从厨房端出粥：你病了，我不放心。童贝贝心底暖暖的，比秦岭端给他的粥还要温热。童贝贝喝粥，秦岭坐在他对面审文件。童贝贝吃完，放下勺子，两臂交叠着搭在桌沿，默默的看秦岭。秦岭看着文件，抬起目光，见童贝贝一直在看着他，问：怎么了？老公。童贝贝带着鼻音，说话软软的，像在撒娇，也确实在撒娇。你能抱抱我吗？秦岭挑挑眉，是男人就不可能不吃这套。他绕过餐桌，走到童贝贝面前，童贝贝抱住了他的腰，脸贴着他。秦岭搂着他的肩，摸了摸他细软的短发。下午，秦岭在客厅工作，童贝贝像只小猫一样安静的待在他身边，有时候靠着他，有时候躺在沙发上，有时候趴在茶几旁边，有时候窝在懒人沙发里。童贝贝仿佛有无数种舒服的安静待着的姿势，舒服又惬意，把秦岭这么一个工作狂都看得有点想休息了。秦岭也总算知道，童贝贝说自己宅不是谦虚，是真的很宅，且宅的经验丰富，怡然自得，愉悦悠闲。秦岭看着童贝贝，偶尔会想，就这么闲着，不觉得无聊吗？见童贝贝一点都不无聊，还待得挺安心挺舒服的，秦岭便觉得自己的疑问十分多余，也想跟着闲一闲。可惜李助理5分钟一条消息，20分钟一条视频通话，秦岭就算有这个心也没有时间。并不知道他身边的伴侣窝在懒人沙发里用手机搜感冒接吻会不会传染，搜索结果会，好吧。但咸鱼开过小荤之后就有点食髓知味的意思。感冒会传染他知道啊，不亲亲就不亲亲好了。贴肉肉什么的虽然会有些不好意思，但睡觉的时候童贝贝还是主动往秦岭怀里凑过去。被子下，秦岭抱住他，童贝贝的手搭在秦岭那硬邦邦的腰上，掌心感受着那些粗糙的坚硬的肌肉肌理。秦岭意识到他在做什么，无声闷笑，垂眼看怀里人，眼神询问，病了还不老实。童贝贝软着表情和目光，撅了撅嘴，老公秦岭就随那只手去了。这日，幽兰亲自打电话给童贝贝，请他们夫妇来家里做客。童贝贝，我最近有些感冒，怕传染给你。幽兰，感冒怕什么？我们家用餐反正都是分餐制的，见面聊天什么的也不用怕。来吧。童贝贝便和秦岭一起去了。去做客总不好空手，但要带点什么给艺术品味超群的苗老师还真是个难题。商业物品苗老师恐怕都看不上，艺术品一时也没地方弄。童贝贝想了想，从次卧柜子里翻出了素描用的画板和纸笔。于是去的路上，秦岭开车，童贝贝坐在副驾画画。带到了幽兰家，童贝贝刚好也画完了苗老师的素描画像。秦岭意外，你会画画？童贝贝笑笑，没专门学过，都是妈妈教的。秦岭不懂画，但他看得出来，童贝贝用线条勾勒在纸张上的女人和苗老师如出一辙。秦岭夸道，画得很像。童贝贝看看画，把画从夹板里抽出来，像就好。待把画像送给幽兰，幽兰惊喜不已，画得真好。童贝贝用艺术家喜欢的方式与幽兰相处，上来便问，喜欢吗？幽兰笑得合不拢嘴，喜欢。
太喜欢了。又说你妈妈以前也经常给我画人像，这一晃都多少年了，现在变成你给我画像了。幽兰很喜欢童贝贝，连带着对秦岭的态度都变得热情了。秦总，来坐。又和秦岭聊了几句公事。童贝贝坐在一旁听了会儿，这才知道秦岭为什么要疏通幽兰这边的关系。原来秦岭的创业合伙人以前在外省弄了块地，却因为一些手续问题，害那块地烂尾了。秦岭春节的时候就是去料理那块地的，手续和流程上总算走好了，也在不改变那块地性质的情况下，准备在那块地上建一个工艺艺术性质的建筑。这种建筑除了正常的报建流程外，还需要相关艺术部门的协管文件。幽兰家在当地正是做这个的。童贝贝不懂生意，但看着幽兰和秦岭聊得挺愉快的，暗想秦岭的问题应该已经得到解决了。饭毕，幽兰带童贝贝和秦岭欣赏他最近新买的一幅作品。秦岭不懂，怕自己不够优雅的言语又扫了幽兰的兴致，主动选择闭紧嘴巴。童贝贝却和幽兰聊得十分融洽，童贝贝知道怎么赏话，也会说话，甚至对相关艺术背景及时代特征了解得一清二楚。幽兰说123，他能跟着说456。幽兰聊自己喜欢的派系，他也能跟着道出自己偏向的风格。幽兰好奇童贝贝怎么知道的这么多。童贝贝笑笑，有些是妈妈还在的时候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看书看展览看的。幽兰惊喜不已，问童贝贝，你还会什么？童贝贝笑笑，我厨艺也不错。幽兰搂了搂童贝贝的肩，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两人很快聊回艺术上。幽兰，不过我还是更喜欢野兽派，夸张、强烈、粗野，内容充满激情。童贝贝，那你应该会喜欢达达主义，远超现实，表达的方式更广阔。幽兰，是啊，我画过知名油画，还是你老公给取的名，汉堡包。童贝贝笑，所谓艺术就是用来让不同的人欣赏出不同的味道的。如果所有人看一幅画都觉得那幅画是一个内容，那还有什么意思？幽兰跟着笑道，虽然你这画是明显的帮骗你老公，但我喜欢。确实，1000个人眼里有1000幅画。汉堡包就汉堡包吧，总好过我真的画了一幅汉堡包，别人为了吹嘘我，故意往艺术上扯。童贝贝跟着道，幽兰女士就算画汉堡包，那也是独树一帜的艺术品级别的汉堡包，就像梵高的向日葵，可以流传千古，供后人品鉴。幽兰忍俊不禁，你这张嘴啊！秦岭看着与幽兰侃侃而谈的童贝贝，被他面孔上的自信与微笑吸引，看着看着逐渐出神。等反应过来，一抬眼，幽兰含笑注视着他，目光里带着旁观一切的了然。秦岭收回目光，不知道怎么的，忽然有种被一眼看穿的错觉。可他脸上具体有什么可被人看穿的，他也没有留神去想。下午茶时间，趁着童贝贝去卫生间，幽兰对秦岭道，你知道珍珠吗？在黏糊糊的蚌腮里形成，生长的环境实在算不上好，周围还有各种沙石杂物。可撬开蚌肉，从它的膜层里把珍珠取出来的时候，那颗珠子便是天然带着珠光的。幽兰意有所指的说道。他想秦岭一定听得懂。幽兰像是在想什么美好的人事，面孔上带着笑容，接着道，贝贝成长得很不错，温柔有教养，品味好，我想他妈妈一定花了很多的精力教养他。秦岭认真的听着，没有多言，点了点头。回去的路上依旧是秦岭开车，童贝贝画画。童贝贝这次画的是秦岭。工作的秦岭认真沉默，眉眼间皆是魅力。车停好，童贝贝把画翻过来，给秦岭展示了他的成果。怎么样？童贝贝的唇边含着浅笑，微微抬着下巴，等表扬的姿态，眉眼舒展而自信。秦岭没说话，解开安全带，看了看画，把画按下，越过扶手箱，吻上童贝贝。童贝贝，秦岭吻着他，神色间逐渐染上着迷，边吻边道，你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
童贝贝一边着，一边提醒他：“我感冒的。”秦岭才不管什么感冒不感冒，他只想吻童贝贝，不是来自于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生理冲动，而是不能自已，情难自禁。说来也挺荒诞的，童贝贝和秦岭弟弟的首次见面一点也不正经，反而出自一次跟踪与反侦查的不打不相识。事情是这样的，3月初天气逐渐暖和起来之后，童贝贝出门的次数比2月份多了一些。一周里除了与友人见面吃饭，会有2天去闵行的花店，5天去 Danny 的瑜伽馆。这日童贝贝开着车，正心情愉悦的往瑜伽馆去，目光随意的往后视镜一扫，看到他车后跟着一辆尾号89，车身银色的沃尔沃。他起先根本没觉得有什么，如常的开去了瑜伽馆，车停在楼下，人上楼健身。结果第2天他又在后视镜里扫到了这辆尾号89的沃尔沃。第3天也是如此，第4天照常，第5天依旧。第6天的时候，出门前童贝贝给闵恒打电话，闵恒一听就激动了起来：“跟踪你，要死了！哪个变态这么无耻？你等着，我提上裤子马上就过来。”提上裤子？童贝贝，你在做爱？闵恒，我在拉屎。当天童贝贝的小蓝车在前，银色沃尔沃跟着，闵恒的保时捷殿后。童贝贝走了段照常去瑜伽馆的高架，到了某个口子，提前下开上了一条他熟悉的马路。后视镜里看去，银色车果然跟着。童贝贝很快把车开进了一条道路狭窄的弄堂，7拐8绕，成功甩掉了那辆车。他和闵恒的手机一直保持着通话状态。童贝贝，我甩开他了。闵恒，放心，我跟着呢。童贝贝，你在哪儿？闵恒扫了眼周围，你喜欢的那家红豆汤这儿。童贝贝，好，我马上过来。没多久，借着弄堂的天然地理优势，闵恒和童贝贝一前一后的夹住了那辆银色沃尔沃。3辆车停下，闵恒戴上墨镜，一脚踢开车门，后排抽出一根高尔夫球杆，童贝贝跟着推门下车，手里一根新买了暂时扔在车里的擀面杖。银色沃尔沃的玻璃贴着黑色的车膜，不太容易看到里面。闵恒肩膀上架着高尔夫杆，一脸流里流气的站在副驾旁，童贝贝举起擀面杖，棍子的一头敲了敲黑色的车窗玻璃。敲了第1下，车里没动静，装死。又敲了几下，还不动。闵恒直接一杆子砸在车前盖，砸凹进去一块，主驾的车窗这才落下了，露出方向盘后一张面无表情的童贝贝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的面孔。童贝贝拿擀面杖指着对方，挑挑眉：“好眼熟，哪里见过？”对方给他干巴巴来了句：“我是秦木山。”“谁？不认识。”童贝贝握着擀面杖，表情不善。男生这才用正确的方式自报了家门：“秦岭是我哥，亲哥。”童贝贝绕过车头走过来的闵恒，闵恒把墨镜抬到头顶，听到对方说什么，杆头又在车前盖上砸了一下，当场骂道：“你有病啊！小叔子跟踪嫂子，你地摊文学看多了。”说着就要伸手给对方一脑瓜，被童贝贝拦住。童贝贝看看车里，男生果然和秦岭、秦大海的眉眼十分相像，年龄也对得上。秦木山，童贝贝纳闷的问：“你跟着我干什么？”秦木山郁闷：“他车开的有那么差吗？那蓝车破的卖2手都不一定能卖到1万，性能那么差，他怎么就能跟丢了？还是说真的水平太烂，技不如人？气人！不对，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他是跟踪了看看这个新线人私下里到底在玩什么花花肠子的。他是他们老秦家正义的化身，是他哥坚定的守护者。他现在怎么能被堵着吃瘪？这人设不对啊！秦木山绷着脸，把车挪开：“你们先让我掉个头。”闵恒伸手就是一脑袋瓢，最终还是给了这变态跟踪狂一下。站在你面前的是你嫂子，会不会说话？
有没有礼貌？连人都不叫吗？闵恒凶巴巴喊：叫人！秦木山嫂子。3分钟后，3辆车并排停在巷子里一处临河的划线停车位里。闵恒抱着胳膊站在一旁，秦木山抬着目光面对童贝贝。可恶，他明明也长到1.8米了，怎么还是比这新现任矮？童贝贝神色如常，好脾气的模样。好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跟着我了吧？秦木山绷着唇不吭声。闵恒放下胳膊，伸手就要拿高尔夫球杆。秦木山的余光瞥到，赶忙道：我就是看看你平时都在做什么。童贝贝。童贝贝眨眨眼，没做什么呀，练瑜伽，去花店，和朋友约了喝茶，吃饭。童贝贝咸鱼口吻：你想知道可以问我呀，我又不会不告诉你。这新现任的人设也不对啊，不该是表面装乖，私下妖艳货色，琢磨着怎么榨干他哥的捞钱咖，就跟上一个一样吗？怎么，秦木山想起这几天的跟踪，也确实都是瑜伽馆、花店、见友人这些。一面觉得这现任肯定没有表面看着这么简单，一面又怀疑这人怎么真活得简简单单，一眼到底。秦木山。童贝贝见秦木山一脸疑惑，没什么见识的模样，你还是先道歉吧。秦木山点点头，正要说话，顿住，改口道：我道歉。童贝贝点头：是啊。秦木山：凭什么？闵恒火了，抬手就拍一下脑瓜，说一句：不声不响，偷偷跟踪，你说为什么？你说凭什么？道歉。秦木山被打得直缩脖子，连忙道：对不起，对不起。童贝贝这才反应过来，你是知道我跟你哥结婚了，不放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好人，才特意跟着我看看的吧？秦木山快哭了，他这个正义的化身，他们老秦家的守护人，终于不用默默背负，终于有人能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了。童贝贝下一句：哎，你这孩子，我都想打你了。既然只是虚惊一场，童贝贝最终没说什么，放秦木山走了。闵恒不满，就这么让他走了？你怎么也得当场给你老公打个电话，让你老公知道他弟弟背着他偷偷做了什么破事，他家人又有多不放心你。又说你现在不说，改天他弟弟和你有什么矛盾，你一句两句都讲不清。童贝贝不甚在意，让他走吧，一个小孩而已。秦木山才19，还在上大学。闵恒，小孩怎么了？小孩没满18，不是完全民事行为人，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童贝贝，秦岭昨天给我打生活费了。闵恒，5万啊。童贝贝，50万。闵恒就是这么现实。哎，你说的对，小孩而已嘛，训过知道错了就行了。走，你请我吃饭。童贝贝最终没把这事告诉秦岭，一是秦岭又出差了，人在外地忙得昏天黑地，他就不用这种小事惹他烦心了；二是他自己也确实没把这些多当回事；三是没多久，秦木山加了他的微信，认真的用语音跟他道歉了，也希望他别告诉秦岭。秦木山，我哥1个月给我1500的生活费，他要是知道了，会掐断我生活费，让我自己去打工的。秦木山面对现实，老老实实低声下气，求你了。童贝贝还能跟个月生活费只有1500的孩子计较吗？不过童贝贝也和秦木山说得很清楚，我可以不告诉你哥，但你得保证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秦木山，好，我保证。到此为止，下不为例。童贝贝窝在懒人沙发里，边惬意的晒着太阳，边发语音过去，问以前也干过。秦木山回了一个小熊猫点头的表情包，接着是条59秒的语音。童贝贝点开，秦木山，你前面那个可夸张了，美容院、奢侈品店、高档餐厅，哪里消费贵去哪里，刷自己的信用卡，让我哥给他还，还问我哥要3000万的彩礼，要住我哥那套300多平的大房子，我哥不给，
他跟我哥闹，打电话跟我爸闹，还来学校找过我。你说就我哥这种闭着眼睛找男朋友的，我能放心他吗？前任这样的，换个现任立刻闪婚，我爸都夸好，我当然更疑心了。童贝贝，所以你跟踪我。秦木山，对不起，童贝贝，我接受你的道歉，但不接受你认识我、了解我的途径。童贝贝按着语音键，手机举到唇边。这样吧，我正式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童贝贝，过了年28，以前在事业单位工作，事业编，现在无业。我没有住你哥那套300多的大房子，我也没有要彩礼。我跟你哥是在有了一定了解后，确实觉得双方都很合适，才选择结婚，或者说闪婚的。目前我和你哥相处的还不错，你放心，我对你哥的身家没有任何觊觎的想法。我也不要房产加名，不用信用卡，不需要你哥帮忙还卡。我平时生活比较简单，几乎不去高档消费场所。哦，对了，你是 C 大的吧？我也是 C 大的。小语种，12届。你在校论坛上搜搜我，应该能搜得到。语音发过去后，很久没有回复。半个小时后，秦木山，卧槽！你竟然跟我一个学校的！秦木山，卧槽！你好牛逼啊！我搜了我们学校的帖子，12年到15年带你名字的帖子至少有500个。秦木山，卧槽！卧槽！不止。还有，童贝贝好笑，新到这说变就变，见风就是雨的，果然是个孩子。结果这孩子第二天就拎着一袋水果敲开了家门。童贝贝刚睡完午觉，边伸懒腰边打开门，门一开就见秦木山站在门口，当场给他鞠了个180度的躬。男神嫂子，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么风风火火的？所以当秦岭这一趟出差回来的时候，他错过了一进门就和伴侣搂搂亲亲的机会。秦木山开的门，满脸惊喜：“哥，你回来了。”扭头，扬声：“男神，我哥回家了。”秦岭进门：“男神，会不会叫人？”秦木山晃着胳膊，嘿嘿傻笑：“我知道，嫂子吗？”解释：“我嫂子跟我一个学校的，超牛逼。”竖着大拇指，我当然喊他男神了。童男神从卧室出来，看见秦岭，眼尾弯弯。秦岭一见童贝贝就想过去抱一下，奈何家里有个电灯泡。秦岭只得边往屋内走边问秦木山：“你怎么来了？”有点没印象了，我有把这边的地址给你。秦木山：“啊，秦岭，爸给你的。”秦木山：“对。”秦岭：“也是老头子让你来的。”秦木山眼神闪烁：“啊！”秦岭这才没说什么。秦木山松了口气，清楚一切的童贝贝笑了笑，没有吭声。秦岭走进童贝贝，悄悄牵了牵手，牵完在沙发上坐下，一副长兄如父的面貌，问起了秦木山：“你过来就过来，没给你嫂子添麻烦？”秦木山摇头如拨浪鼓：“没有没有。”秦岭问起礼节：“空手？叫人了吗？”“带了水果。”“叫人了。”秦岭：“不许叫男神，没规矩。”“哦。”秦岭审视的看看秦木山：“今天怎么过来了？”“没课。”秦木山：“下午没有。”秦岭：“有什么事？”秦木山被问住了，又很莫名：“没什么事。”“没事就不能过来了？”秦岭神色悠悠：“没什么事就早点回学校，别在外面瞎晃。”秦木山立刻道：“我来瞻仰一下我嫂子。”“对，瞻仰。”秦木山见秦岭露出疑惑，立马走近，一屁股在旁边坐下，摸出手机，拿出自己保存的论坛上截下来的童贝贝学生时期的照片，不但有图，还带亲口解说：“我嫂子可牛了。”学校论坛带他大名的帖子至少800个，照片可多了，全是别人拍的。12年、13年那会儿，他在学校可出名了。童贝贝坐在他新买的吊椅里，一脸“你们聊，我不参与往事就别回首”的悠然，
12年啊，那都多久之前的事了。童贝贝窝在吊椅里晃啊晃，咸鱼不提当年勇。沙发处传来秦木山的一惊一乍，看，这儿就有个帖子，大家快来！法语系童贝贝和计算机系草同框了，大家快来磕 CP！ 秦木山嘿嘿傻笑，没想到我嫂子当年还有绯闻呢。秦木山傻不拉几的扬声，嫂子，当年追你的男生是不是特多？能绕学校围墙几圈啊？10圈能装得下吗？童贝贝没吭声，坐在吊椅里探出目光，默默露出一个傻孩子长点心的关切目光。秦木山犹不自知，笑着扭头，一眼对上秦岭冷飕飕的眼神。秦岭问他，你是嫌1个月1500的生活费太多了？秦木山连起傻笑，不多。秦岭手指大门，请。晚上，童贝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秦岭搬了笔记本电脑，坐在餐桌前处理公务。一抬眼，秦岭便看到童贝贝脸上的笑容。秦岭没在意电视上播了什么，令他的伴侣露出了这么开心的表情。童贝贝笑，他就看着，看了会儿，收回目光。秦岭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想的，他好好一个在家加班的人，突然就没了工作的心思，还退出屏幕上的工作文档，点开浏览器，搜索了 C 大的校内论坛网址。C 大校内论坛需要学生账号和密码，秦岭没有到此为止。他拿起手机发消息给秦木山，秦岭截图，秦岭学号密码秦木山。秦木山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学号和密码发了过来。秦岭登录上校内论坛，搜索栏搜索关键词童贝贝，果然一下出现几十页的搜索结果。秦岭一条条看了过去，内容多是12年到15年之间的12、13这2年的帖子尤其的多，其中大部分都是科研职的，讨论评价欣赏童贝贝的容貌气质，剩下的杂七杂八什么都有。秦岭一一点开，对当年的学生们聊的文字内容不甚在意，主要在看照片，20岁左右的童贝贝。不得不说，这个时期的童贝贝比如今看着还嫩，学生气十足，气质也干净的无可挑剔。秦岭甚至看到不少他参加活动时的照片，一张张翻阅过去，仿佛可以从中窥见当年图书馆看书、教室上课、和同学走在一起、食堂排队打饭。秦岭看得津津有味，好像通过这一张张照片，旁观的目睹了童贝贝的学生时代。他一个帖子也不拉下，目光一瞬不瞬，鼠标握在手里，滚轮一刻不停的滚动着。最后在一个名为今天拍到一张神图的帖子里，秦岭看到一张非常有感觉的照片。照片上，童贝贝戴着护具，穿着轮滑鞋，边滑边侧身回眸的看向镜头，恰好阳光落进他的眼底，令他的瞳孔泛着浅淡而漂亮的光泽。他的脑后系在头盔上的飘带随风舞动，他看着镜头，唇边浮起浅浅的微笑。身后阳光很灿烂，光圈是彩色的，整个人和整张照片灵动而不失意境。秦岭看到这张照片，握着鼠标的手便顿住了，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好一会儿没有挪开。过了会儿，又见图片另存为。李萌在不久后也看到了这张照片，时间某个工作日的晚上，加班的时候，地点公司秦岭办公室。李萌是来帮秦岭拿笔记本，准备等会儿开会用的，结果刚碰到电脑，屏保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笔记本电脑的主页背景。背景图赫然便是童贝贝，戴着护具，扭头回眸，阳光彩带。李萌一下就感觉有什么呼了自己一脸，掌心一抹，好吗？原来是老板的狗粮。李萌边利落的抱起电脑，边在心底嘀咕，这结了婚有了老婆就是不一样啊。这天晚上，秦木山给秦岭发消息，哥，你拍张嫂子的照片给我。秦岭，做什么？秦木山，我跟我舍友说，我们学校12届的男神现在是我嫂子，他们不信，觉得我吹牛。秦岭原本没想理，秦木山跟着来了句，你拍啊，一定要你拍的，不要他自己拍的。你拍，那就是我哥视角的我嫂子。我好自证。当晚，
秦木山发了条朋友圈，文字都说我吹牛，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梦想照进现实。没错，是我嫂子亲的。配图一，校论坛以前有关童贝贝的帖子截图，童贝贝的照片。配图二，秦岭拍的童贝贝。详细版内容就是沙发上，秦岭的手搂着童贝贝的肩，童贝贝在看什么？目光看着别的地方。照片上只有童贝贝以及搂着肩的那只手，手上戴的戒指。秦木山的这条朋友圈得到他某位同学一针见血的留言，图二的手和露出的戒指充分展现了你哥那暗搓搓的占有欲。最近秦岭和童贝贝一起时，夫妇俩的话题免不了都是大学那会儿。秦岭，我看你那时候还打篮球。童贝贝，有时候。我有个舍友是校篮球队的，经常喊我一起打球。大学嘛，集体宿舍不就是你带带我，我带带你。秦岭，会滑轮滑。童贝贝，随便滑滑的，轮子带着我动，比较不累人。秦岭，还参加什么社团了？童贝贝想了想，没有了吧。我们专业的课程挺杂的，忙功课都来不及，基本天天泡图书馆。既然聊到了，童贝贝也问秦岭。秦岭，我那时候的时间都给了专业和创业，想想和现在差不多，除了忙就是忙，只是以前忙创业上学，现在忙项目上班。没多久，恰逢 C 大110周年校庆。校庆前2周，平时几乎没什么动静的12届法语，整天飞满了消息。鉴于童贝贝毕业上班后才有的树懒和咸鱼的外号，上学时候还挺惹眼的，群里一招呼，自然有人艾特童贝贝，问他校庆的时候回不回学校。童贝贝回复，回的。开始有人组织，那这次回校的在群里接个龙，确认下名单吧，到时候刚好一起聚聚。当初班上的班长道，我最近刚好空，我来登记名单。登记好了，我再一个个私戳，大家记得把电话号码给我，方便到时候联系。有人道，再拉个群吧，班长。好，没多久，童贝贝就被拉进了校庆12届法语的群里。因为不久后就要见面，群里自然畅聊了起来。一群人平时再没联络，这时候也在群里相互问起了工作、单位，有没有结婚，乃至有没有孩子。童贝贝又被艾特了。有人问他，咱班校草现在在哪高就？问啥？不都知道吗？小童当初考了事业编呀。是啊是啊。哎呦，看我这脑子。艾特童贝贝，结婚了没啊？这个有人知道吗？我好像没听说。我也没听说过。应该没吧，哪儿那么早结婚？我们这一届真正离校也才几年。哈哈，也是，随便问问，校草吗？特别关心一下。童贝贝被艾特的时候在睡午觉，醒过来，艾特他的内容已经过去了至少几百条，大家正在群里聊别的，他举着手机打了个哈欠，便没有回复。校庆前1周，贾瑞私戳童贝贝。贾瑞，贝啊，校庆你去的吧？贾瑞，到时候我也回，要不要一起？贾瑞当年和童贝贝同寝，但不是一个专业，学的土木。童贝贝回的。童贝贝，好。贾瑞，最近咋样？贾瑞，去年还一起吃过饭，有段时间没联系了。童贝贝，还行。你怎么样？贾瑞，我也还成，就是太他妈忙了。贾瑞，不说了，领导喊我去搬砖了。贾瑞，见面聊。童贝贝，好。校庆前1天，童贝贝接到秦木山的电话，嫂子，这周末校庆，你来吗？哪天来？周6周日啊。要不要看白天的校庆方阵啊？要的话，我给你留位子。晚上还有晚会，要看吗？要看我也给你留位子。对了，我哥一起吗？秦岭自然没有时间，他要忙工作。只是到了校庆这天，周6，他不过才在办公室坐了1个多小时，李萌进来让他签份文件，打断了他工作的注意力。突然的，他就莫名分神，想到了童贝贝，想到 C 大校庆，想到童贝贝这时候
应该已经出门赶往 C 大了。秦岭想了想，收回神思，继续工作。午饭后，秦岭拿了份文件从办公室出来，原本是要拿给李萌，再叮嘱几句话。一出来，看见李萌捂着嘴，埋头在格子间的工位里打电话。哎，我也想啊，去不成啊？是啊，加班。话不是这么说的，一份工作，一份高薪，一份责任嘛。秦岭站在李萌的工位旁，一手插兜，一手捏着手里的文件，没有出声。李萌又跟电话那头说了几句，余光瞥见工位旁有人，抬眼看到秦岭，吓了一跳，飞快的跟电话那头道了句先这样，挂掉电话。李萌站起身，秦岭把文件递给他，叮嘱了几句。李萌道：好，我明白了。秦岭的脚尖向外，正要走，顿住，回头问李萌道：我记得你也是 C 大的。李萌：啊，是。秦岭陈述了一句 C 大这周末校庆。李萌没领悟这话背后具体是什么意思，只能应道：是的。秦岭抬手看看时间，1点不到。几乎是下意识的，秦岭跟着就想，小童这会儿在做什么？秦岭默了片刻，忽然抬眼对李萌道：下班吧。李萌没反应过来，啊？什么？下班？他老板的字典里竟然有这2个字。李萌一脸惊恐，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秦岭已经转身走向了办公室，同时又抬手看了看时间。他现在过去还赶得上。生机盎然的校园今天处处张灯结彩，横幅、彩带、国旗到处都是，人也格外的多。童贝贝和贾瑞约了一起，早上10点便在校门口碰头了。贾瑞以前大高个，酷爱篮球，校队前锋，上班后饭局参加多了，又缺少锻炼，逐渐有发福的趋势。他半年时间圆了几圈，一碰头，见童贝贝容貌气质不变，还是那么俊朗帅气，气愤的问：咋的？时间这杀猪刀只对我动手了，对你就手下留情了？童贝贝，你现在200斤了吧？贾瑞哭笑不得，谢谢你们用法语问我。两人进了学校，在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领了校庆的帽子和纪念章。贾瑞戴上帽子，一脸正气道：别说，今天回一趟学校，还真觉得自己又变年轻了。童贝贝也戴上帽子，目光从帽檐下探出，看着今天热闹又喜庆的校园，心中也有感慨。南食堂那家的鸡腿饭今天不知道营不营业。童贝贝接到秦岭电话的时候，刚吃完午饭，吃的就是南食堂的大鸡腿，3个，撑得他对着手机一张口就是个饱嗝，把桌对面的贾瑞和电话那头的秦岭都给听笑了。秦岭听电话那头声音吵杂，问：在吃饭？这是吃了多少？童贝贝闷声连打几个饱嗝，打完道：刚吃完，有点吃撑了，这家的鸡腿特别好吃。秦岭的声音带笑：在哪儿？我刚到你们学校。童贝贝惊讶：你也来了？你今天没加班？秦岭临时决定给自己放1天假。童贝贝站起身：你在几号门？秦岭3号。童贝贝想了想：3号啊，离南食堂有点远。童贝贝，这样吧，你顺着主路往图书馆的方向走，就是那个你能看到的白色圆顶的建筑。我们现在来找你。秦岭，你们？童贝贝，我以前寝室的舍友，今天约了一起的。童贝贝挂了电话。贾瑞边擦嘴边跟着往食堂外走，问：谁呀？你们法语系的同班同学。童贝贝，不是，我老公。贾瑞，了一声，一脸惊讶：老公？我怎么不知道你结婚了？1刻钟后，贾瑞不但知道童贝贝结婚了，还和秦岭握了握手，笑嘻嘻：幸会啊，原来贝哥真结婚了。秦岭，你好。贾瑞，怎么称呼？秦岭报了姓氏：秦。贾瑞自来熟：我姓贾，你喊我老贾吧，我叫你老秦。老秦啊。贾瑞笑嘻嘻，看看童贝贝：
你雷霆手段啊！这担了多少年的校草，就这么被你拿下了？秦岭牵动唇角，看看童贝贝，童贝贝吸吸鼻子，示意贾瑞别说这些。贾瑞大大咧咧，有什么不能说的？冲着秦岭伸手指童贝贝，你知道他多难追吗？我们土木以前有个 gay， 每隔2周就给他手写一封情书，坚持了2年，2年啊，他连出门跟人吃顿饭都不愿意。童贝贝就知道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要被扒拉出来。他冲贾瑞，好了好了，提那些干什么？贾瑞笑，谁让你结婚都不告诉我，我可不得掀一下你的老底。童贝贝从善如流，对不起，我错了，我改天给你补一份领证通知函。贾瑞，晚了。童贝贝欺了他一声。看着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斗嘴，秦岭边走边含笑的注视着童贝贝，这样的伴侣他今天又是第一次见到，也才知道童贝贝不只有温和的一面，和熟悉的人一起的时候也会对人会开玩笑，甚至会翻白眼。秦岭觉得新鲜，也很有趣，心说今天临时的心血来潮的给自己放个假，果然放对了。贾瑞走在童贝贝的左边，秦岭在右侧。秦岭主动和贾瑞聊起来，你是土木的，不是法语专业？贾瑞，法语男生少，学校就把他们专业的男生打散了，补到其他人数不满的寝室，贝哥刚好分到我们土木。秦岭，你们寝室今天只有你们来了？贾瑞，不知道啊，其他人我没问。看向童贝贝，童贝贝也摇头，表示没有联系。贾瑞大大方方，嗨，关系一般嘛，毕业就没联系了，他们都回老家发展了，就我和贝哥还在这儿。贾瑞，对了，老秦，你做什么的？秦岭，地产相关。贾瑞，巧了吗？不是，我也差不多呀，我乙方单位的，你哪边的？秦岭概括道，都做。贾瑞嘴里没说，心底想，这人怎么越瞧越眼熟呢？肯定在哪见过。贾瑞和童贝贝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没多久，因为各自的专业都在群里喊汇合，两人便分开了。分开前，贾瑞对秦岭道，老秦，真的，我怎么看你怎么眼熟，我肯定在哪见过你。秦岭笑笑，没说什么。贾瑞走后，秦岭和童贝贝肩并肩走在校园里。秦岭问起贾瑞的工作单位，童贝贝记得贾瑞毕业后就在万方，一直没换过工作，做的建筑材料采购。秦岭点点头道，那他确实应该见过我，万方是陆山的乙方单位之一。童贝贝看看秦岭，替贾瑞喊道，原来是甲方爸爸。秦岭笑，你离职之前我也是绿源的甲方。童贝贝语气欢快说，你现在也是我的甲方啊。说着迈开长腿，沿着脚下地砖的格子轻轻一跃。秦岭扭头看去，童贝贝今天穿得十分休闲，戴了校庆的深蓝色帽子，帽檐下露出精致的下颌线，模样气质尽显少年感。刚好穿过头顶茂密枝叶的一束阳光打在童贝贝的身上，给人的感觉像极了被秦岭右键另存为的那张轮滑回眸照，也像是回到校园就变回了20岁时候的样子。秦岭看得心念微动，忽然很想亲童贝贝。童贝贝犹不自知，他回了学校就是来到了自己格外熟悉的地盘，表现确实远比平时鲜活好动许多。走到一段搭建起来的回顾 C 大110年的室外长廊，两人一边看着逛着，童贝贝一边和秦岭聊天，说的多是法语系相关。经过教学区，童贝贝会说他们专业当年都在几教的哪几个教室上课，他喜欢哪个教室，为什么讨厌哪个教室，因为楼高还远，还没电梯。路过学生组织的铺在地上的大片涂鸦纸，童贝贝心血来潮的拿了笔在纸上画了 Q 版的他和秦岭，画秦岭的时候还在 Q 版人像的西服领口画了一颗闪亮的钻石。秦岭看到了，这是什么？童贝贝，钻石，彰显你身份的象征。秦岭听得好笑。经过球场，童贝贝指着说他在那儿打过篮球。秦岭玩笑，咸鱼怎么打篮球？用尾巴拍。
童贝贝跟着玩笑，那是胭脂钱了。咸鱼的钱声当时手和脚还没有退化。秦岭点头，童贝贝以为他不信，我真会打球。秦岭，我知道。他看过论坛上别人拍的照片，那时候的童贝贝约莫和现在差不多高，一样纤瘦，运动服套在身上格外的宽松。他打球打得浑身是汗，面色潮红，却遮不住通身的气质和漂亮的容貌。他站在3分线外，轻轻的高高的跃起，手臂抬起，一前一后，篮球从手里抛出，起跳在半空的身形微微后仰。看着眼前的人，不远处的球场，时空仿佛交错，回到了当年。年轻的伴侣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秦岭看着，神色间挂上笑意。童贝贝转头，笑什么？秦岭从球场上收回目光，自己也说不清自己在笑什么。恰好有个篮球越过金属网飞了出来，球场里的男生冲两人招手，示意他们把球丢进来。秦岭离球近，弯腰捡起来，抛进去之前，他问童贝贝：“有球，要不要进去打一会儿？回顾下咸鱼的前生。”咸鱼看看球，看看秦岭，想了想，表情犹豫，头点了下去：“好啊。”不久后，球场几个男生坐在线外的座椅上休息喝水。秦岭一身西服皮鞋，站在线内注视着3分线边的童贝贝。男生们见童贝贝屈臂举着球，对着篮筐比划，抬手鼓掌吆喝：“加油！”秦岭离童贝贝近，等候的姿态也鼓励道：“进一个给你转10万。”童贝贝好笑的放下球，诚恳道：“你这句10万比口头的加油实在。”秦岭便也跟着鼓掌道：“10加万油！”童贝贝重新举起球，看向篮筐，这次没等，直接起跳，轻轻一跃，抛球。下一秒，球在半空飞出一条抛物线，精准的落进了没有球网的球框。几个男生吹口哨鼓掌的起哄，秦岭笑着鼓了下掌，当场伸手进西服内衬口袋掏手机。童贝贝被秦岭的举动逗笑，问：“真转啊？”秦岭边举着手机边抬了抬眼：“你老公说到做到。”几个男生听到了，纷纷卧槽，我当你们是校友同学呢。秦岭转着账，抬了抬下巴，示意童贝贝：“我是家属。”家属？童贝贝喜欢这个称呼。球场出来，童贝贝笑逐颜开。秦岭玩笑：“10万而已，这么高兴？”童贝贝解释：“不是因为钱。”秦岭：“我知道，跟你开玩笑的。”童贝贝看向秦岭，眉眼神采上皆是心情愉悦的灿烂。秦岭深受感染，唇角也始终浮着笑意。两人牵上手，秦岭问童贝贝：“上学的时候很高兴吧？所以才能一回学校就这么开心？”童贝贝想了想，点点头，确实还不错。他聊着，那会儿妈妈开了钢琴班，学生很多，赚的不少，家里没什么经济压力了，我就在学校上课什么的。童贝贝：“大学吗？没有找工作的压力，面对社会的迫切感，天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课，时间也多，是挺轻松高兴的。”秦岭跟着来了句：“后来怎么变咸鱼了？”童贝贝耸肩，故作趾高气昂，说：“我乐意啊。12届的法语班约定的集合时间是下午2点，地点在 C 教6楼，他们从前经常上法语专业课的那间教室。”童贝贝一进教室，众人纷纷惊呼：“童贝贝，你这哪是校草？你这是成精了吧？怎么别人都变了，就你没变啊？还这么帅！”一个女生故作夸张的捂着心口，扶着额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活儿都要没了。”大家见童贝贝不是一个人来的，又见秦岭西装革履，气质卓然，再一听这竟然还是家属，更是发出阵阵意外的惊呼：“童贝贝，有你这样的吗？班里好多女生都单着呢，女生都没你这么急。”就是，童贝贝学生时代的人缘极好，班里不少人都跟他关系不错，大家聊天说笑，回忆从前，好不热闹。还一起去大操场看学校组织的校庆方阵。
人很多，有些挤，秦岭不动声色地站在童贝贝旁边，为他挡开周围的拥挤。童贝贝手里拿着小旗子，探着目光往前，神色雀跃地看着跑道上的方阵汇演。到外语院的法语系，他和周围的人一起，一边摇着小旗子，一边发出阵阵欢呼。操场满满都是人，蓝天白云，彩带白鸽。人群中，童贝贝看着其他方向，秦岭看着童贝贝。晚上，班里没有走的人在酒店包了个包厢吃饭。大家不说工作，不谈什么发展未来，只聊过去，聊得气氛极好，欢声笑语。期间，童贝贝起身去卫生间，刚出去，门才被带上，一桌人立马起哄的问秦岭，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秦岭是怎么拿下童贝贝这朵法院之光的。秦岭言简意赅，朋友介绍的。众人起哄。哦，有人问，很难追吧？秦岭，还好。哦，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结婚的呀？都没看咱法院之光发朋友圈。童贝贝的朋友圈原本就发的少。秦岭，春节之前。众人起哄的更大声。哦，最后一个问题，跟我们法院之光在一起开心吧？秦岭唇边带笑，众人，哦。童贝贝推门进来，纳闷他们哦什么？大家看着他，只笑不言。有人道，回去问你老公吧。童贝贝坐下，疑惑的看了看秦岭，秦岭一脸忍俊不禁。期间不知谁起的头，聊着聊着，大家飙起了法语。童贝贝不是能说会道那一挂的，但只要开口，便吐字清晰，发音标准，字句也非常的流畅。秦岭的目光从始至终都落在童贝贝脸上，看着他熟练的说着法语，模样亮眼而自信，整个人从容漂亮的像枝头上最优雅的那朵花。秦岭没有出声，就这么默默的注视着。某个瞬间，那朵花的馨香仿佛飘进了他的心口，令他动容和心颤。聚餐结束后，大家招呼着一起下楼。秦岭走在童贝贝身边，说：“没听你说过法语。”他会啊，只是平时用不上，没说的机会。童贝贝，你想听吗？秦岭点头。童贝贝，想听什么？秦岭，都可以。童贝贝想了想，用法语道：“晚上吃饱了吗？回家要不要再吃点什么？”秦岭注视着童贝贝，法语回道：“To 你。”童贝贝惊讶：“你也会法语？”秦岭，自学的。童贝贝露出疑惑，显然在他的认知里，忙工作忙事业的秦岭再厉害，也应该分不出精力再多学一门小语种。秦岭见童贝贝不信，解释：很早的时候，公司中标了一家法国公司的大楼建设，从竞标开始到大楼设计好，那家公司丢过来的全是法文文件，公司上下都被折磨的不行。从那之后，我就自学了法语。童贝贝哭笑不得，问：没请翻译吗？秦岭：请了，可惜没钱，请不到太专业的，只招到一个半吊子。童贝贝点点头，已经把秦岭那句 to 忘了个干净。秦岭记得。回到家，秦岭抱住童贝贝亲吻了起来。童贝贝明明喜欢这些，但或许是因为不太放得开的关系，每次一亲就要害臊。他一只胳膊环着秦岭的脖子，耳朵又红了，拥吻间别扭的表现出一点点微弱的抗拒。秦岭将人按在怀里，边亲边用法语在他耳边蛊惑的说 Moncour。 童贝贝愣了下，更骚了，法语里喊老婆喊爱人的词很多， Moncour 的字面意思和我的心肝差不多。秦岭这么喊他，又是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在调情，也远比直接拿中文喊他心肝的效果更好。童贝贝挺吃这套的，听着这声 Moncour， 人就在秦岭怀里软了下去。秦岭一手搂着人，一手捧着童贝贝的脸，亲吻的越发热情，逐渐往收不住的趋势发展而去。童贝贝感觉到了，有了某个预感，心口突突的快跳起来。秦岭主动而强势，亲吻之余喘着气，附耳问：可以吗？童贝贝当然不会说不可以，这本来也是他想要的。如今秦岭主动，箭在弦上，
不发有点对不起一直以来的期待。那就童贝贝一个字没回，钻进秦岭衣服里的手完美的说明了他的答案。秦岭偏头用力的吻了过去。兵荒马乱，到卧室的时候，秦岭的上衣已经没了，童贝贝身上的衬衫散着，纽扣崩了几粒，后背的衣料全是褶皱。童贝贝躺在床上，秦岭膝盖撑跪着，轻身去拉床头柜。他知道现在需要的那个东西家里一定有，结果抽屉一拉，满当当全是。秦岭愣了下，童贝贝羞臊地双手捂脸，都是闵衡。秦岭取出来一盒，童贝贝捂着脸看不见，能清晰的听到塑料包装纸被拆开的窸窣声，接着是纸盒的声响，不久后衣料摩挲的动静，然后他的胳膊被握住，手被拉开。秦岭居高临下，神色幽深的看着他。童贝贝心跳很快，熟悉的气息围拢过来。童贝贝的额头上布满了薄汗，鼻尖也是细密的汗珠。他神色难耐，喉结翻动，喉腔里溢出细微的一点声音。他有点难受，终于还是喊了出来：秦岭。秦岭低头用亲吻抚慰他。次日，生物钟比闹钟还准的李萌准时醒来。他伸了个懒腰，正要爬起来翻身拿起手机，却意外发现自家老板凌晨3点多的时候给他发了条消息，内容只有4个字：周日休息。李萌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没睡醒，确定周日的日字后面写的是休息，不是上班。卧槽，真是休息啊！休息？李萌满头问号，实在是觉得太不真实了，最终没有躺下，老老实实掀开被子下床。他心想，以他老板那工作狂的尿性，说不定等会儿发条消息告诉他准点上班。结果李萌等啊等，7点半等到8点，8点等到9点。真休息啊！李萌觉得不正常，太不正常了。秦总昨天让他提前下班，今天也给他放假，什么情况？清晨的夕光落进难得没有拉上窗帘的客厅里，照着丢在地上的鞋袜、衣服、手表、皮带。卧室安静沉睡的童贝贝，现在柔软的枕头和纯白的丝棉薄被里，露着脑袋，还有一侧光洁的带着吻痕的肩膀。与卧室一墙之隔的卫生间，秦岭洗漱完走了出来。他推开卧室的门，侧躺到床上，童贝贝身后隔着被子搂住身前的人，垂眼看了看与他缠绵了半个晚上的伴侣。贝贝，9点了，秦岭想叫他起来吃点东西。童贝贝一动不动。秦岭又叫了一声，童贝贝睡得死沉。好吧。秦岭没再叫，低头在童贝贝额头上亲了一口，下床离开，轻轻的合上门。10点，站在厨房的秦岭接到了李萌的电话。秦总。秦岭在给童贝贝熬粥，他一手手机，一手握着勺子，均匀的搅拌着锅里的粥，了声，问怎么了？李萌的声音带着不确定，今天不上班？秦岭不上。又说我凌晨给你发过消息。李萌尽责敬业的问，是出什么事了吗？李总柱越想越觉得会不会是工作上出了什么事，老板嫌他累赘，觉得带他还不如不带他，这才给他放了假。一定是这样。李萌觉得没人比他更了解他的工作狂老板。出事？秦岭否认，没有，我在家，今天不去公司。李萌愣了。秦岭搅拌着粥，就这样挂了电话。是的，工作狂秦总准备这个周末2天都休息，一天陪伴旅回母校，一天留在家照顾被他折腾了半个晚上的贝贝。他觉得本该如此，理所当然，就像他觉得他每天都该去上班工作一样。只是秦岭边煮粥边反思，他觉得自己昨天过头了。1. 时间太长， 2. 缠绵的方式过多， 3. 第一次没有经验，不够温柔，技巧方面可能也有所欠缺，以后注意。
秦岭就像再复盘一个大项目似的，认真的反思了那个令人神魂颠覆的前一晚。他也像上次童贝贝生病时那样，留在家里，以自己所能无微不至的关照他的伴侣。然而童贝贝除了睡就是睡，秦岭去叫他，童贝贝闭着眼睛，埋着脑袋在被子里，声音囫囵，哼唧的说身上疼。秦岭连忙问他哪里不舒服，童贝贝的声音从鼻腔里发出来，有气无力，腰。秦岭当真思考了一下要不要带童贝贝去医院，得出不用去是他昨晚造的孽的结果后，他隔着被子在童贝贝的腰上按了按，说我给你揉揉。童贝贝在被子里动了动，眉心蹙起，拒绝的意味十分明显。秦岭拿开手，接着问饿吗？要不要起来吃点东西？又说我喂你。童贝贝没答，哼哼了2声，始终闭着眼睛，没一会儿又睡了。秦岭怕打扰他，出去了。出去后再次反思，觉得现在这情况会不会是因为贝贝病了？他经验不足，又不放心，思来想去，给楚华言去了一个电话。楚华言，喂，什么事儿啊？秦岭犹豫了几秒，还是说了，做的时候不注意，是不是会生病？楚华言正在喝水，闻言扑一口把水喷了。他一惊一乍，操，我当你跟我咨询工作，你他妈这问我的什么东西？秦岭淡定道，就问的你这个。楚华言，做的时候。默了几秒，纳闷，你这是事前咨询还是事后探讨啊？秦岭，后。楚华言来了兴致，你不会是在问你和你那新婚的老婆吧？可以啊，老楚南都来咨询这个了。秦岭冷静道，不说我就挂了。楚华言赶忙道，说说。我说，问什么情况啊？事后啊，猜测是哪儿疼啊？还是哪儿淤肿了呀？正要说要是那儿肿了，最好还是挂个肛肠科去趟医院。秦岭给他来了句一直睡不醒。楚怀言破口大骂，卧槽，你他妈跟我这儿炫耀你的技能呢？他不醒就是还累，累了就是被你折腾的，这还能怎么样？让他继续睡啊。童贝贝下午2点醒了次，不是自己醒的，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他迷迷糊糊接听起来，贾瑞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哥们儿，干嘛呢？给你发了几条消息，你都没回。童贝贝缩进被子里，闭着眼睛，声音有些哑，没看到。贾瑞听出来你在睡觉。童贝贝，贾瑞，得，还想问你今天去不去学校来着？童贝贝有气无力，不去了。贾瑞，成吧。又说难得有空，要不咱晚上聚聚？我这边就我，你那边你带上你老公。童贝贝打了个哈欠，闭着眼睛说改天吧，下次我困。贾瑞纳闷，你昨晚干嘛了？累成这样。童贝贝没答，心里回了句干我了。贾瑞，也行，下次就下次吧。又说不过等会儿挂了电话，你先把你老公微信推给我。童行，又是你老公，我刚好跟他认识认识。童贝贝，好。挂了电话，童贝贝的眼睛睁开条缝，给贾瑞把秦岭的微信名片推送了过去。没一会儿，外面客厅正给童贝贝洗水果的秦岭听到了手机提示音。他洗好水果，擦干净手，拿起手机，看到内容，直接通过了贾瑞的好友申请。秦岭猜到自己的名片是童贝贝刚推送的，以为童贝贝醒了，拿了水果抬步走向卧室。门一开，床上拱着的那块依旧一动不动。已经下午了。秦岭坐到床边，被子里翻了翻，找到童贝贝的脑袋。贝贝。童贝贝终于醒了点儿，了声，就是还闭着眼睛。秦岭哄道，饿吗？要不要吃点水果？童贝贝张了张嘴，这样子当真像条咸鱼。秦岭闷着笑，
端着盘子一口一口喂起来。晚上，童贝贝可算彻底醒了。他伸了个懒腰，刚动了一丁点，啊，肩膀，啊，腰，啊，腿。咸鱼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散了。秦岭正坐在旁边的床头看手机，见童贝贝的手伸到一半就卡住了，连忙扔开手机凑过去，语气无不关切，问怎么了？童贝贝老老实实的收回胳膊，哼唧了起来，我疼。秦岭，哪儿？童贝贝，肩膀、后背、腰、腿。顿了顿，还有屁股。秦岭想关心来着，一声屁股给他听笑了出来。童贝贝赶忙纠正，不是那儿，我是说字面意思的屁股。秦岭忍俊不禁，关心道，那儿疼吗？童贝贝整个人缩在被子里，露着一个脑袋。秦岭这么问，他眨眨眼，闷了会儿，如实道，不疼。秦岭矮身注视着童贝贝，唇边浮起笑。童贝贝跟他对视了几秒，知道他在笑什么，骚了。童贝贝开始往被子里缩，被秦岭逮住，捞出来，边捞边说，咸鱼又不是蜗牛，哪来的壳？童贝贝脸上的羞涩一清二楚。他抬手，用手捂脸，又分开指尖，露出一双睡眠充足后又润又亮的眼，眨巴眨巴看着秦岭。秦岭好笑，喊他贝贝，拿开他的一只手，低头吻上了唇。吻罢，两人的面孔挨着面孔，秦岭沉着声音问，昨天还可以吗？童贝贝抿了抿唇，点头，脑海里跟着闪过昨夜的一幕幕画面，耳朵红了。秦岭又问，喜欢吗？童贝贝，哪有人事后还这么问的？又不是送个礼问喜不喜欢。秦岭却没给童贝贝回答的时间，又低头亲了起来，还不是亲一下，也不是亲几下，而是缠绵的亲着，亲的童贝贝一条带壳的咸鱼都老实了，安安静静的躺着，枕着枕头不缩进被子了。亲完，两人额头贴额头，秦岭语调低沉的当面向他承诺，我以后小心。咸鱼点点头，了声。秦岭起得来吗？咸鱼开口，声音淡雅，说我不想动。秦岭便道，我把饭端进来，你想喝粥还是吃饭？咸鱼才想起，问你今天也休息了吗？没去公司。童贝贝，喝粥吧，不太饿。吃完饭，童贝贝总算下床了，穿衣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上哪儿都是印子，不是吻出来的，就是被按出来的，尤其是肩膀和腰上，印子最多的地方也最酸。他站在镜子前刷牙，边刷边拉开衣服往肩头看了看，心说也不知道这些印子几天能去掉，反正最近他是别想去 Danny 那边做瑜伽了，他的瑜伽服都是低矮的圆领。再想到这脖子肩膀上的印子是怎么形成的，童贝贝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露出一个爽到的回味表情，他的唇角因此克制不住的吊了起来，思绪也跟着飘了。秦岭真是第一次吗？也太持久了吧。好，大腰。童贝贝想着想着，嘴角咧向耳后跟。试问谁摊上这样的老公不想笑呢？咸鱼恨不能叉腰，仰天大笑。夜里，童贝贝躺在秦岭怀里，因为心情过于美好，差点当面笑出来。秦岭见童贝贝的嘴角动来动去，以为他有话要说，问怎么了？童贝贝摇摇头，手搭在秦岭那质感破棒的胸口上。啊，这么无声的抱了会儿，童贝贝突然想起某个问题，本来没好意思问，想到秦岭平时工作忙，出差多，那件事不一定有保障，外加也是婚姻里需要磨合的其中一项，最终还是嘀咕的说出了口，那童贝贝，那我们以后一周几次啊？秦岭没想到是这个话题，愣了下，开始想，同时问，你觉得？童贝贝的食指指尖在秦岭胸口戳了戳，也在想，我不知道啊。跟着说，我平时都在家的，你的话，加班出差什么的。秦岭没说话，这个问题还真把他问住了。然而没多久，
怀里抱着人，胸口又被戳啊戳的。秦岭动了动，吁了口气，贝贝。童贝贝抬眼，秦岭吻了上去。童贝贝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一周几次的准确答案。不过按照秦岭这2夜的表现，童贝贝想了想，觉得这个答案不重要了。到此，童贝贝觉得这段婚姻彻底的完全的走上了正轨，也很高兴他和秦岭十分和谐。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2人都是第一次，这第一次还来得格外晚的关系，他和秦岭都有点食髓知味，尝不够的意思。他嘛，反正不上班无所谓，晚上晚点睡就晚点睡，白天还能补觉。秦岭这一周都是晚上7点下班，早上10点才去公司。童贝贝有点忧心，秦岭过了年都33了，不是23那时候了，这周都开始晚起早归了，太累了吗？并不知道公司里李萌那儿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号外，7点，老板又下班了。不是，到底怎么回事？我进公司都多少年了，还真没见他这么早下班过。肯定是有什么事吧？会不会是家里有事？这谁知道啊？反正吓死人了。楼下都开始传谣，说咱们公司是不是不行了？放屁！他们才不行！李助理叹气。老板又晚到了，老板又7点走了，老板又跟他说可以下班了。李萌默默在心底咬袖口，秦总，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是我最近的工作没做好吗？您不需要我这个总助了吗？我哪里做的不好？您告诉我呀，我可以改。真的。终于，这周的周五，秦岭要出差了。全公司，尤其是李萌，万岁！老板终于正常了。然而待李萌随着司机老张接到秦岭，眼看着童贝贝跟着坐进后排。李萌，童哥，你去哪儿？童贝贝自己也有点纳闷，回道：啊，秦岭说这次出差不算忙，带我一起。李萌，天打五雷轰！李萌无法接受的转回头。不，这一定不是他公私分明，眼底除了事业就只有事业的老板。一定不是。汽车后排，童贝贝看着窗外打了个哈欠。秦岭收起座位之间的扶手箱，坐近了一些，搂住童贝贝的肩，让他靠着自己。童贝贝靠着秦岭的肩头。秦岭低声道：困就睡一会儿。童贝贝打了个哈欠，挨着秦岭。熟悉的好闻的味道，可以依赖的伴侣，坚实有力的肩头，他的心很定，安全感十足，很快闭上了眼睛。汽车平稳的驶向机场。童贝贝的面孔亦很平和。秦岭第一次在奔赴出差的路上，既没有小气，以为接下来的行程储备足够的精力，也没有处理公务，见缝插针，效率高超的完成一些琐碎的工作。他的目光和注意力都在身侧的童贝贝身上。秦岭知道自己有些反常，他一向专注工作，高效忘我，且公私分明，私事私情不带进工作，工作也尽量与生活分开。近来却很不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工作的时候总是分心，无缘无故就会想起童贝贝，想起他的脸、眉眼，想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甚至想要联系。是因为发生了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的原因。近来几天，他晚上总觉得不够，清早明明已经准点醒了，还是忍不住抱着怀里人继续睡下去。晚上也是，连班都不想加，到了7点，怎么都做不下去，迫不及待就要走。秦岭轻而易举便察觉到了自己的反常，已经尽量在调整。结果一调整，直接把老婆调进了自己的出差同行名单里。童贝贝都问他，我跟着会不会影响你工作？不会。秦岭跟着听到自己的回答，江南这个时候正是春天，花都开了，刚好带你去看看风景。回过神，他们已经坐上了飞机。秦岭的理智和心情立马有如实质的对立起来。理智，这不对。
心情很高兴。李治很快不敌，像个泄了气的气球，噗噗噗的憋了下去。秦岭见童贝贝一直看着飞机外，温声问：怎么了？童贝贝回头指着飞机的窗外，云好白啊。秦岭看着童贝贝，他的心情真好啊。李蒙跟了秦岭多年，大学一毕业就在麓山，他从秦岭身上学到许多，也一直完美的配合着秦岭，多年来在工作方面的发条一直勒得很紧。这趟出差是他这些年里最放松的一次，松着松着，终于能够正常的审视自家老板。秦岭近来早归晚来，特别反常不假，但整个人就跟换了面貌似的，没那么紧绷，反而变得松弛有度了。该工作的时候工作，时间久了会自己停下来，看看手表，椅子里靠一靠，小憩一下。这在从前几乎没有。在李蒙的眼里，他的老板一直是一根紧绷着压到最底的弹簧，有最集中的专注力，最高效的思维，最雷厉风行的处事手段。不会有人比秦岭更擅长工作，也不会有人比他花在事业上的精力更多。他是公司的 boss， 麓山的领头人，是全大楼上下所有员工累了时候都会拿来勉励鼓励自己的风向标。可现在这块弹簧不再紧绷了。这次出差，李蒙看到秦岭趁着午休的时间一边吃饭一边给童贝贝打电话，含笑的问他的伴侣现在在哪儿，逛了多少，有没有吃饭。还看到秦岭在工作的时候抬表看了看时间，不知想到什么，略微出了会儿神，回神之后抬眼看看一众同事，示意大家暂停，稍微休息一下。又看到早饭的时候，秦岭和童贝贝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神情放松。李蒙问自己，他到底在大惊小怪什么？老板变了，变得能工作也会休息，有紧绷也知道放松，这是好事啊。谁还能一年365天的天天高效运转，做着工作狂？又不是机器。何况老板还结婚了，有了伴侣。李蒙第 N 次在心底感慨，结婚是有什么魔力吗？这结了婚，有了伴侣，就是不一样啊。同觉得不一样的还有童贝贝，出来和在家就是不一样啊。在家的话，他早上不睡到8点半9点多绝对不会醒，一出来想到天气好，白天可以有地方玩，8点不到就醒了。童贝贝宅的时候是真宅，出来有的玩，可以放松散心，也能早起晚归。而他们这次住的地方正好在这座江南古城的市区，去哪个景点都很方便，打车可以到，公交也能直达。童贝贝于是天天戴着帽子，背个包出去踏春，晚上回来，秦岭没工作了，他们就一起在附近的网红打卡点吃个饭，吃完了手牵手的散散心，回酒店还能配合愉快的来一发。唯一要说有什么让童贝贝觉得不是很和谐的，也不能说不和谐吧，和谐是挺和谐的，非常和谐，特别和谐。就是清洗干净，童贝贝埋着头趴在枕头上，不明原因的哼了哼。秦岭上了个卫生间，回到床上，躺到一旁，手搭过来，问怎么了？童贝贝把头转过去，看着秦岭，眼睛带着结束之后的水光，汪汪亮的回视着，哼唧唧，有点太久了。秦岭没听懂，也没太听清，凑过去，什么太久？那个的时间太久了。童贝贝打了个哈欠，困。秦岭把人抱进怀里，哄道：这就是一次的时间。他现在为了避免事后的腰酸，已经把过程变得尽可能的温柔。这么一来，时间上自然会久一些。要是想快点，就得激烈些。他又怕伴侣受不住，第二天又得喊酸喊疼，睡得醒不过来。童贝贝没料到情况会是这样，暗中禁不住欢喜地想，原来她老公这么棒的。但她还是跟秦岭商量道：你控制一下，时间上稍微短一点嘛，就短20分钟，行吗？秦岭太吃童贝贝撒娇这一套了。童贝贝语气一软，他立刻就同意了，我尽量。而总体来说，童贝贝对于最近的和谐生活还是非常满意的，他觉得身心都很满足，尤其是身体。秦岭去工作，他没有出门，一个人在酒店的时候，
还拿纸笔画了进来他日日可以触碰到、摸到的那些肌理肌肉。画完，他用欣赏艺术品般的目光默默地看着，脑海里同时回忆着那些让他肾上腺素飙高的画面，心情愉快的同时，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这样的老公都被他找到了。这趟短差的最后一天，秦岭没随李萌他们一起返程，反而和童贝贝一起逛了这座江南小镇有名的古城景点。在景区，秦岭为童贝贝拍了许多照片。返程的飞机上，飞机起飞前，秦岭从手机相册里挑了几张，发上了他不常更新动态的朋友圈。刚发完，一堆点赞留言。秦岭放下手机，侧头看去，童贝贝背靠座椅，正闭目小憩。秦岭看到了，没有出声，始终看着，看了好一会儿。乘务长过来打招呼，询问里程方面 Swift 的他有什么需求。秦岭立即竖指在唇边，轻轻的嘘了一声。乘务长看看秦岭身边的童贝贝，理解的点了点头，放轻声音。飞机落地，秦岭看到贾瑞的一条消息，点开却什么都没有，消息被撤回了。秦岭只当贾瑞发错了，没放在心上。秦岭去公司了，童贝贝回家后才看到贾瑞的消息。贾瑞问他：“你老公是陆山的老板？”过了几分钟，贾瑞：“哥们儿，看到了给我回个电话，我有事和你说。”童贝贝坐到沙发上，给贾瑞打电话，2声就通了。贾瑞开门见山：“你老公今天发了条朋友圈，我跟他有个共同好友，那人喊他秦总，给你老公拍马屁，我才反应为什么你老公看着这么眼熟，感情是陆山的大老板。”这要换了平时，贾瑞肯定早开上玩笑了，这会儿没有，童贝贝便知道肯定有事。童贝贝，怎么了？贾瑞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我怎么跟你说呢？”童贝贝这下更确定有事了，了声，淡定道：“挑重点说，挑关键的说，直接说。”贾瑞成。贾瑞没和童贝贝兜圈子，是这样的，我这边不是陆山的乙方公司吗？和陆山一直有合作。我们公司有个小姑娘，那小姑娘跟我关系挺好的，去年被派去跟你们公司。童贝贝打断：“不是你们，是陆山。”贾瑞改口：“被派去跟陆山接洽工作，结果被陆山一个什么领导骗心骗身，差点跳楼。”贾瑞叹：“这事儿在我们这边当时闹得挺大的，我本来以为陆山那么大一家公司，对员工要求严格，怎么也得给个说法不是？结果好了吗？在陆山直接不了了之。”贾瑞：“贝哥，我这人你也知道的，对身边人向来不错，说好听了有点爱打抱不平，说难听了就是有点喜欢多管闲事。”贾瑞：“我本来不知道你老公是谁。”不知道就算了。贾瑞：“现在知道了，就特想从你这儿走个关系，让你老公帮忙把我们公司小姑娘这事给捋一捋。”贾瑞：“毕竟说难听了，陆山那什么骗人感情的领导，完全就是借职务之便给自己谋私利。”贾瑞：“当初闹得那么难看，闹得人家小姑娘又是打胎又是要跳楼的，陆山这么大家公司，总得管管，是吧？”贾瑞的话在当晚就传到了秦岭的耳朵里。秦岭听完便拧起了眉峰，他在公司没听过这件事，也没听到半点风声。而陆山这么大家公司，对于员工的行为准则是框定的非常严格的，尤其是中层以上的领导，和乙方公司的员工关系暧昧不清就已经不被公司允许，何况是闹到女方差点去跳楼这种。秦岭得到这件事详细的时间和贾瑞透露的一部分细节后，当即便给李萌打了个电话，让李萌去查查看男方在陆山的具体姓名和职务。李萌听的时候便疑惑，既然在工作上对接过，我们这边那个人的姓氏总该有的。这一点秦岭自然也清楚，但问题是告知了这件事的贾瑞只清楚整件事的发生，并不知道男方的名字。据贾瑞说，男方并不是当事人女方接洽的那个部门的直接领导，但总归是个身份不低的领导。两人是在饭局上认识的。贾瑞知道秦岭会馆之后，已经去联系女方了。秦岭的意思，这种事在陆山能被压下去，还不被他知道，一点风声都没有，
男方绝不可能只是个普通中层领导，应该是高管。高管层发生这种事，就是管理上自上而下出了纰漏。这时候陆山不先查起来，难道真要等女方开口指认？李萌表示明白，麻溜的去查了。秦岭刚到家就处理了这档子事，神情都淡了，明显给气得不轻。童贝贝没说话，递了杯水过去。秦岭接过，喝了2口，喝完反应过来，意识到自己神色不好，顿了顿，表情连起，道：“抱歉。”他把工作情绪带回家了。童贝贝耸耸肩：“没事啊。”他道：“你不用跟我抱歉，这件事本来也是我替贾瑞转达的。”秦岭点点头，人靠着沙发，脑子里已经转了一轮，把公司高管层从头到尾都捋了一遍。童贝贝看出来了，有想到可能是谁吗？秦岭摇头，胸腔沉下，闷着气。闷了会儿，察觉身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扭头，这才发现童贝贝坐在一旁，手撑着脑袋的看着他。见秦岭回望过来，一直看着他的童贝贝抿了抿唇角。秦岭，怎么了？童贝贝摇头，没什么，就是没见过你这么严肃的样子，挺好奇的，看看。秦岭脸上的神色一下都散了，变回了平时在家的神态。童贝贝还撑着脑袋问秦岭：“你上班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吗？跟在家的差别还挺大的。”秦岭看不到自己的脸，不知道自己刚刚坐在这儿的时候是个什么神态，听童贝贝这么说，估计脸色非常不好。会不太一样。童贝贝啊了一声，道：“难怪这次出差的时候，我看有几个年轻同事都挺怕你的。”秦岭很清楚自己在公司时的样子，承认了，确实。童贝贝，是因为凶一点方便管理公司吗？想到绿园的祝总好像就不这样，反而还笑眯眯的，对谁都挺亲切的样子。秦岭，不是。童贝贝疑惑，表情上写着：“那为什么呀？”秦岭看着童贝贝一副好奇宝宝的表情，笑了：“因为我就这样，习惯了。”童贝贝啊一声恍然，表示知道了。故作庆幸，幸好你在家不这样。秦岭假设，我要是在家也这样。童贝贝说：“达咩。”秦岭听懂了，问：“你还会日语？”童贝贝无奈：“叔叔，达咩是表情包。”秦岭哭笑不得。夜里，秦岭居高临下的注视着童贝贝，喘着气的说：“再叫声叔叔。”达咩。2天后，秦岭出现在麓山大楼的13层，几乎是怒气冲冲的绷着脸，大跨步穿过外面的公共办公区，走进了魏胜明的办公室。而魏胜明就是当初和秦岭共同创业，一起建立麓山的合伙人。秦岭进办公室后，变色玻璃变灰，大门紧闭，明明外间听不到里面的半丝动静，然而没多久，秦岭和魏胜明在办公室里大吵的消息还是传遍了公司大楼的每一个角落。怎么回事？谁知道呢？不过说真的，就最近这2年，秦总和魏总的关系真是越来越差了。理念不合吧？何止啊，又过了2天，魏胜明被免去职务，罚薪半年的公告被挂上了系统。这次换成魏胜明冷着脸大跨步穿过外面的公共办公区，一下推开秦岭办公室的大门。魏胜明2手撑着面前的大班桌，一拳头在桌上砸下，怒火中烧的质问秦岭：“就为了这点破事，你就免我的职？就为了一个女人？”吼完，伸手一扫，把桌上的文件全扫到了地上。秦岭背靠大班椅，冷冷的注视着魏胜明的一举一动。等他吼完，音调平静的开口道：“我真正想免你职的时候，其实是上次帮你收拾烂摊子的那次。”秦岭坐起身，回视魏胜明：“就为了一个女人？魏胜明，你能说出这种话，就配得上今天的结果。”秦岭，现在滚出去！事情在秦岭的亲自过问下，也算有了一个姗姗来迟的结果。始终没有露面的女方托贾瑞向秦岭和童贝贝表示感谢，贾瑞也自己发消息给秦岭，说了声谢谢。
贾瑞，改天一起吃饭。秦岭，好。然而这日，老张开车载着秦岭回家，带上童贝贝，正打算去吃饭的高架路上，一辆黑色的奔驰 GLS 在虚线处别了他们之后，压着速度挡在了迈巴赫的前面。老张起先以为是大奔变道的时候没看后视镜，心底骂了句，跟着打灯变道。结果刚变道，大奔跟着变，像之前一样，先别再压速。老张一个急刹，后排的秦岭和童贝贝跟着惯性，身体前倾再向后。秦岭和童贝贝这才注意到前车。秦岭怎么了？童贝贝跟着从后排探出目光。老张，前面的车故意别我们。他戴着白手套的手握紧方向盘，目光瞥向后视镜，以防后面跟着车来不及会追尾。秦岭看向前车，目光猝然变冷。他没说什么，把车交给老张，收回目光，亲身向童贝贝那儿给童贝贝系上安全带。童贝贝不明所以，问了句为什么？我们刚刚不小心别到他，挡到他的路了。这是正常人的思维，但此刻发生的事显然没这么简单。秦岭系完安全带，示意老张前面路口下高架。好。老张稳稳地把着方向盘，目光注视着前车，说做好了。7、8秒后，老张变道加速再变道，一气呵成，成功把那辆黑色大奔甩在身后。没一会儿，迈巴赫驶下高架。童贝贝扭头看身后，大奔还在跟着。秦岭，找个路边停。迈巴赫在一处空旷的路边打双跳停下，大奔开到了前面不远处，跟着停下。秦岭到了距锁车，便径直下车。一下车，哒一声，车门被老张锁上了。童贝贝眼看着秦岭一步步走向前车，走到驾座旁，伸手拍了拍车门。很快，大奔的车门从里面被推开，刚开了条缝，童贝贝就看到秦岭从外面握住门把手，一把拉开了车门。里面的人没有防备，一个趔趄，身形前倾，秦岭拉开门，一把拽住对方的领口，利落而气势汹汹的将对方从车里扯了出来，按在车边。童贝贝惊讶，问老张：“是认识的人？”老张：“魏总。”哦，错了，前魏总，老板的合伙人。原来他就是那个合伙人啊！童贝贝纳闷，合伙人别我们做什么？还是在高架上，也太危险了。老张悠悠道：“吃饱了撑的，拿自己的命报复老板呗。”童贝贝更纳闷了，问：“报复？”老张扭头，满口吃瓜的语气：“秦总前几天刚免了他的职，还罚了他半年的薪水。”免职罚薪？怎么这么耳熟？童贝贝恍然，这合伙人原来就是那个借职务之便骗人女孩感情的骗子啊！抬眼看去，前车那儿，秦岭按着他的合伙人，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秦岭抬手就在合伙人脸侧的车窗玻璃上砸了一拳，合伙人吓得偏头。秦岭冷冷的松开手，转身回车上。车锁解开，秦岭拉开车门，带着一身寒气的坐了进来。童贝贝看看他，没说什么。老张了解秦岭的，问了句：“还去吃饭吗？还是回家？”秦岭绷着脸瞥向车窗外，没有答。老张看看后视镜，童贝贝道：“掉头回家吧。”秦岭沉了口气，调整神色，去吃饭。童贝贝的手附上秦岭的手背，声音温和的劝道：“回家吧，闹成这样也没心情去吃饭了。”迈巴赫在路口掉头。回家之后，秦岭明显心情欠佳，不说话，沉着脸站在阳台无声的往外眺望。一杯温水递了过来，秦岭转头看到递水给他的童贝贝，童贝贝冲他温和的笑笑，说：“心情不畅的时候就喝点水吧，把心口的烦心事都冲下去。”秦岭接过水，喝了一口，烦躁的心情因为伴侣的安抚果然淡了不少。童贝贝从没和秦岭在家聊过工作的事或者工作的人，这是第一次。他对秦岭道：“要跟我说说吗？”秦岭握着杯子眺望窗外，过了片刻，缓缓道：“我和魏胜明是大学同学。”魏胜明比他大好几届，
秦岭刚上大一的时候，魏胜明已经在读研一了。秦岭那时候从农村出来，想要翻身的心情很迫切，遇到认识了魏胜明，魏胜明恰好也有创业的决心，两人一拍即合。一开始的时候，两人非常合拍。秦岭聪明，能吃苦，不怕累，脑子活；魏胜明时间充足，愿意东奔西跑，有能力。他们搭档的不错，公司在初期虽然运转艰难，但也算慢慢步上正规，靠着扎实的设计图稿和非常不错的信用度，逐渐在圈子里小有名气，有了固定的客源。后来靠着当年法国公司的那个大楼项目，陆山一战成名，事业逐渐得到拓展。再后来，陆山稳步且迅速的发展着，秦岭成了大老板，魏胜明也跟着成为陆山的股东高管。近2年，随着地产热的退去，秦岭和魏胜明的分歧很大。秦岭认为，地产虽然已经过了黄金期，但国内市场依旧有比较充足的发展空间。陆山在设计上一直是强项，售出的楼盘和房型也一直颇受好评。陆山专注地产没什么问题。魏胜明则认为地产是未来的夕阳产业，陆山应该趁早转型，因此近2年频频申请召开股东会议，乱七八糟的方向投了不少。两人因此逐渐不和。秦岭，我们私下谈过很多次，次次都是不欢而散。秦岭，记得上次过年的时候我出差回来，还带你参加了一个商务宴，还找苗老师通关系的那次吗？童贝贝点点头。秦岭，说白了，那就是魏胜明在故意摆烂，故意把好好的一块地搞砸。童贝贝想了想，他这是损人不利己。秦岭点头，他故意的，故意给我找不痛快。秦岭，我那时候就想撤他的职，这次这件事算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秦岭，我已经找不到让他继续留在公司的理由了。童贝贝想到今天，然后他气不过，开车来别你。秦岭点头。童贝贝心道，这什么小学鸡做派？童贝贝看出来秦岭的心情不好，也心知为什么不好。童贝贝想了想，温声宽慰道，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吧，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路口分分合合，有时候想细究下原因，最后发现可能的原因无非就是你变了，或者我变了，要么大家都变了。秦岭看向童贝贝，童贝贝认真的温和的看着秦岭，你没错。秦岭心中触动，拥住了童贝贝，一句你没错轻松化解了他的心烦，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站在陆山的巅峰处。不过童贝贝靠在秦岭怀里，突然来了句，你今天从车上下去，把人从车里拽出来，还有砸那一拳的时候，真的好 man 哦。秦岭一愣，啊？童贝贝搁在秦岭胸口的手开始画圈圈。秦岭低头，童贝贝抬眼，目光里带着仰视。秦岭从没被童贝贝这么仰视过，一时没反应过来，解释道，我有定期健身打拳。童贝贝立马露出星星眼，你还会打拳？疑惑，没看到你有拳击手套。秦岭，放健身房了。童贝贝，你一周健身几次啊？秦岭，至少3、4次。童贝贝，我怎么都不知道。秦岭，公司有健身房，公司附近也有，我基本都是上班的时候抽时间去，或者出差的时候在酒店的健身房，近期倒是去的不那么勤了。童贝贝抬着自己的星星眼，仰视道，这样啊。秦岭被这么看着，越发想笑。他忍了忍，终于还是笑了出来，边抱着怀里人边伸手刮了下童贝贝的鼻尖，问，怎么了，这么看着我？童贝贝诚心诚意说，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好 man 哦。秦岭忍俊不禁，十分受用。见童贝贝还这么看着自己，心念一动，道，下次健身的时候带你一起。童贝贝立马点头，好呀好呀。秦岭，带你跑跑步，做点力量训练。童贝贝一脸不要的摇着头，你练，我在旁边看你。秦岭太吃这套了，笑着抱住人，根本舍不得松手，也跟着就把什么魏胜明矛盾不和
抛到脑后。世上只有老婆香。他低头在童贝贝的额头上亲了一口。秦岭又出差了，这次又带上了童贝贝。出差结束，回城，飞机落地后，老张接到他们。秦岭接了个电话，要回公司。老张看向后视镜，那我先把小童送回家，再送你去公司。秦岭原本要说好，不知怎么的改了口，一起去公司吧。说完转头对童贝贝道：去我办公室玩会儿。老张、童贝贝两人同时想，办公室有什么可玩的？老张想到什么，噗一声在心里笑了。出差前一起，出差一起，出差结束了还要一起。老板那童贝贝半点没意识到这些，他纳闷的问秦岭：你办公室有什么好玩的吗？显然没有，但这并不能困扰到万事都能搞定的秦总。尤其秦总还有位能力卓越的李助理。有啊。秦岭边说边摸出手机给李助理发消息：我办公室有几条鱼，非常漂亮。李助理，帮我把孙总办公室的那几条粉白色的鱼搬到我办公室，就说我临时借用一下。要快，40分钟内。李萌，好的。秦总，鱼。童贝贝，好啊。他和秦岭聊了起来，还有什么？秦岭，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送了我一盆他精心培育的金桔盆栽。盆栽？金桔？童贝贝，金桔怎么了？秦岭，他说他当儿子养的，送给我，希望我也能当干儿子养。我不太会养，你刚好帮我看看。李助理，你现在安排人去靳总那儿，把他上次说要送我的金桔盆栽要过来，就说我反悔，又要了。要快，40分钟内。好的，1个小时后，迈巴赫抵达麓山大厦。秦岭带着童贝贝上楼，在同层所有员工的眼皮子下面将人带进了办公室。员工们，嚯，老板娘来了！李萌喘着气拉了拉领口，赶上了，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了。周围的员工，李总助，你这进进出出又是搬鱼又是抱盆栽的，干嘛呢？李萌继续喘气，严肃的神色示意众人，老板的事少打听。于是就这样，秦岭的人生又有了一个第一次。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办公室里待着一个和工作无关的人，而这次他终于没在工作的时候分神的想起他的伴侣，毕竟人就在他眼皮子下面，他随时可以看到，随时可以听到和童贝贝有关的一切动静。他觉得出奇的心安，处理公务的效果都远胜平时。至于童贝贝，他欣赏完那几条粉白颜色的观赏鱼，拿手机查了查怎么养金桔树后，便坐在秦岭办公室的沙发上，戴着耳机用秦岭的平板看他最近在追的某部电视连续剧。期间贾瑞发消息过来约他吃饭，他还拿手机和贾瑞聊了会儿天。贾瑞，刚看你老公又发了你在外地旅游的照片，这么快就回来了？童贝贝，是啊，逛完回来的。贾瑞，这会儿在哪儿呢？在家。童贝贝，在陪我老公上班。贾瑞，你老公上班你陪什么？童贝贝，不陪什么，他让我过来玩。贾瑞，哦，我知道了。贾瑞，小夫妻如胶似漆。童贝贝看了看手机，余光瞥瞥办公桌后的秦岭，心倒也不能说是如胶似漆吧，毕竟他和秦岭在一起也没多久，还在磨合期。秦岭让他过来是觉得他自己回去一个人待着无聊，就喊他过来看看鱼，看看金桔盆栽，好打发时间的吧。应该就是这样。办公桌后，秦岭在回复有人的消息。靳峰，上次要送你，你不要，说麻烦，没那功夫伺候个盆栽，今天又让人过来要什么？秦岭，今天心情好。靳峰，今天太阳打南边起来的。秦岭，你平时带你老婆来公司办公室都做什么？靳峰，还能做什么？这边又不用他上班，他过来无非就是陪陪我呗，陪陪我。秦岭心口一顿，他抬眼，目光越过桌子，看向沙发处的童贝贝。其实他让贝贝过来，也是想贝贝陪他的吧？原来他让贝贝过来，是想贝贝陪他。意识到这个真相，
秦岭的眉峰高高的挑了起来。陪他？陪他？他为什么要贝贝陪？他让贝贝陪他做什么？这里是公司，工作的地方。秦岭像是从一个梦中醒过来，一下看清了四周，看清了自己做了什么。他不要贝贝回家，要贝贝来他办公室。他在做什么？他让李萌借鱼，拿盆栽。他在做什么？他在这里处理工作，让贝贝陪着他。他在做什么？秦岭又经历了一个第一次。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当童贝贝察觉到他的目光随意的瞥过来，接着继续看电视剧的时候，秦岭又觉得这根本没什么。毕竟结婚有老婆了吗？他告诉自己，靳峰不也喊自己老婆来办公室？这应该是一个已婚男人都会做的事情吧。秦岭再次给有人发消息。秦岭，你出差要你老婆陪吗？靳峰，我倒是想啊，我天天喊，他天天没空，看一样。男人都这样。秦岭总结，近来的这些改变应该是一个已婚男正常的生活调整吧。这日中午，秦岭从外面公共办公区走过，他的目光随意一瞥，突然看到某个格子间工位的角落里摆着一束火红的玫瑰。秦岭收回目光，推门走进了办公室。下午，李萌正跟秦岭一起汇总近期的楼盘销售数据，不知怎么的，秦岭很突然的就想起了中午看到的那束玫瑰，红色的，他想他从来没送过。花的话，好像也只给贝贝送过2次，一次是婚前去贝贝家做客，一次是之前过年的时候送的还是白玫瑰。晚上，迈巴赫在送秦岭回家的路上经过某花店，秦岭看到了，突然出声示意老张道：“停车。”秦岭走进花店，花店老板见来了客人，热情招呼道：“想要什么花？”秦岭：“玫瑰，红的。”童贝贝看到秦岭带了玫瑰回家，惊讶又惊喜。秦岭含笑把花递给童贝贝，童贝贝伸手接过，笑得灿烂：“谢谢，真漂亮。”秦岭却觉得这花远不及贝贝的面孔瑰丽。秦岭因公出了趟国，回程，在机场，他突然动了免税店逛逛的心思。刚好李萌要给女朋友带东西，两人一起。李萌边逛边问秦岭：“秦总，你要给童哥带点什么吗？”秦岭问：“你一般给女朋友买什么？”李萌：“护肤品、彩妆什么的。”秦岭心想，贝贝不用这些，或者买个包、围巾、墨镜、手镯。秦岭摸出手机给靳峰发消息：“你一般出国回来给你老婆带什么礼物？”靳峰：“我自己就是她最好的礼物。”秦岭：“靳峰，哈哈，开玩笑的。”靳峰：“都可以啊。”靳峰：“礼物嘛，就是个仪式感和心意。”靳峰：“一般只要我送了，随便什么，我老婆都喜欢。”秦岭抓住了关键词：随便什么。既然如此，大门敞开着，童贝贝站在沙发旁，秦岭站在童贝贝身旁，眼看着老张和李萌进进出出，把手上、胳膊上、脖子上挂着的一个个奢侈品袋子摆到沙发上。童贝贝眨眨眼，惊讶的问：“买了这么多？可算把带上楼的都搬进来了。”老张匀了口气，边往外边示意童贝贝，说：“车上还有，我下去拿。”还有。不久后，老张和李萌都走了。整个客厅，无论是沙发还是地上，到处都是袋子，袋子，袋子。童贝贝睁大了眼睛问秦岭：“这是要拿来送人的吗？”秦岭沉着道：“不送人，都是给你的。”秦岭：“喜欢吗？”童贝贝：“谢谢。”秦岭点点头，他看得出来贝贝不太需要这些，但他就是非常想买，非常想把这些都给贝贝。已婚有了老婆，大概就是这样的吧。秦岭告诉自己。秦岭有个小圈子，里面都是关系不错的老板，有空的时候，他们一群人就会约个地方出来聚一聚。男人嘛，聊天聊地，难免会聊到老婆。
以前到了聊老婆这个话题的时候，秦岭因为单身没有话说，都是在旁边边听边默默喝酒。今日大家聊到老婆，秦岭终于不用只喝酒了。大家也因为知道他新婚，对他的伴侣好奇不已，话题都围绕在童贝贝身上。有人上次遇到刘总还聊起你们来着，刘总说你老婆和他一个学校的，真的假的？秦岭点点头 ，C 大学的法语。众人嚯，名校啊。有人 B 姓童啊，都传是童家的那个童，不会也是真的吧？秦岭再点头，现在的小童总是他小姨。众人嚯，名门啊，改天都带上老婆，大家一起聚聚。靳峰今天也来了，他老婆是个大明星，比他本人都忙，日常要见面都是靳峰抽空跟着天南海北的飞。这会儿见靳峰不吭声，又坐在人堆里埋头发消息，不用想，肯定是在和老婆聊天。有人揶揄靳峰，靳总行不行啊，要不干脆卖了公司吃老婆的软饭得了。靳峰滚蛋！鉴于靳峰的小金局数如今已经传一波似的传到了秦岭手中，趁着这次聚餐见面，靳峰逮着秦岭一个劲儿的说，那小橘子可是亲眼见证了我跟我老婆在一起的整个过程。秦岭，所以靳峰，那小橘子望夫妻。靳峰，你回头把他往你们卧室的床头一摆，我跟你说，你跟你老婆绝对好的跟什么似的，不骗你。秦岭，迷信。靳峰，你爱信不信吧，反正给你了，你给我好好养着，别回头给我养死了，那可是我亲儿子，我跟你说，养死了我跟你没完。扭头，那盆金桔盆栽就被搬到了卧室的床头柜。童贝贝，秦岭，据说金桔的香味能够助眠。童贝贝信了，这样啊。秦岭过了2天想，在迷信和唯物主义之间摇摆，已婚大概就是这样的吧。这日，秦岭带童贝贝去了他常去的那家公司附近的健身私馆，到了才发现，这竟然和 Danny 的瑜伽馆在同一栋楼。健身房不大，里外总共4间，一间做力量训练，靠墙摆着各种训练器材，地上画着力量训练用的图案；一间做有氧，跑步机、椭圆机、楼梯机齐全；一间打拳室，还有一个更衣室、休息间。这间健身房也是家私馆，专做1对1训练。秦岭在这儿打拳有几年了，婚前常来，1周至少3趟，最近才来的没那么勤了。秦岭带童贝贝过来的时候，童贝贝说，巧了 ，Danny 的瑜伽馆就在楼下。秦岭，我在这儿有卡，你做完瑜伽想来就直接过来。童贝贝嘀咕，我不健身。秦岭，童贝贝，我懒。秦岭笑。到了健身馆，健身馆的老板兼教练 Stephen 接待了2人。Stephen 刚知道秦岭结婚，伴侣是位男性，非常惊讶。他开玩笑说，我以为现在的大老板都崇尚单身主义。秦岭换好健身服，手上缠着绑带，走出来，我从来不是单身主义者。童贝贝立马被秦岭吸去了目光，运动服贴身单薄，凸显了秦岭圆臂丰腰的身材，尤其是短袖袖口下的肌肉紧实而线条流畅，肌理间隐约透出青蓝色的血脉。这样的身材是个人都不可能不爱。童贝贝看得挪不开眼。秦岭抬眼冲童贝贝挑挑眉，冲贝贝也笑着冲秦岭挑了挑眉。等到秦岭带好装备开始打拳，童贝贝举起手机就是一通拍。Stephen 看见了，边陪秦岭训练边好笑的问，秦总把人带来，原来是给老婆秀一把的。秦岭原本只是正常打拳，被童贝贝这么一通拍，再被教练一说，心底溢出满满的男性自尊，打得越发卖力。打完一轮，秦岭胸口起伏的匀着气，他手上戴着拳套，不方便，童贝贝便拧开瓶装水给他喂水，脸上雀跃的神色写着老公超棒。秦岭非常受用，一扭头，童贝贝跟着 Stephen 去了有氧室。童贝贝在跑步机上走啊走， Stephen 挨着跑步机，边调速度
边给童贝贝解说跑步的要领，童贝贝听得认真，直点头。秦岭原本没觉得有什么，正拧开瓶口往嘴里灌水，忽见童贝贝看着 Stephen 灿烂的笑了一下 ，Stephen 也看着童贝贝笑。秦岭不喝水了，默默拧紧瓶盖。他走过去 ，Stephen 看看他，从倚着的跑步机上站直，示意童贝贝这边，我再叫他跑步。秦岭明明来的时候还让童贝贝有时间可以做完瑜伽上来健身，这会儿却对教练说贝贝不太喜欢运动。童贝贝对 Stephen 笑笑，我比较懒。Stephen 毫不在意的神色说，没事儿，我先教教你，来不来的没关系，我也不是在这儿给你推课，我就是教你怎么跑，怎么迈步子，回头你想跑了，想想我刚刚跟你说的，绝对不会跑伤腿。Stephen 毫无眼色，带童贝贝上完跑步机，又去椭圆机，椭圆机结束了，把人带去了力量训练的那间。童贝贝像条误入大海的鱼，一直跟着教练，这里好奇，那里看看。秦岭默默地看着，深呼吸。他突然开始想，他今天为什么要把贝贝带过来？他不能去上班吗？不能去开会吗？外面天气这么好，阳光灿烂，他不能带贝贝去公园散散心吗？ Stephen 终于秦岭忍不住了，决定今天到此为止。离开的时候，秦岭眼看着 Stephen 摸出手机，热情而主动的加了童贝贝的好友，还对童贝贝说，想上课随时来，或者微信上约我也一样。童贝贝开开心心道，好呀。回去的路上，秦岭，这也是已婚生活的一部分吗？今天之后，这家私教馆他都不想再带贝贝来了。总之，这段时间秦岭的生活和心态密集而频繁的发生了改变。他察觉到了，一直用可能已婚就是这样来解释这些转变。直到这天，西班牙菜餐厅，贾瑞冲童贝贝招招手，这儿。童贝贝走过去，你来这么早？贾瑞把菜单递到童贝贝面前，说，不早，我也刚到。啊，你老公呢？童贝贝，他路上堵了，晚点到。贾瑞，行，那我们等等他。你要吃什么？点吧，今天我请。童贝贝拿起菜单，好啊。童贝贝和贾瑞难得聚这一次，贾瑞又是个话多的人，两人聊得停不下来。聊天的话题里免不了提起共同认识的老同学。哎，古森明，记得吗？童贝贝想了想，觉得这名字耳熟，但一时没有想起来是谁。贾瑞，跟我一个专业的，有次运动会差点跟你吵起来那个，皮肤晒得有点黑，个子不算高，壮壮的那个，记得吗？童贝贝终于想起来，啊，是他啊。童贝贝问，他怎么了？贾瑞，听说他现在混得还不错，之前在我这儿的一家甲方公司，最近好像跳槽了。我去年快过年那会儿遇到过他一次，牛逼哄哄的。贾瑞，他还跟我问到你来着。贾瑞，我琢磨你们又不熟，他问你是几个意思？贾瑞，后来我回过味儿了，他那哪是问你啊，是觉得自己混得出人头地了，跟我这儿提共同认识的人，谁要是不如他了，好显摆他自己呢。这个话题有关古森明这个人，这次聚餐后，童贝贝很快抛到了脑后，一点不记得了。他近来去麓山去得勤，基本都是秦岭喊了去办公室坐坐，或者是想吃他做的饭菜了，他中午或者晚上给送过去。是的，秦岭最近声称吃别的总没胃口，就想吃他做的。童贝贝反正闲着，又有老张来回接送，便亲自跑个腿，给秦岭送顿午饭或者晚餐。这日晚饭时间，童贝贝又来了，时间上比麓山的正常下班时间要晚1个小时，麓山的1楼大厅已经走得没什么人了。童贝贝来多了，前台和保安都认识他，也知道他是秦岭的伴侣，从不拦他。见他来，保安和前台还会跟他打声招呼。童贝贝笑笑，也跟他们打个招呼。打完招呼，童贝贝走向电梯。他今天忘了带卡，没坐高管专用的电梯，随便按了普通电梯的按键，手里拎着保温桶，默默的等着。叮一声，身后有部电梯抵达1楼，童贝贝转身。
见电梯还要下行去副层，童贝贝没有过去。恰在这个时候，电梯里走出一个男人。童贝贝没看对方，继续等电梯。那个男人扭头看了过来，边走边看，突然脚步顿住，喊：“那个谁？”张贝贝。童贝贝抬眼看了过去，看到个戴着眼镜、矮矮壮壮、肤色有些黑、穿着西服、脖子上挂着员工证件的男人。几乎是一瞬间，童贝贝就把眼前这人和记忆中的身影、有点印象的名字重叠在了一起。他冲对方点点头，准确的说出了对方的名字：古森明。古森明站在原地，扭着身体看向他：“真是你啊，张贝贝。”童贝贝神色平静：“我姓童。”古森明：“啊，童贝贝。”叫错名字，脸上毫无愧意。古森明打量童贝贝，问：“你这是？”他可不认为童贝贝能在陆山工作。见童贝贝没带临时访客证，古森明冲他伸手指了指前台：“访客要登记的。”不怎么客气的说：“你登记了吗？”“要登记的。”恰好之前下副层的那部电梯上来了。童贝贝冲古森明点点头，迈步走向电梯。古森明：“喂。”童贝贝已经走进了电梯。古森明这才迈开了他定在原地有一会儿的脚，几步走到电梯旁，按住了按键，将正要缓缓合上的梯门按开。按开了，他不进来，在门外眼神示意童贝贝：“你下来啊。”电梯里有其他人，其他人以为童贝贝要下，都等着。童贝贝对古森明摇头：“我不下，我上去。”古森明强调：“你下来，不能上，要登记。”电梯里的人都在看童贝贝。童贝贝背对众人，道了句抱歉，伸手去按长关键。古森明见了，也伸手按住了电梯外的按键。梯门合上又打开，最终听从开门的优先指示，打开了。电梯里有人不耐烦：“下还是不下啊？”古森明按着按键，强势的态度。见有人语气不好，跟着凶道：“就这一会儿时间，你赶着去投胎啊？”被凶的是个男人，男人立刻对道：“说话客气点，你哪个部门的？”古森明：“你哪个部门的？”童贝贝叹了口气，主动走下电梯。梯门合上，古森明还露着一脸凶相，嘴里骂骂咧咧，不怎么干净。童贝贝拎着保温桶，抬手看看时间，多少有些不高兴。印象里他和古森明没什么交情，只是那会儿被贾瑞拉着一起打过2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的篮球而已。上次吃饭，贾瑞说他和古森明有次差点在运动会上吵起来，说实话他自己根本不记得了。古森明对他显然也印象匮乏，否则不会连他的名字都叫错。童贝贝用的是面对不喜欢的陌生人的态度，客气疏离。他面对古森明清晰的表态道：“我有事要上去，请不要挡道。”古森明就像听了个笑话，斥声：“我挡你什么道啊？再次强调，我说了，访客要登记，登记，我让你去登记。”古森明的声音不小，距离不近也不远的前台扭头，在大厅里巡视的保安也跟着眺望过来。保安走近：“怎么了？”“刚好。”古森明质问保安：“你们怎么上班的？什么人都能放进来吗？”把保安给问愣了。保安看看童贝贝，心道大老板的爱人，这可是，这都不让进来，还能让谁进来？古森明面露不耐，冲保安指指童贝贝，带他去登记，嘴里嘀咕：“还有前台，这么大号的人进来都不知道把人喊住吗？”瞎的！保安听得直瞪眼，心道这哪个部门的，现在公司上下还有人不知道秦总的老婆吗？场面僵持不下。主要是古森明表现的太有主人翁意识了，不知道的还以为陆山是他家的。见保安不动，听完还瞪眼，古森明又走去前台，拍了前台的桌子。前台的2个小姑娘扭头看向童贝贝这边，听到古森明说的，也跟着瞪眼。古森明走回童贝贝面前，边走边摸出手机，一脸看我不叫个负责人下来的表情，嘴里嚷嚷着：“都他妈什么事儿？这种事还要我管吗？”“管什么？”
秦岭从电梯里走了出来。秦总，保安率先喊道。童贝贝扭头，古森明愣了下，飞快地敛起了脸上的嚣张。秦岭在梯门打开的时候就看见了保安、童贝贝、古森明三人僵持的场景，他略微能猜到一些，猜不准不要紧，反正他下来了。他看了古森明一眼，走到童贝贝面前，边接过童贝贝手里的保温桶，边放缓了音线，温声道：我看你还没到，以为路上堵了，打了个电话给老张，老张说你早该上去了。童贝贝面露无奈，耸肩示意：你也看到了。秦岭的余光落在不远处的古森明身上，问：认识？童贝贝，一个大学的。那就是不认识。秦岭转头看向古森明，古森明愕然地看着两人。见秦岭看着他，古森明面露尴尬：秦总。秦岭是秦总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绅士有礼的人，恰恰相反，全公司都知道他上班的时候脾气不小。秦岭的目光冷飕飕地锁定着古森明：你对我老婆有什么意见？三连，有意见来跟我说，我听听，看看是什么问题，我来解决。古森明倒抽一口冷气，他听到老婆两个字，直接挺着胸口往后退了半步，再看向童贝贝，眼神因震惊而变得闪烁。秦岭没放过古森明：哪个部门的？顶头上司是谁？谁准你过问你不该管的事的？继续，等会儿在 OA 里把你的员工名片传给我，让你的领导给我发封邮件，说清楚刚刚是什么情况。我要在半个小时之内看到我需要的这2份东西，如果没有，明天人事部会联系你。坐电梯上楼的时候，童贝贝想想秦岭不久前面对古森明的恩怜问，以及那副冷漠霸总、天良王破的样子，噗一声笑了出来。秦岭知道他笑什么，拎着保温桶，略显无奈道：我倒是希望你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可以强势一些。想起童贝贝在绿园的时候，面对难听的流言蜚语也曾强势反击过，问：是因为今天遇到的是大学同学，怕面子上过不去？哪儿啊？童贝贝，是你来太早了，没留给我发挥的空间。秦岭，我晚点下来，你准备怎么做？童贝贝，骂他啊！秦岭就笑了，伸手搂住童贝贝的肩，上下来回的抚了抚。算了，还是我来吧，我来比较方便。秦岭确实方便，当晚古森明的员工名片就被发到了秦岭的工作邮箱，一同被发过来的还有他之前要求的直系领导对整件事的描述，以及对古森明的评价。原来古森明2周前才跳槽来的陆山，直系领导对古森明的评价是工作尚可，但性格有些浮夸，因为刚来陆山没多久，其他方面还有待考察。秦岭看着古森明的履历，想到电梯口发生的事，鼠标在桌上重重一拍。其实整件事往小了说，就是件童贝贝自己都没多挂在心上的芝麻大点的小事，过去也就过去了。可秦岭这次表现的极为护犊子。次日一早，秦岭去了古森明部门所在的楼层，整个办公区因为他的到来和低气压，鸦雀无声的，没有半丝动静。秦岭神色浅淡，一声不吭，沉默的从公共办公区走过，眼神精准的锁住了古森明，冷冷一瞥，走了。